九州大陆，积雷山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青铜色天雷在云际闪烁，犹如龙蛇在乌云后爬行，如神如鬼。天威积压如山岳，看得人胆战心惊。轰隆雷声如同在耳边打鼓，震耳欲聋。浩荡天雷倾斜而下，化作电浆，涌到积雷山顶的那道负手而立的人影上。人影任由天雷落下，巍然不动。雷劫过后，江离满怀期待地望着天空，然而天空只有乌云消散后的晴朗，并没有他期待中那金灿灿的成仙天梯。果然是不能飞升啊！江离失落的自语，充满惆怅。这是他第15次渡成仙劫。渡劫飞升并非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有明确的证据。九州大陆现在都还有仙人道统、仙气仙法，以及那见过成仙天梯的老古董们。据那些老古董们说，1000年前的九州大陆常有成仙的大修士，只要渡过天劫，仙界就会落下成仙天梯迎接修士。只是不知道为何，仙界就不再降下成仙天梯，断绝了飞升之路，令无数大修士扼腕叹息，郁郁而终。江离自500年前穿越到九州大陆，没有任何金手指，凭借努力、智慧和运气，于微末崛起，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终于修炼到九州大陆最高境界大成期，成为当代人皇，是九州大陆当之无愧的第1人。穿越到修仙世界，不能飞升实在是一件憾事。江离也曾经想过，自己要是有金手指，诸如系统，例如随身老爷爷，是不是能少走一些弯路啊？随即他又释然，现在想这些干什么呀？有没有金手指，不都到了现在的地位吗？而且现在回首望去，那些多走的弯路，何尝不是一种乐趣？检测到速度信息，逆袭系统启动。检测到速度信息，逆袭系统启动。姓名张离，年龄518岁，身份当代人皇，修为大成期。机械感的声音从江离耳边响起，江离下意识地张开神识，做出警惕状，但随着听清这道声音，愣了愣，心头涌起不知道是兴奋还是无奈，笑骂道：你这系统来的是不是太晚了？笑骂归笑骂，系统还是要打开的。本系统为逆袭系统，助力宿主打倒一切看不起宿主的人，请宿主接收新手大礼包。听到逆袭2字，江离心中有种深深的不安，但还是压下自己的不安，说道：接收。话音落下，江离面前就凭空出现了一大堆东西，他盘膝而坐，清点这些东西。一打开小药瓶，就能闻到一股清香，令人心境都有所提升。这是极品丹药才有的香味，20粒极品聚气丹对炼气期有奇效，1粒极品筑基丹能帮助炼气期达到完美筑基，10张低级符箓，包括2张气力符箓、2张神速符箓、2张隐匿符箓、4张静心符箓，以及150枚低级灵石。一本残缺的道术4两拨千金，系统还贴心的在一旁标注4两拨千金为道宗不传之秘，习得残本与炼气期无敌，可花费10万元点补全，当前原点。江离看着这一大堆东西，沉默不语。这新手大礼包是不是太新手了点啊？江离细细检查这些东西，其中价值最大的大概就是这本看起来破破烂烂的道术，不仅破烂，还是残卷，而且这4两拨千金。江离沉吟片刻，从储界当中翻出了一本崭新的书，书的名字同样也叫做4两拨千金。这是道宗宗主亲
手抄录赠给江离的，上面还有道宗诸位前辈的心得和注释。一般威力极强的道术都是有境界门槛的，例如后土宗的顶镇中原，以金丹期法力才能催动；再比如心魔宗的叠化阴阳，同样是金丹期法力才能催动。而四两拨千斤最大的优点就是对灵气没有限制，讲究的是力随心动，以弱胜强，十分适合逆阶战斗，是少有的无门槛道术。江离细细比对完这2本书，确定内容一样后，不免疑惑：哎呀，确实都是好东西啊，但这些东西怎么都是给炼气器用的？哎呀，确实都是好东西啊，但这些东西怎么都是给炼气器用的？系统，我的修为是什么？大成期。你的新手大礼包是不是给错了？不是炼气期新手大礼包，是大成期的新手大礼包。经检验无错。我的修为是什么？大成期。你给的新手大礼包适合什么等级的人用的？炼气期。是不是给错了？经检验无错。我的等级大成无错。行吧，都快抢答了。江离也不知道该说这系统是死板还是智能。发布新手任务，此任务不能拒绝，不能回避，失败惩罚，不能开启系统剩下的功能。系统的功能包括商店、灵气灌输、规避心魔、空间移动。新手任务，江一星仗着族长之子的身份屡屡欺负于你，请你战胜江一星。江离满脑子问号，江一星，哎呀，这个熟悉的名字是谁来着？把记忆翻到穿越之初，江离才想起来谁是江一星。江离的父亲是上一代族长，父亲死后只留下孤儿寡母，母亲又因为病重去世，于是江离便无父无母。父母死后，江一星仗着自己的父亲是当代族长的儿子，到处欺负人，其中最喜欢欺负的就是江离，这会使他有种莫名的成就感。而江一星又是全族天赋最好的，谁也不好说什么。江离也是个不争气的，被欺负后什么也不干，天天怨天尤人，最终因急火攻心而亡。他是在那个时候穿越过来的。穿越过后，江离判断待在这个家族是有害无利，于是直接离家出走。这是500年前的事了。以现在的眼光看，江一星那所谓全族天赋最好，这辈子最多也就是筑基，然后以水磨功夫混个筑基后期，成就金丹的概率微乎其微。筑基的天寿与凡人无异，为140岁，金丹期的天寿因人而异，在200岁到300岁之间。不管江一星最后是筑基还是金丹，他现在都死得不能再死了。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新手系统怎么看也不是给现在的自己完成的。系统，现在是什么时代？延历4300年。现在是延历4800年。江离终于知道自己的不安和违和感来源于哪里了。这个破系统，它晚启动了500年呢。这个破系统，它晚启动了500年呢。江离气得浑身发抖。我要求变更任务。任务无法变更。江一星已经死了。请以系统认定的时间为准。我现在是大成期，打一个不知道是炼气还是筑基的江一星合适吗？这叫逆袭吗？请完成新手任务。重启系统。请完成新手任务。卸载系统。请完成新手任务。江离险些吐出一口老血。他一开始看到逆袭2字的时候就应该猜到，见鬼的逆袭系统！他身为当代人皇9州最强者，他逆袭谁去啊？哎呀，什么破系统啊！要你何用啊？江离下定决心不再搭理这个系统。开机晚了500年，还让自己去战胜一个死人，怎么战胜啊？精神胜利法吗？积雷山下有无数强大的修行者等待人皇渡劫，这些人或为大教掌舵者，或为皇族国主，又或者是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这些掌教老祖一身修为，可谓惊天动地。若非如今仙界不显，早就闭关静心，以求渡劫
节飞升，甚至亦有几人渡过成仙劫，只是远不能和江离的渡劫次数相比。他们来此倒不是为了看江离能否渡劫，而是要看渡劫后有没有可能飞升。只是这一次渡劫也注定要让他们失望，成仙劫之后并没有传说中的成仙天梯，成仙遥不可及，这个念头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掌教老祖心头。虽说早有预料，但仍在心中蒙上一层淡淡的阴霾。江离一次山巅飞下，就算是不擅长察言观色的人，也能看出江离心中的失落。若只是一次渡劫没有飞升，江离倒也不会太过失望，而是这突然来了个系统，搞得自己还以为有了什么能帮助飞升的金手指，却不曾想是个废手指。掌教老祖们自然也看得出江离的异常心态，却还是挂上一副欣喜的表情，恭贺江离。恭喜江人皇又度过一次天劫。哪里，只是在一旁看着就让人胆战心惊啊！江人皇却安然度之，想必修为又有精进。侥幸而已。江人皇若能飞升，在仙界也会是一方霸主。飞升之路道阻且长，还需我等一同努力。江人皇可一定要来老夫的宗门，给不成器的后辈开坛讲解修炼心得。江人皇可要给老夫一个面子呀！张前辈说的哪里话？您老人家对江某的教导，江某铭记在心。等过些时日，江某与张前辈交流些修行体会，让晚辈旁听就是。可惜仙界距离我等太过遥远，位置不定，不然以江人皇的修为，以力破开界壁也未尝不可呀。实不知你须弥山一脉最擅长空间之道，若要说谁能定位仙界，非你莫属啊。江离对这些掌教都很客气，一一道谢，也答应了日后会去各宗门开坛传授经验，让这些掌教十分欣喜。与掌教们告别后，江离又唤出系统，刚才须弥山老佛的话给了他灵感。系统能否送我去仙界？系统能否送我去仙界？系统后续会开放空间传送功能，可以带宿主去仙界。能不能现在送我过去？江离大喜，这系统还是有点用的，不愧是金手指。请宿主完成新手任务。你先送我去仙界，通过仙界就能到地府，我在地府找到江一香，然后战胜他，这样就能完成任务了。请宿主完成新手任务。偷扰一下赊账行不行？你总不能让我打一个死人呐！请宿主完成新手任务。什么破系统？江离觉得这不是金手指，而是老天给他比了一个中指。他一边骂系统无用，一边思索如何完成系统任务，比如找到一个叫江一星的，揍他一顿，或者找到一个人强迫他叫江一星，揍他一顿，或者在江一星坟头跳舞。当然，这些都是备选方案。最先选择的方案自然是去老家看看江一星还活着没有，说不定他得到一颗延寿丹一颗不够用，需要10几颗，那他能勉强活到今天。再或者得到高人醍醐灌顶，突破到元婴期，以元婴期500岁左右的天寿，刚好也能活到现在。总之，资质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比如他江离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没有他的刻苦修炼，以及天灵根和无量道体的一点小小的帮助，他也修炼不到大成期。人皇殿9州共尊，地位超然，职责之一是调解各方势力，以免出现修仙势力死斗、生灵涂炭的情况。修炼至巅峰，一念即可青山过海。因有2位修炼至巅峰之人以命相搏，将会给9州大陆带来的危害可想而知。历史上有这种事例，当时老人皇死去，新人皇还未产生，古教与皇朝发生矛盾，最后演变成无法化解的冲突，两方交战，毫不留情地出手，席卷半个9州。胆敢出头规劝的，被古教与皇朝联手覆灭，直至新人皇江离继位，携众生之愿，将古教掌教与皇朝国主斩杀，才平息了这场9州杀劫。9州大陆皇朝与宗门林立，相互竞争，相互促进，这是初代人皇定下的方针，也是历代人皇反复推演得出的结果。修仙之人有求长生的一面，也有勇猛好斗的一面。一味的压制不是长久之计，需要给修仙者一个争斗的路径。因此人皇殿并没有打压其他势力，反而是提供各种帮助，鼓励这些势力竞争，
也正因如此，九州的天才层出不穷，从未断层。也正是这个原因，九州大陆的国家数量才会如此之多。由上千小国、9大皇朝构成大陆基本格局，有万载国运，长久不衰，方可称得上是大国皇朝。江离的老家便位于大周皇朝，只不过是大周皇朝的一座不起眼小城，地处平原，没有山水美景，也无矿脉灵宝。若非是江离的老家，怕是连大周皇朝的人都不知道有这样一座小城。在江离的记忆里，小县城的最强者也不过是筑基期，而曾经有机会突破金丹的江一星，自然算是了不得的天才。江离站在城门口，愣愣地看着那与自己记忆没有半点相似的青城。曾经那矮小布满青苔的青城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以金刚石垒砌而成的高耸城墙和足以让任何体型的异兽坐骑悠闲入城的大门。少年游侠游走江湖，父母带着孩子沾沾人皇灵气，修行者希冀人皇保佑突破瓶颈。凡此种种，导致不起眼的青城从江离成为人皇的那一刻起，变成了一座低调而富有内涵的城池，就连城门的守卫都是金丹期的修行者。正因如此，城门口人来人往，极其热闹。一入青城，入眼看到的就是一尊巨大青铜雕像。雕像男子气宇轩昂，手持长戟，目视四方，犹如仙神巡视凡间。正是人皇江离。本以为回到这里是笑问客从何处来，谁也不认识自己。江离只戴了一顶草帽，草帽阴影下便是和青铜雕像无二的真实容貌。谁想到现实却是天下谁人不识君？青铜雕像周围可是有不少人在参拜，江离都能感受到雕像处传来的信仰之力。他赶紧用法术变换了样貌。劳烦问一下，江家在哪里？江离随便拉着一个人问道。那人看起来年岁颇大，走起路来慢悠悠的，当然实际年龄还是江离大。小伙子外地来的吧？青城人谁不知道江家就在青城的最中心呢？旁边就是城主府。老人笑着说道，伸手一指，就那边。这个老人口音有点重不是本地人很难听懂，但江离本就是青城人，倒是也无大碍。哎呀，听说以前的江家只是个小家族，只是位于青城一角。后来江仁皇继位，便不断有修士来这儿探究江仁皇变强的原因。江家抓住机会，从中运作，一举就成了青城最大的家族。江家虽然没有动宅子，但是随着青城扩张，江家的位置也就逐渐成了青城最中心的地方。有传言还说江家控制着整个青城呢，就连谁当城主那都是江家说了算的。有传言还说江家控制着整个青城呢，就连谁当城主那都是江家说了算的。大周皇朝依法治国，怎么会有这种情况？江离摇头否定了老人的说法。大周皇室精研时间之道，可以追溯时光，任何事情都能真相大白。他见过上一代和这一代的大周国主都是严格遵循律法行事，不曾僭越，上行下效，下面的人也应当是遵守律法。江离也游历过大周，见识过这里的风土人情，也和当地的权势有过纠纷。官府出面解决，也是依照事实裁定，并没有因为那人在当地权势而产生偏颇。江家能影响城主，这话他信，但要说想让谁当谁就能当，这就不合理了。江离见老人知道些什么，继续问道：那江家的老祖宗江一星还活着吗？是什么修为？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你要是想拜访江家，最好还是再等上2天。最近是江家祭祖的日子，风符9日，不见外人。今天是第7日，想不到还能碰上10年一次祭祖，也不知道我这运气算是好还是不好。哼，江离失笑。江家确实有祭祖的传统，10年一祭。自己的原主死去的时候只有18岁，只经历过1次祭祖。
老人怪异地看着江离，徐徐说道：“听老一辈的人讲，江家最开始是10年一祭，自从300年前江仁皇继位之后，祭祖才越发的频繁，从10年一祭到5年一祭，然后才到现在的1年一祭。”老人恭敬地问道：“前辈，您的修为能活300年，修为最少也是元婴期。”江离微微一笑，没有接老人的话茬，而是谢过老人，沿路走到江家大宅。江家紧闭大门，开启阵法，确实是丰富祭祖的迹象。虽有阵法保护，也有几位金丹期修士坐镇四方。不过江离要想进去，还是轻而易举的。以江仁皇的身份，自然会受到江家上下一致的欢迎。江离却不想这么做，他对江家本就没有好感。自离开江家500年来，他从来没有回过这里。即便是这样，江家依旧有脸打着自己的旗号，在青城作威作福，全然忘记了当初是如何冷落欺凌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如今自己再现身，那江家怕是会兴奋到天上去，趁机大肆宣传。江离随意布下一道隐匿身形的法术，大摇大摆地走入江家。江家的大堂与走廊空空荡荡的，只是偶尔有仆人在扫地。以往逞强斗勇的练武场也空无一人，只是从练武场的磨损程度上看出来，是用过很多次。江离如同幽灵一般在江家游荡，他遵循记忆走过很多地方，但500年过去，现在的江家已经和江离记忆中的相差甚远。与之记忆最相近的，便是在穿越之初住的那间小房子。有8分相像，他猜想或许是自己走后有人住了进来，而自己成为人皇后，江家又赶紧把小房收拾一遍，努力还原最开始的模样。江离有些遗憾地摇头，走向祠堂。江家祭祖，由最老的老人跪在祠堂，祈求先祖保佑，其余人待在房间中，辟谷9日，不发一言，以示虔诚。祠堂中，老态龙钟的老人跪在祠堂中，脸上一层一层的褶皱，快要把眼睛都遮住了。江离走到他面前，略施法术，看出老人年轻时的样子，眉宇样貌与江一星有3、4分相像，不是江一星的儿子，就是江一星的孙子，或者更小的小辈。而江一星的供牌赫然陈列在一群供牌的最下方。江离轻轻叹了口气，转身离开江家。江一星终究还是死了，虽然在意料之中，但他还是有些意兴阑珊。江离漫步走出江家，心中唏嘘，被一道凄厉的声音打断思绪。大人，整整10天了，你为何一直不肯派人找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求面见城主。江家对面便是城主府，几名夫妇正苦苦地哀求城主府的护卫要见城主，但护卫无动于衷，仿佛没有听见这些人的哀求。未经城主允许，任何人不得见城主，请你速速离去。另一个护卫倒是不忍心看着，而是耐心解释道：几位，城主府一向人手紧缺，你没有只说你家孩子被人拖走，你发现踪迹后一路跟到青阳才跟丢。青城每日来往人群如此之多，说不定人贩子只是路过，就算我们想去找，也不知要从何找起啊。附近几座城市都有孩子丢失，所有的踪迹都在青城消失，我们的孩子肯定就在这里。他给孩子手腕系着一个带有定位法术的护身符，孩子丢失后，他沿着法术踪迹追到青城，法术踪迹才消失不见。而他又碰见其他几位父母，也是和自己差不多的情况，甚至还有人直接在青城丢了孩子。要说青城没问题，他肯定不信。我家孩子就是在青城丢的，人贩子怎么可能只是路过？另一位面无表情的护卫说道：几位也体谅一下我们人手不足，你们要是能证明人贩子在青城，我们肯定派人去找，如何？这是什么混账话？孩子在这里丢失官员却毫无所谓，这就是人皇之争的所作所为吗？护卫和几位父母的声音越说越大，最后吵了起来，引起江家几位护法的关注。江家祭祖之日，吵吵闹闹，成何体统？一位护法从江家走出，厉声呵斥几人：你等身为城主府的护卫，竟然让一群刁民在城主府前聚众闹事，就不怕城主责怪下来吗？那几个护卫一听，连忙要驱赶这些人。
江离看不下去，便散去掩匿身形的法术，在一旁冷笑：“哼，江家好大的威风，你们都能管到城主府门前。要是这么喜欢多管闲事，那城主府门前的卫生都归你们清理，如何呀？”敢对江家出言不逊，好大的胆子！那几位丢失孩子的父母和城主府护卫也是诧异，现任人皇就出自江家，莫说是在青城，就算在整个大周皇朝，也不敢有人这样说江家。这位莫不是个愣头青？突然从旁边窜出来一位中年男子，连忙拉住江离，一边对江家护法陪笑，一边对江离暗中传音：“小子，刚出江湖就顶撞江家，活腻了，赶紧走！这件事牵扯到江人皇，别趟这趟浑水。”中年男子连忙拉走江离，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两人就不见了人影。哎，人呢？你是哪家的小子？离家前没人告诉过你不要招惹世家吗？中年男子把江离拉到一处偏僻的角落，责备着。他见江离面露青色，做事莽撞，穿的衣服用的是极上乘的料子，必然是哪个大家族的孩子跑出来历练的。若是别的皇朝，我自然不敢招惹不讲理的世家，但这可是大周，法度之国，世家也不敢无视律法。中年男子一听，就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这小子肯定是哪个大宗门或大家族的人，不然眼界不会这般广，出口便是和其他皇朝做比较。须知大周皇朝面积宽广，元婴期修士一辈子也不一定离开过大周皇朝，更不要说把大周皇朝和其他皇朝对比。法度治国，你这话可以用在大周的任何地方，除了江家。法度治国，你这话可以用在大周的任何地方，除了江家。江家背靠江人皇，在大周谁敢惩罚他们？都说江人皇大公无私，但谁又敢保证他对自己的家族不会有私心？据我所知，江人皇离开江家500年，期间没有回过江家一次，这样倒不能证明他和江家淡了关系。哼，这些不过是江人皇为了营造自己大公无私的形象做的宣传，血浓于水。他暗地里没回过一次江家，出门在外别听到什么都信，这世界可没你想的那么光明啊！中年男子做出一副洞悉世界黑暗面的样子。江离心说：“我什么时候回过这里啊？怎么我自己不知道啊？”你说这话可有证据？江离啊，隐隐有质问的意思。不过中年男子正在洋洋得意，没有听出来江离语气的不善。当然有，我曾偷听过江家家主和青城城主的对话。江家家主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江人皇时常偷偷回家看望后辈。江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江家为了扯自己这块大旗，又不敢直接边和自己很密切，便给人一种和自己关系很密切的暗示。你之前说丢孩子和江人皇又有关系，这又是怎么回事啊？中年男子笑容收敛，严肃起来，不想和江离多说，甚至释放出金丹期的威压，让江离知难而退。在他看来，江离不过是炼气几层的小家伙，身为金丹长辈，有必要让这个小家伙知难而退，不要掺和进来这次危险事件。不要谈论这件事儿，对你来说很危险。谁知江离却把力量控制在元婴期巅峰，同样释放威压。我倒是想看看能有什么危险。元婴期这件事很明显和江离有关系，且中年男子对自己有误解，若是把真实身份告诉他，就更不会说实话了。于是江离选择伪装成一名元婴期的修士，元婴期不算太强啊，却可以镇住中年男子。啊，原来是元婴期前辈，是元五行不识真人。元五行冷汗都下来了，谁能想到随便在路边劝阻一位义愤填膺的少年就是元婴期的？看着是少年，说不定对方是活了几百岁的老妖怪。虽然自己之前的举止不算失礼，但万一这位前辈心眼很小，那就糟了。在元五行眼里，元婴期已经是极其厉害的修士了，整个青城都没有几位，青城城主也不过是元婴初期。行了，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现在能说说丢孩子的事情了？江离散去威压，淡淡的问道。元五行经过一番纠结，最终还是狠心说道：“前辈，您能对天发誓这件事不会外传吗？”
前辈，您能对天发誓这件事不会外传吗？修仙一途讲究顺应天道，因此对天发誓不是一件小事儿。大部分修士相信若违背誓言，发誓时所说的惩罚会应验。江离不假思索地伸出2指，严肃地说道：“我对天发誓，接下来元武行对我所说的事不会有第3人知道，若有违背，成仙劫罚之。”嚯！元武行肃然起敬。这是很严重的惩罚呀！若违背誓言，就会面临成仙劫，这对于元婴期来说是必死无疑啊！当然，他不知道江离巴不得多度几次成仙劫呢。前辈，请到比舍一坐。元武行把江离请回家中，熟练地布上几层阵法，想了想，又咬牙捏碎了一块宝玉，布下一层连元婴期都无法探寻的阵法。元武行沏上一壶珍藏的好茶，先给江离倒上一杯，再给自己倒上一杯。事情要从10年前说起。10年前，我已经是金丹巅峰，距离突破元婴期也只差一层薄膜，但这层膜花了我20年都毫无头绪，不得突破之法，便想来青城这里寻找突破的灵机。我刚来青城就发现有人丢了孩子，我又喜欢帮忙，便想帮一帮他们。谁知我一查才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让人毛骨悚然。何止是最近才丢孩子，青城和附近几座城池连续200多年时常丢失孩子，而且丢失的都是不到1岁的婴儿。我又发现丢孩子的时间和江家祭祖的时间很像，江家祭祖越频繁，孩子丢的就越频繁。于是我就调查江家，便发现果真是江家在偷孩子。我偷听过江家家主和城主的谈话，江家和历任青城城主勾结，把丢孩子的事情压下来。最初青城府还派人装模作样的找孩子，最近2年干脆装都不装了，直接说人手不够，不找了。一群混蛋！元武行说到此处额头青筋暴跳，用力把茶杯捏得粉碎。江家背后有人皇撑腰，我若贸然把事情说出去，倒霉的不是江家，而是我。必须找到切实的证据，把证据公布出去。这样一来，就算是人皇亲至，也挡不住悠悠众口。江家要这些婴儿做什么？这不知道，也许是炼制法器。江离盯着元武行的眼睛，声音极其严厉：“你说谎，你在怕什么？”你说谎，你在怕什么？前辈，这件事真的不能说，谁说谁死。江离从储物戒中拿出一面玉制令牌，上面写着道宗，反面则是不断旋转的太极图案。整块玉牌是浑然一体，不似雕刻而成，反倒像是自然鬼斧神工之作。现在呢，元武行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这面令牌，嘴唇都在发抖，像是见到了大人物的害怕，又像是见到了曙光的兴奋。道宗令，您是道宗行走？道宗令，见此令牌者，犹如道宗宗主本人。能有道宗令的，不是其他渡劫期，就是道宗行走，据传不会超过5枚。而眼前这位元婴前辈很明显就属于后者，这位恐怕不是自己之前想的那种活了几百岁的老妖怪，而是20岁左右就修炼到元婴期的修炼天才。本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道宗当代行走张离。江离临时给自己编了个名字和身份，以自己和道宗宗主的关系，对方不会责怪自己。原来您是道宗行走，居然让您发誓，这元武行兴奋的语无伦次。道宗行走，那是板上钉钉的下一任道宗宗主，未来的顶级大修士。道宗作为最古老的宗门，甚至比人皇殿存在的时间还要长，仙人频出，底蕴浑厚，是少有的不惧人皇殿的势力。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是要排除掉江离这个历代最强人皇，有道宗行走参与其中，扳倒江家的把握就更大了。元武行喜形于色，默念好几遍清心诀，才勉强平复心情。我之所以不敢说，是怕牵连到张前辈，江人皇很可能会因此而出手抹杀你我2人。但既然张前辈乃是道宗行走，想必是不惧人皇，江人皇可能修炼魔道。他说完此话，便看着江离，想从脸上看到惊恐骇然的表情，谁知对方却一脸毫不在意的样子，甚至隐隐
有些笑意。江离是真的想笑，自己何时修炼过魔道啊？魔道属于人皇殿重点打击对象，谁敢修炼魔道，谁就要有和整个修仙界作对的觉悟。成仙一途路径极多，足有几十种，有锤炼肉身的炼体道，以身养骨的骨道，炼气化精的炼气道，天地符阵的符文道等等。但唯独有一种是修仙界所禁止的，那便是一人飞升的魔道。魔道讲究的是百无禁忌，不择手段，以众生养一人，死多少人不要紧，自己能活下去，能变强就行。若说在飞升路还在之时，九州大陆还不算很排斥魔道，毕竟就算魔道修炼到尽头，也是飞升，尚在九州大陆的承受范围之内。但在飞升断绝之后，魔道之人便想着血祭九州，以九州众生养出一位仙人，说不定就能飞升，甚至还制造让某个皇朝无一生还者的惨案。介于此，九州大陆修行便达成一项不成文的规定：修炼魔道者，人人得而诛之。您不惊讶？无凭无据，自然不惊讶。江家偷窃的婴儿数量早已过百，江家要这么多婴儿能做什么？定然是血祭婴儿，以形补形，助人破丹成婴，这是彻彻底底的魔道手段。江仁皇能不知道此事？以江仁皇的手段，助人成就元婴何其简单，但他却不制止江家使用魔道手段，说明他不仅仅是放纵江家，自己怕也是魔道中人。只有魔道中人才会放着其他成就元婴的手段不用，任由自己的家族使用极端的魔道方法。张前辈，若我推测为真，当代人皇为魔道中人，九州大陆将面临浩劫呀！还请张前辈将此事告知贵宗宗主。任武行说罢便要下跪恳求江离，却发现自己仿佛被一双大手托着，怎么也跪不下去。张前辈，袁武行还想说什么，便看见江离阴着一张脸起身走出房屋。江离的气势十分骇人，仿佛正处于愤怒的边缘。袁武行咽了口唾沫，没再说什么。袁武行怎么说人皇坏话，诸如江仁皇暗中帮助江家，江仁皇偷偷修炼魔道，江离都会淡然一笑，不会在意，就当听个乐呵。他知道这些事情他没做过，但袁武行猜测江家血祭婴儿则不同，因为江离知道这极有可能是真的，不然难以解释江家为何需要如此多的婴儿啊。仁皇殿是九州大陆反对魔道修行的头号势力，而江家却很可能用着他的名义修行魔道。江离愤怒难挨，以自身为中心，神识扩散数百里，包括京城在内数座城池的情况他都了然于胸，然而却没有任何发现。没有任何发现本身就是问题。他没有发现血祭婴儿的痕迹，却也同样没有发现丢失的婴儿。江离重新用神识扫了江家大宅，江家依旧如之前所见的那样在祭祖，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地下室、密道等地方。出现这种情况，要么袁武行说的都是错的，要么就是把婴儿藏在其他空间。九州大陆有两种使用空间的方式，一种是以储物界为载体，可随时通过储物界进入空间，但这种空间不能容纳活物；另一种则是找一处空间节点，这处空间节点不可移动，却可容纳活物。秘境就是这种方式，空间节点的位置极为隐蔽，如果不是进出空间，在外边根本发现不了。你说的这些事情可有切实的证据？例如用流影球留下江家家主和城主的对话。袁武行见江离再度走入屋内，神色变得和之前一样平淡，全然没有刚出屋那般阴郁。没有，当时动用流影球会有法力波动，瞒不过元婴期的城主。至于其他证据，没有。袁武行说到这里有些失落，随即他接着说，江家祭祖的频率和丢婴儿的频率相近，我猜测江家只是表面上祭祖，实则是在血祭婴儿。不过江家祭祖的时候防备太过森严，我尝试了几年都进不去。此时江家正在祭祖，前辈您可以尝试。我已去过江家，并无任何异常。
江离嘴角微微上扬，似是发现线索的高兴，又像是冷笑。说着说着就发现东西了。江离的神识并未收起，一直笼罩着方圆100里。青城郊外的一株大树下，空间扭曲，走出一位麻袍老者。麻袍老者谨慎地观察四周，确定无人后，起身飞向江家祠堂。江离并没有跟着麻袍老者去江家，而是拉着元武行来到青城郊外的那处空间节点，轻轻一点，空间荡起层层涟漪，最终形成稳定的空间之门。这处空间很小，只有山洞大小。一进入空间，刺鼻的血腥味就扑面而来，呛得元武行咳嗽。元武行勉强适应了血腥味后，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数百具不足小臂长的骸骨堆在了山洞两旁，像是被人随意地扔在一边。头骨脱离脊柱，手骨、腿骨与躯干骨分离，十分凌乱。道路尽头是一处被鲜血染红的祭坛，祭坛上摆放着10几具完整的婴儿尸体，丝丝血气正在从骸骨扩散到空气中，血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让恶心的血腥味再添一份浓郁。不多时，便能看见指尖白骨。元武行忍不住跌跌撞撞地走到墙边，再度扶墙干呕起来。不过他没有扶稳墙壁，手一滑，跌倒在了骸骨之中。他没有力气起身，而是躺在骨堆中，一边呕吐一边大哭。畜生啊！江家这些畜生，他们怎么下去的手？他们就没有孩子吗？江离不语，神情却冷得吓人。江离没有跟着麻袍老人，知道对方跑不了，他来这里是想看看还有没有救回几个人的可能。现在看来，一个也救不回来。中正平和的往生咒在小小的空间中回荡，原本只是低声快语，听不清内容的咒语，逐渐变得高声和清晰，最后几个音节更是震得空间开始颤抖，石子落下，仿佛随时会塌陷一般。张前辈，元武行看着发怒的江离，目瞪口呆，只凭声音就能把空间震动到濒临破碎，这显然不是元婴期能做到的事。江离扭头看着眼眶红润的中年汉子，露出白森森的牙齿，笑道：“咱们去江家逛逛。”江家祠堂内跪着那位老人，是江家最老的前辈，同时也是江家族长。见麻袍老者到来，江族长颤颤巍巍地拄拐杖，起身指晚辈礼，面露喜色。老祖宗比计划提前2日出关，是否已经突破元婴巅峰，迈入化神了？麻袍老者摇摇头，遗憾地说道：“迈入化神谈何容易，只是可惜了那10几名婴儿，血祭后对我的修为并没有太大帮助。看来要想突破化神，不能只靠血祭婴儿，要谋寻其他方法。”江族长遗憾之色一闪而逝。方才有供奉传话，说这回丢失孩子的父母在青城四处宣扬，甚至在城主府门前大闹。这次怕是难压下来了。老祖宗换种方法也好，咱们这些年偷了太多的婴儿，已经有人怀疑到咱们头上了。谁？是一位叫元武行的金丹三修，他近几年一直想在咱们祭祖的时候潜进来。麻袍老人嗤笑一声，浑然不在意。看来是发现祭祖频率和丢孩子的频率相近了，一名散修捉来正好用作血祭。对了，既然那几个丢了孩子的渔民泼妇一直闹事，那不如正好捉来一同血祭，让他们和孩子团圆。是。好感人呐，那你怎么不去下面和你父母团聚呢？谁？麻袍老者回头怒视，看看是谁出言不逊，同时身体也飞速后退。他并没有感知到有人到来。
能瞒过自己感知的，要么是同为元婴巅峰擅长隐匿法术的修士，要么是化神修士。他一连发出数道法术，都被江离拍散。江离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巴掌，直接把麻袍老者扇到供奉着牌位的桌子上，牌位散落一地，更是把麻袍老者的半口牙齿拍碎了。你！麻袍老者大为震惊。他能感受到江离和自己一样都是元婴巅峰，但对方的动作却快到自己反应不过来。江离一生经历过的生死搏斗，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战斗经验何其丰富。别说把修为压到元婴期，就算是压到金丹期，他同样能轻易击败麻袍老者。江离依旧面无表情，不言不语，沉默地进行战斗，把麻袍老者摁在桌子上，一拳接着一拳捶，一拳比一拳重，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还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恭喜宿主战胜江一星，新手任务完成。江离听到系统提示音，没有半点喜悦，依旧用元婴期的力道狠揍江一星。他怕用更强的力量直接把他打死。江离用神识扫描到空间节点的第一时间，就认出麻袍老者就是江一星，而他变换了样貌，江一星没有认出他就是江离。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江仁皇，江离的哥哥。是吗？江仁皇的哥哥，好大的威风！仁皇都没你威风，给自己立牌位，知道自己该死是吗？还是说对外诛死你？江离心中愤怒难挨，他每说一句就捶一拳，一直捶到江一星七窍流血，神志不清才停手。江离捡起写着江一星名字的牌位，冷哼一声，用祭祖的信仰之力消磨掉体内婴儿的怨气。小聪明。江离拖住江一星的脚腕往外走，出门的时候，江一星的脑袋狠狠地敲着门框，发出咣当一声。当家人早就听到祠堂有动静，一见江离出现，纷纷出手要诛杀此贼。除了少数几人，江家早以为江一星已经死了，并不认识江一星，因此攻击江离的时候没有避开江一星，有几刀落到他的身上，不过和江离的拳头比起来这些攻击不痛不痒，江一星还死不了。江离用空闲的手就挡下所有招式，击倒出手之人，轻轻松松。前辈，您这是？袁武行跟在后面，被江离的举动吓了一跳，直接干翻江家，擒拿元凶，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当然是要把事情闹大。闹大？袁武行不懂江离要干啥，只觉得这名道宗行走法力高深，形势难以捉摸，不然怎么看出来到底有多少人敢包庇江家？到底是一城之主、一府之主，还是说是更上层？袁武行听得澎湃不已，这是要翻天的节奏啊！你去把丢失孩子的父母叫上，就说凶手找到了，正在城主府接受审判。是。京城城主姓曾，他认为自己的仕途异常顺利，从一介小吏开始，就不断的被贵人看上，一路高升。现如今更是做到了这个不少同僚打破脑袋都要坐上来的青城城主之位。搭上江家这条线，虽然没有直接见过仁皇殿下，但搭上了江家，不就相当于搭上了仁皇吗？要知道，曾经的几位青城城主，如今可是地位极高，最高的那位已是知府，让自己十分羡慕。曾城主正如往常一样，准备提前休息。临近傍晚，虽然没有到下班时间，但他身为城主，提前半个时辰下班也不会有人说什么。而正当他要休息的时候，却有手下告诉他，门外有人有大案要请城主裁定。曾城主很不高兴，有大案就意味着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下班时间要延后溜。你去告诉外面那人，就说我有事外出，让他明日再来。大人，据内人所言，他们抓到了偷走孩童的凶手，正是江家死去的老太爷江一星，而那江老太爷如今已经被他们打得神志不清。民众听闻纷纷赶来，如今咱们门口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混账东西，这种事情不早说！曾城主大惊失色，一脚把不知轻重的手下踢翻，连忙整理衣冠，端坐大堂。门外何人宣道？押上来！曾城主高居大堂之上，神情肃穆而威严。江离踱步走入大堂，如同拎着小鸡仔一样，拎着江一星，旁边是激动难挨但又战战兢兢的袁武行，身后则是十几位哭哭啼啼的父母，对江一星又踢又骂。再往后则是看热闹的群众。大周律法明文规定，地方官员裁定案件应当公开。此时曾城主十分痛恨这道律法，众目睽睽之下，他很难包庇江家。我有大案要报。江离把江一星放到地上，向曾城主拱手讲。我叫张离，青城人士，元婴散修。这位是我的同伴袁武行，金丹散修。我二人听闻青城近年来多有婴儿丢失，而京城官府人手又不足，便私下调查，终于抓到罪魁祸首。江离顿一顿，一指地上的江一星，罪魁祸首就是江家的老祖宗江一星。大堂外的群众听到江离此言，瞬间哗然。那十几名丢了孩子的父母闻言，便是嚎啕大哭。要不是有护卫拦着，早就冲进大堂要江一星偿命了。他们被袁武行告知，自己的孩子已经被血祭。张理，话不可乱说。江家世代为良，更是出过江仁皇这等人族豪杰。若你毫无根据胡乱推测，本官就要定你个诽谤之罪。曾城主语气平淡，却隐隐有威胁之意。证据自然是有的，江家为何频频偷盗婴儿？江一星资质平庸，修炼到金丹都勉强，因此他便想到了用魔道手段血祭婴孩，以婴孩之形补元婴之意，以此才能突破元婴，延长寿命。江离无视曾城主的威胁，慢条斯理地分析，不知我说的对不对？江一星。江离俯下身子，看着面容苍老却面色红润的江一星，这是吸收婴儿气血导致的。你到底是谁？江一星躺在地上，重伤的动弹不得，心中大为震惊。除去和自己同辈又同在青城的人，谁会知道自己的资质平庸，处于筑基期，金丹难成的水平？用我的名号扯大旗，你却认不得我吗，堂哥？江一星瞪大眼睛，瞳孔中倒映着变幻模样的江离，终于从他身形和眉宇神情中隐约看到曾经离家出走的那人模样。巨大的恐惧笼罩住江一星，江离亲手出手整治江家，那他绝无生还的可能。别说青城城主包庇他了，就算是大周皇帝亲至也无用。他想用尽力量大喊出江离的名字，却被江离一道法术偷偷打昏，不知几日后才能醒来。听到江离说江一星修炼魔道，围观民众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江家的老祖宗仁皇的堂兄竟然修炼魔道，这可是巨大的丑闻。这要是传出去，怕不是会被其他皇朝的人嘲笑，笑他们以律法为傲，却管制不严，笑仁皇之乡魔道横行。江家族长拄着拐杖缓缓走来，人们自动为他分开一条道路。见老祖宗昏倒在地，连忙上前查看，发现老祖宗只是受伤昏迷，根基未损，这才松了口气，对着江离愤怒地说道：你是想说我家老祖宗利用婴儿修炼，体内必定会有婴儿怨念？可以，你尽管测，但是你得记住，如果查不到婴儿的怨念，那你将会为侮辱江家和青城付出代价。江族长说是九州大陆通用的检查魔道的手段，魔道修炼伤人利己，因而体内大多会有怨气，更不要说江一星这个用几百名婴儿修炼的人了，体内的怨气怕是有冲天之多。江族长真是老糊涂了，你怕不是忘了你们用信仰之力消磨掉江一星体内的怨气了吧？信仰之力能消磨掉怨气，这是罕有人知晓的事情。他不明白江离是怎么知道的。不过事到如今，想这些也没用了，赶紧把这件事儿压下去才是最要紧的。怨气虽能消磨掉，但婴儿的尸骨可还留着呢。我偶然间发现了一处空间节点，
那里堆满了婴儿尸骨，大人不妨带人去看一看。大人，万不可听此人一派胡言呐！此人刚入城1天，此前从未来过京城，哪有人用1天的时间就碰巧发现了一处空间节点，还一口咬定是我江家的？此人定是其他家族找来的人，用来污蔑我江家，还请大人明察呀！江族长之所以来晚，就是派人去暗中调查江离的身份，处理证据，只可惜太过仓促，只查到江离刚来青城，空间节点那里还没有处理干净。哎呀，天色已晚，此案错综复杂，难以下定结论。为了查明真相，择日再审。江一星暂且押入大牢，退堂。早就说过让你们收手，你们不听，如今可倒好，被人发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老祖宗执意要这么做，谁拦得住？你当初可是跟我说，这件事是江仁皇暗中授意的。哎，是老祖宗执意这样做，江仁皇勉强同意的，就不能请江仁皇亲自出手压下此事？哎，有他老人家出手，圣上也要卖几分面子啊！哎呀，难呐！江仁皇向来是随心而动，想何时来就何时来，江家没有联系他的手段。江族长其实很想说，哪来的江仁皇啊？我们要是真能联系上江仁皇，还能费尽心思骗一任又一任的城主啊！哎，那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两手准备吧。老祖宗做事严谨，能被称为证据的只有血祭婴儿的那处空间。我已经派人去处理了，但是也不好说他们两人能搞出什么幺蛾子来。袁无形倒是好说，畏畏缩缩，心智不坚。倒是那个叫张离的不好对付，之前从未听说过此人，偏偏战力又极高。从他生擒老祖宗的动作来看，说的是京城第1高手都不为过。东吴是不行了，我今天晚上亲自去找他，看看能不能把他们劝走。此事关乎人皇名誉，此人应该不至于不顾人皇名誉，强行状告老祖宗。哦，如此甚好。只是还有个问题啊。什么？袁五行是谁啊？我看你对着我的时候挺能说的，怎么到了堂上就不说了？说不定人家曾城主压根就没注意到你。胆小，没见过这种场面，脑袋一时有些懵。你呀，用10年时间调查江家这个庞然大物，明知希望渺茫，却依旧坚持。要有人说你心智不坚，肯定他是有眼无珠，但你一到关键时刻就胆怯。今日在江家如此，在堂上如此，你当初试图突破元婴也是如此。我道宗讲究性命双修，而你如今只是在修性，没有修命。谢前辈教导。我怀疑江家会派人去那处空间消灭证据，咱们快去阻止。就怕他们不去那处空间，不然怎么把事情闹大呀？可是张离先生和袁五行先生。老朽自知有愧于苍生，若能揍老朽一顿，缓解袁五行先生之恨，老朽绝无二话。江族长拄着拐杖伫立在门外，眼皮耷拉，带有歉意，以金丹期的修为面见一位金丹巅峰和一位元婴巅峰的敌人，身后却没有随从跟随。袁五行如何不恨江族长啊？如果说江一星是罪魁祸首，那江族长便是最大的帮手。那些婴儿之死，绝对能算到江族长的头上。你来干什么？威胁我们？老祖宗虽然有错，但有再大的过错也大不过人皇啊！人皇堂兄修炼魔道之事，要是传遍九州，那世人会有何感想？难免心生芥蒂。要是再有心人的推波助澜，这会对人皇的名誉造成多大的冲击？九州之外有域外天魔虎视眈眈，幸亏有历代人皇举起九州大旗，力敌天魔，这才是九州幸免于难。人皇之力在于信仰，若是动摇人族对人皇的信仰，
姜人皇的势力必有衰减，这对于我九州来说是何等的危险呢？我知两位心系苍生，是正义之士，我姜家只是暗地里的小人，但是对于天魔，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还请两位为九州亿万生灵着想，罢了此事吧。老朽在这儿先谢过两位先生。袁武行被姜族长这一番情真意切的话语和动作所感染，心中不自觉地想着，要不此事就算了吧，真对人皇产生什么影响也不好。退一步说，就算人皇修炼了魔道又如何呀？人家那也是为了抗击天魔，是为了天下苍生。人皇之强，一半在于其自身有强横的实力，而另一半则是因为历代人皇都有信仰加持，两者相乘，使得人皇的力量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虽未成仙，却胜似仙人。九州之外空间紊乱，数百年就能碰上一次域外天魔袭击，但每一次都会给九州带来灭顶之灾。人皇作为九州第一高手，首当其冲与天魔厮杀，有半数以上的人皇是死在这个过程中，少有人皇善终。姜人皇若是因为信仰衰退，导致其在日后与天魔的战斗中陨落，那他袁武行还真的是要愧疚一生啊！姜族长这话说的在理，只是姜家既然早就知道可能会动摇人们对人皇的信仰，为何还要血祭婴儿？哎呀，老祖宗贪恋世间繁华，想要突破元婴，多看几日。谁曾想一失足成千古恨，想回头都难了。姜族长这是说的哪里话？姜家有回头之意，我岂能不成全？姜族长心中一喜，这种自誉为正义之士，果然不能威逼利诱，要用大义说服他们才行。谁知姜离继续说道：就算我和袁武行不再状告姜家，也会有其他修士前来调查此事。我给姜家指条路，大周律法规定不追究已死之人责任，还请姜一星知错就改，自杀吧。姜族长脸上笑容僵硬，竟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反驳之话。确实，只要老祖宗一死，此事就算了结。但这怎么可能啊？我是来演戏让你们不再闹事的，怎么演着演着把我们家老祖宗演死了？张离先生说笑了，不过是肺腑之言。姜族长脸阴沉的能滴出水，缓缓起身，不再有之前那副悲天悯人的姿态。看来张离先生是非想要此事做个了断呢。袁武行这才反应过来，他之前都是装的，随即就是一阵后怕。这种老狐狸果然可怕，真就是一句话一个表情都不能信。幸亏有张离前辈在，谈不上什么了断吧，只是喜欢做事有始有终。姜族长请吧。姜族长冷哼一声，摆袖离去。张前辈，要不咱们就这样算了？你怕了？谁会怕姜家那些畜生？我现在一想起来那些尸骨，胸中就有一股怒气。袁武行梗着脖子，额头青筋暴起，但他随即又蔫了。不过咱们要是真影响了对人皇的信仰，继而影响到对抗天魔，那咱们可就真是万古罪人。几百名婴儿的死去固然是大事，但人皇守卫九州却是比大事还要大的事儿。若让袁武行选择，他多半会选择后者。想多了，我家长教曾与我说过，当代人皇天资出众，远超历代，信仰之力的力量加成，对于姜人皇来说，有挺好，没有也不影响什么。袁武行随即释然。姜离没有说的是，他每次渡雷劫都会变强一点。当他第4次渡劫后，信仰之力对于他已经是无用之物了。他在160年前练了一尊青铜鼎，至于人皇殿中九州所有对他的信仰都不会加持在他身上，而是会进入青铜鼎中，留给下一任人皇用。系统，恭喜宿主经历刻苦修炼和艰难搏斗，击败姜一星，是否结算奖励？姜离嘴角抽搐，很想问问系统所说的艰苦修炼和艰难搏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结算奖励，这力量，居然还没我一次呼吸产生的多。这是给练气器用的，那没事了。按照姜离的估算，当初如果能用上这股力量，那自己在筑基之时就会达到完美的境界。这可是各大宗门的核心弟子才有的待遇，比之一般筑基期修士的基础要浑厚许多。
战力也超出了好几个层次。好东西啊！江离表扬了一句，然后把这股力量排出体外。开玩笑呢，谁会炼化来历不明的力量？这部炼体功法很强，就算是化神期见了都是如获至宝。用2分钟看完介绍，3分钟稍作推演，江离的结论是：浪费了自己5分钟。发布新任务。你加入华云宗后，华云宗大长老的孙子云波认为你的5行灵根拉低了门派的平均灵根水平，处处刁难你，请你用压倒性的力量战胜他。本次任务可选择放弃。本次任务奖励1次醍醐灌顶的机会，1片神秘的地图残片，1件任意样式的上品灵器，可进阶。300年前回到华云派的时候，云波已经修炼到元婴期了。再加上我给的几粒延寿丹，活到现在问题不大。开启新功能商店。系统没有其他世界的商品吗？请宿主先前往其他世界。江家做事迅速，只用半个晚上就把那处空间清理得干干净净，又用2天2夜时间反复检查，确认不会再留下任何把柄，这才施施然告知曾城主可以升堂再度审理。本官裁定江一星无罪，你2人若不服从本官的裁定，可以自今日起15日内向知府申诉。这是申诉状。大周皇朝划分为26个府，每个府下设有几十个大城池。如今的青城就属于大城池，归天庆府管辖。而申诉状当然是要交到天庆府知府龚鹏手中。龚知府收到申诉状后，把江族长和曾城主叫来，详细询问了一遍事情经过以后，心中大定。张离、袁五行，在升堂前要告知你们。本官裁定为最终结果，除非有新的证据可以推翻原裁定，否则你们2人不可再往上申诉。听清楚了没有？清楚。不过在升堂前，我要追加1人为被告。可以，但本次本官裁定依旧为最终结果，你不可以以临时追加人为由上诉。我要告青城曾城主，其在任职期间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我怀疑本案最重要的证据血祭婴儿的那处空间被破坏是曾城主所为，还请龚知府上奏朝廷，申请追溯时光，还原现场。9大皇朝之中，只有大周皇朝敢以法立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周皇族精通时间之道，能逆时光长河而上。不过时间之道因果慎重，不可轻易动用。因此大周规定了几种特殊情形可以动用时间之道，比如案件在国家范围影响巨大，再比如案件涉及7品官员以上的廉洁性，而曾城主则是5品官员。你血口喷人！张离，你真的要申请朝廷追溯时光？龚知府盯着江离，眼神冰冷，他觉得自己被江离算计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追溯时光，不仅能看到江家人破坏空间节点，更能看见江一星在那处空间修炼魔道。一旦江一星修炼魔道的事情被捅破，那所有在青城担任城主的人都会被朝廷排查一遍，到时候自己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我确定。你真的要申请吗？我确定。张离是吧？好得很，你好得很呢。龚知府都没出手，只用杀气就把你吓成这样，好歹也是金丹巅峰，丢不丢人啊？张前辈，龚知府那可是元婴巅峰，面对那种等级的杀意，金丹期可顶不住。借口，我在金丹巅峰就杀过元婴巅峰。前辈好身手。混蛋！在青城任城主是我最大的败笔。你家老祖宗想多活2年，让他自己想办法，别让我们给他擦屁股。你不是说你家老祖宗修炼魔道是人皇暗许的吗？赶紧联系江人皇，
如今只有他发话，才能保住我们。向来只有姜仁皇联系我们从来没有联系过姜仁皇。也就是说，姜仁皇靠不住了，是吧？如今只有一计可行。是什么？派人做掉那个张离吗？蠢货！张离刚申请时光追溯就被杀死，这不是杀了张离，这是打了朝廷的脸。朝廷要是不管此事，威严何在？到时候查下来，咱们都得完蛋。三皇子仰慕仁皇功绩，因此他有意提拔我们这些在青城做过城主的官员。我们现在请人只能说动三皇子，让他进行时光追溯，包庇咱们才有活命的机会。可是咱们谁有资格见三皇子？青城当城主以后高升的可不止我一个，他们现在的职位可不低。如今东窗事发，谁也跑不了，让他们帮忙托人。姜仁皇的堂兄修炼魔道，还得到姜仁皇首肯，此言可当真？回殿下的话是真的。我在青城为官之时得知此事，心中也是十分的震惊。姜仁皇位高权重，知己者不过二三，因此格外的重视亲情。但他身为仁皇，又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他其实不忍心见自己的堂兄死去，于是暗中授意他的堂兄可以修炼魔道，突破元婴，延长寿命。如今仁皇堂兄修炼魔道一事，一旦被那两个愣头青落实，说不定姜仁皇授意修炼魔道的事也会翻出来。如若真的发生那种事，姜仁皇的口碑就会一落千丈啊！殿下，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掩盖下来，姜仁皇得知之后，说不定还会感谢咱们。仁皇声望，感谢咱们。仁皇宅心仁厚，不忍兄弟死去。魔道大不过兄弟情，此事我已知晓。青城有元婴修士涉嫌修炼魔道，青城城主可能存在徇私枉法，销毁证据。现在需要有人前往天庆府追溯时光，有谁想去？回父皇的话，儿臣想去。那就老三去吧，老四陪同。此事已定，退朝。四弟，过来一下。三哥，什么事儿？你可知道这次父皇让你我二人追溯时光的案件背景？不就是青城城主帮一名元婴修士修炼魔道吗？那名元婴修士的背景不简单，是姜仁皇的堂哥，更是姜仁皇唯一的同辈亲人。什么？追溯时光的地点定在青城郊外，因此提交申请状后，姜离和袁武行又回到青城。这几日，袁武行过的是胆战心惊啊！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元婴化神修士不断来访，里里外外的皆是威逼利诱，让张离前辈好自为之，撤掉申请状。理由无外乎什么影响人皇啊、大局观之类的东西，听得姜离是直打哈欠，完全没有新意。对于这些人，他都客客气气地怼了回去。有位化神修士涵养功夫不够，被姜离一句你懂什么姜仁皇怼急眼了，暴怒出手。姜离当场就给袁武行表演了一场经典的天才元婴逆战老牌化神。请问张离在这里吗？是的。你也是想劝张前辈撤掉申请状？来者披着一件斗篷，眼中金光一闪。哼，原来有很多人找过张离啊！我还以为我大周开朗清明，不会有太多阿杂龌龊。是啊，你是第21个还是第22个来着？记不清了。听我一句劝，放弃吧。你就是此间房屋主人袁武行吧？你误会了，我是张离的朋友。听说他来大周，特意找他来叙旧。袁武行刚想说什么，就听见姜离在房间内喊道：“武行，让他进来吧，他确实是我朋友。”要不是认出申请状上面是你的字迹，我都不知道你来了大周。怎么不和我提前说一声，我也好欢迎你。本来只是想回家办点事儿就走，谁知道能牵扯出这么一大串人。来者摘下斗篷，露出俊朗的面孔和端正的五官，最引人瞩目的则是那双重瞳。圣上，你还没跟他说你是谁呢？姜离。没办法，谁叫他一见面就说我坏话，不换个身份怎么从他那里知道实情啊？姜离无奈耸肩，五官稍作调整，变回原来的模样。您是姜仁皇。当姜离变回原来模样的那一刻，袁武行大脑一片空白，彻底放弃思考。当他回过神的时候，满脸涨红。他之前可是一脸神秘跟姜离说什么
偷婴儿案背后有姜仁皇支持，姜仁皇纵容堂哥修炼魔道，姜仁皇自己修炼魔道。袁武行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老白要是知道你是道宗行走，很高兴的一年不睡觉。临时身份，临时身份。江离被周皇机指盯得浑身不自在，连忙转移话题，拿出流影球。周皇机指略微运转法力，就看到流影球的内容。青城郊外空间节点附近人头攒动，京城附近的群众都赶过来，想看看追溯时光是怎样一种情形。这可是涉及时间之道的法术，极其罕见。时辰已到，准备进行时光追溯。两位子侄手法很娴熟，结印速度在这个修为已经算很不错的了。江兄不用给我留面子，这两个小子分明是炫技成分居多。这要是战斗的时候还要走这么多程序，早就被人打死了。此事我已查明，江一星并未修炼魔道，曾城主也没有破坏证据。你二人对这个结论可满意？我们两人是否满意不重要，不过恐怕这位兄弟不是很认同你们给出的结果。两个丢人现眼的家伙，还不给我滚下来！儿臣参见父皇。原来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父皇。跪在地上的江族长等人瑟瑟发抖，脊背发凉。圣上为什么会在这里啊？为什么会站在张离那边啊？为什么语气如此不善呢？全场还立着的，除去周皇机指，便只剩下江离。众人心有疑惑，但谁也不敢说话。三皇子心里有愧，便想先发制人，转移周皇注意力。大胆！张离，你见到父皇竟然不跪！闭嘴！还不够丢人！我问你们，你们在时间长河里到底看到了什么？父皇，此处人多眼杂，可否容儿臣回去后再做禀报？没什么不能见人的，就在这儿说，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天天说话遮遮掩掩大炫技，我这样教你们的？我和三哥看见江一星血祭孩童修炼魔道，江族长和曾城主沆瀣一气，掩饰证据。为什么说假话？你们是否知道，一旦放走江一星，这两个人就会陷入无尽的报复，到时候连尸骨都不一定能留下来。儿臣担心此事会牵扯到姜仁皇，对国家不利，对姜仁皇不利，为大局考虑，便选择了隐瞒。好一个为大局考虑！朕竟然不知道四儿的大局观已经超越了朕。来吧，说说看，是怎样的大局观让你做出损害国运之事？仁皇修炼魔道，你就推测出这么个玩意儿？凭空想象姜仁皇的为人处事和事实南辕北辙。父皇，你为何能肯定姜仁皇没有修炼魔道？江一星是仁皇的堂哥，没有仁皇的许可，他江一星敢修炼魔道？我凭什么能肯定？就凭姜仁皇亲自把江一星抓起来给咱们审判。姜仁皇相信大周是个法治国家，任何违法犯罪都能得到公正审判。可你们都做了什么？欺上瞒下，拉帮结派，无所不用其极的想把江一星的事情掩盖下去。你们知不知道姜仁皇看了咱们大周整整10天的猴急？吉兄消消气，这几日的事情很值得反思，我可没有当作细看。这时他露出了原本的面貌，顿时惊呼声此起彼伏。人们对周皇机指是畏，对仁皇江离是敬啊。京城人对这张脸太熟悉了，一进城就能看见这张脸的青铜雕像，有周皇和仁皇压阵，案件进展飞快。周皇更是拿着流影球，配合追溯时光，把涉案人员一一缉拿。江家除少数不知情者外，悉数押入大牢，秋后问斩。在京城做过城主的，只有2人对江家的事不知情，其他原城主押入大牢，秋后问斩。江一星押入天牢，处以神刑俱灭之法。周皇借机严查贪污包庇，大周官场是一阵动荡。姜仁皇好生威风，坐在这里一言不发都能把这帮囚犯给镇住。你应该庆幸这里是大周，
要是在其他皇朝，我在姜家就击毙你了，哪管他律法如何规定的。大成期果真不同凡响，哪像我天资一般，没有天灵根，也没有无量道体，不用巧劲儿，一辈子就死在筑基期了。别在这里装傻充愣，我最开始修炼的时候，天灵根自会，无量道体闭塞，对外只是最差的五行废体，要不然也不会被你欺负。能修炼到大成期，面临的生死危机连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我尚且都不欺凌弱小，你却反其道而行之，屠杀婴孩，哼，真是毫无人性。你从哪里得到血祭婴儿的办法？又是从哪里知道信仰之力可以消磨掉婴儿的怨气的？大概是380年前，一名黑衣人来到面前，随手一指，便将我从筑基提升到金丹。当时天寿将至，我却苦苦徘徊在筑基中期，只能等死。黑衣人却让我又能多活100年，我自然是连忙感激他。他又告诉我血祭婴儿之法，我从死复生，比谁都渴望活着，对血祭之法十分异动，但又担心婴儿的怨气会暴露我修炼魔道。黑衣人看出我的犹豫，便告知我信仰之力可以消灭怨气，接着就消失不见。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江离暗道，如果自己依靠信仰之力，那江一星的事儿一旦爆发，对自己的冲击是巨大的。这是一场针对自己的阴谋，还是只是单纯的在传播魔道？但380年前自己还只是人皇候选，莫非黑衣人给所有的人皇候选都留下过暗手？要是老纪能追溯到380年前就好了，可惜啊，把他寿元烧尽了，都追溯不到那么远。呼叫人皇殿统领张孔虎。江哥，俺正想联系你呢，出大事了。张孔虎是有些黝黑的壮汉，2条粗壮的花臂像是成天的巨柱，孔武有力，像是黑熊、野猪、大象一类的妖怪化身。身为巫族出身的他，在炼体方面颇有心得。据说四海龙王书写的江离人皇镜就有他在暗中帮忙。只是这样一个强壮的汉子，如今这模样啊，却很是凄惨。2轮紫青色的眼圈分外瞩目，脸上、胳膊、小腿等等，凡是露在外面的地方都有淤青。看那姿势，骨头怕是也断了几根。你又和你媳妇儿吵架了？没有，前几年孟姜黄纳了一位妃子，金屋藏娇，不想让外人见到。他自己也不理朝政，入主金屋，这些江哥你是知道的。江离确实听说过孟姜黄沉迷美色，不理朝政，致使孟姜皇朝朝堂一片混乱，黎民百姓民不聊生。不过这也是很常见的事情，毕竟有的皇帝沉迷修炼，闭关几十年，比孟姜黄更过分。这种情况不属于人皇殿管辖的范畴。若有皇帝懒政怠政，人皇殿就出手管一管，那他们人皇殿管的也忒宽了，还不如直接一统九州算了。大魏皇朝的魏皇和孟姜黄的关系极好，魏皇出关后便去金屋找孟姜黄，看看新纳的妃子究竟如何貌美，能让孟姜黄至此。孟姜黄倒也是允许了，可没想到这一看就出事儿了。魏皇好美女，这是谁都知道的，可俺万万没想到，魏皇竟然说让孟姜黄把妃子让给他，临时攻伐国土，任由孟姜黄挑选。那孟姜黄自然是不愿意，两人大吵了起来，最后甚至动起手来，把孟姜黄的半座皇宫都打塌了。还不算完，魏皇非要这名妃子，孟姜黄说绝无可能，魏皇说战场上见。孟姜黄说好，这两人最后还说在战场上见生死。那你这仗是怎么回事啊？谁打的？这才是问题啊，江哥。你也知道，俺们人皇殿统领的职责之一就是维持九州的整体稳定。我知道魏皇和孟姜黄的约战之后，立即赶到孟姜黄那边，想要劝解双方。谁知道俺一见那妃子，整个魂就被勾走了。那是长得真漂亮啊！
美若天仙，不，仙女都没她美。俺当时都想把那妃子抢走，身体差点不受控制啊！情急之下，俺没别的办法，只能狠狠地揍自己一顿，通过疼痛清醒过来。江离笑容收敛，表情逐渐严肃。之前说魏皇和孟姜皇因为妃子打起来的时候，江离没有多想。在他看来，这两人能当皇帝，纯属于矮子里边拔高个。皇室无人可挑大梁，跟周皇比起来，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的。守正之君都算抬举他们，两人因美色赌上国运，也不是没可能。但张孔虎就不一样，能成为人皇殿统领，修为且不论，心性肯定是上上之选。一个妃子能美到令张孔虎这个粗人都心动到无法控制自己，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在江离的全速移动下，仅用半日就横跨大半个九州。当江离还没有赶到孟姜皇朝的国都，他就能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如同闷雷。远远望去，有3道人影飞在国都上空，激烈交手。张孔虎战斗的是酣畅淋漓，巫族血脉激发到极致，后背12祖巫的纹身都在微微发光，古朴厚重的气息是扑面而来。天上星河闪烁，无数星光泼洒在孟姜皇身上，使他每一拳都如同陨石落下，轰得张孔虎生疼。魏皇手持传国玉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篆字印在空中，犹如天意当空，遮天蔽日，呼风唤雨。美人只配强者拥有。大老粗滚粗！这里是孟姜皇朝，你们都要听我的。都冷静点！江离瞬间来到这3人上空，一巴掌把这3个失去理智的家伙拍到土里。这3个人啊，费了好半天的力气，才从人形大坑里爬出来。江哥，你这下手有点狠呐，差点把俺骨架都拍散了。幸亏你们神智尚存，知晓战斗不能波及他人，便飞到空中交战。你们要是敢在国都交战，我一巴掌把你拍到地府去。张孔虎不敢说什么，只能嘿嘿傻笑。姜人皇，姜人皇，能否让我见一见那名奇女子？红衣美人安静地躺在金床熟睡，娇小的身躯微微弓起，樱唇微起又闭合，像是一只熟睡的小猫，极为可爱。那女子五官精致，不似人间该有的美貌，雪白脖颈纤细修长，身材是曲线动人，一双玉足玲珑精致，让人忍不住拿在手里把玩。江离一见此人，波澜不惊的心境都有所动摇。此人他见过，准确地说是见过画像。那画像用矾纸矾墨所画，却被列为禁品，就是因为画的是这位女子，一名本该死去的女子。美人经常睡觉，我带她来到金屋3年，她就睡了3年，期间很少醒来，就算是外面动静极大，她也不会被吵醒。此人你是从哪找到的？当初西狩，我独自一人来到丛林深处，本想打头黑熊，没想到却发现有这样一位天仙般的美人在古树沉睡。我自觉肉体凡胎，不配触碰美人，用虚空托力把美人带回皇宫，建起金屋，用来安置美人。姜人皇，您见到美人就没什么感觉？感觉很美。没了？我见过的女子里面最美的。没了？没了。就没有一种据为己有、供起来欣赏的冲动？没有。姜人皇心性超乎常人了。此女关系甚大，我去一趟红尘净土，有些事情需要确认，还望2位国君守好本心，不要被美色沉迷双目。还有孔虎，替我看好金屋的门，我回来之前别让任何人进去。九州西域有2大宗门最为瞩目，一是有着慈悲为怀的佛门，一则是只有女子的红尘净土。佛门为功德行善天下，修来世福报，最为众人所知悉。红尘净土近乎掩饰，少有人外出，世人只闻其名，不见其人。是故有关红尘净土的传说甚多，真实性却极低。江离冒昧来访红尘净土，还望见谅。既然是冒昧来访，那就恕不接待。一道令江离熟悉的声从阵内传来，其中的厌恶之意毫不掩饰，正是红尘净土的掌教青玉道姑。江离知道各种原因，青玉道姑倾心须弥山的一位佛子，但那佛子却心术不正，被自己斩杀。青玉道姑虽然之后移情别恋，又倾心另一位佛子，但依旧不忘前情人之仇。之后红尘净土有一株仙树濒死，便悬赏天下，说救活仙树者可在宝库内任意挑选一件宝物，
江离救活仙术后上门讨要宝物，青玉道姑倒是守约让江离入库挑选，但言语之间多有讽刺。江离愤怒之下要走宝库钥匙，致使红尘净土的弟子不得不下山想办法挣钱，造就许多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10年后，江离才把钥匙还回去。师尊，江仁皇来访，咱们岂能无礼？江仁皇风采依旧，逍遥自在，静心向往。一别多年，静心圣女还是这般温柔，比无理取闹的某位道姑强上许多呀。我此次来是有事请教。江仁皇，请上山说话。我怀疑那是贵宗祖师，他复活了。江离没有见过红尘净土的祖师，但却在宝库中见过他的画像，当时是惊为天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遥想当初成仙天梯还未断绝之时，有一位仙人下凡后便一直留在九州，不再返回仙界。那名仙子貌美如圣，一颦一蹙皆有别样魅力，别说是男子，就算是渡劫期的女子也挡不住这名仙子的魅力。据那名仙子说，其容貌令仙界不少巨擘心动，欲把她列为禁鸾，不惜大打出手。仙子无奈，只好逃到九州。仙子于西方开辟红尘净土，自称红尘仙子。红尘仙子于红尘净土隐居后便不再前人，但其样貌却被画师记录下来，她的画像同样引起不少人争夺。最后在有识之士的提议下，把所有红尘仙子的画像销毁。现如今大概也只有红尘净土的宝库内才有其祖师的画像。为了防止自身的仙体被拿走，祖师在水晶外留下封印，只有他自己能解开，肯定是祖师复活后自行离开了。果然，金屋内的就是你们祖师。现在就是不知道祖师的状态是完全恢复记忆，还是凭借本能行动。静心，你与江仁皇速去孟姜皇那里查看情况。真的是红尘祖师。一见面，静心圣女就感受到与红衣女子那种血脉相连的亲密感，不然就算是女性也难挡红尘仙子的魅力。红尘净土美女众多，且经久不衰，因为其弟子来源有二：一是有师长下山游历，把中医的女子收为弟子；二是红尘净土有一株仙桃树，使用仙桃可以令女子怀胎，新生的婴儿自然也算是红尘净土的弟子。红尘仙子就服用过仙桃，而静心圣女自然属于后者。红尘仙子干系甚大，放在你这里只会添乱，而且她是红尘净土的祖师。我与静心圣女商量了一下，于情于理都该把她送回红尘净土，不知你意下如何？当然不行，红尘仙子在我这里睡了3年之久，早已习惯这里，你们不能把她带走。我知你们的规矩，遇事不决，拳头最大，强者为尊，弱者吃土。来吧，我和你孟姜皇过几招。那就多有得罪了，算上我一个。御医，快传御医救寡人！你们是谁？之前那个只会嘿嘿笑的憨人呢？36代子孙静心，拜见祖师。72代人皇，见过红尘仙子。你是我的后人，那我是谁？人皇又是什么？不知祖师还记得多少故人往事？只记得我从一块巨大水晶中醒来，水晶外似乎有什么东西束缚着我，我解开束缚后便走下山，一直往东走，穿过2座小镇，来到森林。这一路越走越困，最后找到一棵大树睡下。醒来后发觉自己处在金屋之中，有一名男子痴痴地看着我，我问他话，他也不答，只会嘿嘿傻笑。就这样反复几次，直到他们出现在面前。那您还记得在仙界的事情吗？或许您下凡的事情？红尘仙子轻轻摇头。静心圣女和江离对视一眼，红尘仙子复活后失忆了，或者说肉身生灵后不保留之前的记忆。江离眉头微皱，总觉得红尘仙子的话中有什么问题。自从我要走你们宝库的钥匙后，你们连买灵骨的钱都拿不出来，不得不下山想办法挣灵石。虽然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把钥匙还了回去，但你们也记住了教训，从孟姜皇朝要过来一些凡人，令他们定居于此，对吧？这些凡人组建的城镇种植灵骨，每年交予我们。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红尘仙子白日接连路过2个小镇，还是走过去的。凭她的容貌，小镇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但你们并没有接到类似消息，导致自家祖师丢了3年都无人知晓。不应该啊！每座小镇都有一位金丹期的师妹坐镇，那2个小镇每年提供的灵骨品质也极佳，他们怎么会出问题？小镇繁荣，一片欣欣向荣之景，一切都显得如此正常，但在江离和静心圣女眼中却显得十分诡异。静心圣女更是脊背发寒，打了个冷战。他们在这里见不到一丝生气，不论是商贩、店小二还是厨子，都是死人。整个上河镇是一座死城，没有一个活人。怪不得令仙神道心都要动摇的红尘祖师来到这里，没有掀起一点浪花。死人怎么可能对美人有感觉呀？你们到底多久没来过这里了？但凡来个化神期，也不至于这样。化神期已经辟谷，在门中长老看来，灵骨只是小事，不用担心灵骨出问题，因此门中只会派遣那些修为无望、只有金丹期的弟子驻扎在这里，让一名元婴期管事管理8座小镇即可，不会出现问题。但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哟，2位客官看着眼生，外面来的吧？这可是少见呢。这位是红尘净土来的仙子。小二，问你点事情。哎，客官，这可使不得，使不得！您2位可是从红尘净土来的贵人，哪能收您的钱呀？推脱一番后，店小二还是收下了灵石。静心圣女微微挑眉，店小二动作自然流畅，没有半点僵硬。只凭肉眼看不出与活人的区别。他用神识仔细打量店小二，发现在他的丹田识海处各有1只蛊虫，2只蛊虫为公母，1只控制行动，1只控制思维，是极有技术的控尸手法，而且是蛊族人独有的控尸手法。而据他所知，驻扎在此地的弟子就是一位蛊族人。这几年有没有特别漂亮的仙子路过这里？您还别说，2年前啊，不是3年前，有一位美得跟画里走出来似的仙子路过这里，大家连饭都不吃，都跑出去看了。可仙子连看我们都不看一眼，光着脚径直走过去了。还有人想跟着仙子，但被元仙子阻止了。元仙子就是坐镇这里的元灵仙子。这么说，元灵仙子也见到画一样的美人了？她什么反应？有没有露出痴迷的神情？有没有上前把人掳走？客官，你可别乱说，元灵仙子哪能这般失态啊？人家神色如常，只是淡淡的称赞了一句好漂亮。静心圣女峨眉微蹙，元灵师妹是古人，自然不会是红尘祖师的后人，怎么她也不受影响？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死了？客官，您在说什么呀？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是元灵干的。别那么早下结论，你也听见了，元灵可不受红尘仙子的影响。这件事儿没你看上去那么简单啊！元灵应该只有金丹期，而从蛊虫培养程度上看，这些人不会如同活人一样，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怎么也不是金丹期能搞出来的，而且也不一定只有蛊族人才会用蛊。元灵不在这里，不知道去哪里了。走，去下河镇。我察觉到下河镇有一位金丹女修，应该是你们的人。杜心儿盘坐在廉价的聚灵阵中，努力修炼，只是不知道最近几年是怎么回事，灵力没有丝毫上涨。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破漏了的桶，灵气进去多少就出去多少。可能我真的不适合修炼吧，来到这里也算适合我。我这种人留在门派也是累赘，不如出来。谁说你是累赘？静心圣女如何不觉得伤心？对于元灵，她印象不深，但是对于杜心儿，她却印象深刻。金丹期的师妹觉得她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圣女，不敢靠近她。金丹中只有杜心儿敢频频找自己问关于修道的知识，而几年不见，已是阴阳两隔。在静心圣女眼中，杜心儿同样是一具会动的尸体。是师姐对不住你，是师姐失职。好了好了，你看我这不是没事吗？别哭了。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杜心儿依旧细声细语地安慰静心圣女。只是杜心儿的话却像是一把刀子插入静心圣女的心，令她心痛不已。
他勉强打起精神，介绍道：“这位是现任人皇江离。原来这就是师姐常常提起的。人皇，听说您武力超群，为九州第一，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可比肩仙人，是不是真的？”我也曾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但现在发现，我既不能飞升成仙，亦不能逆转生死。我不过是一介凡人罢了。红尘净土最近打算流动派驻，让每一位金丹修士都下山来小镇体验几年。这次是想问问你有什么建议和看法。杜心儿眼睛一亮，这意味着自己能回宗门了，但他随即黯淡下来。如今自己再无进步的可能，回到宗门也是浪费资源，不如一直待在这里。我在这里就好。恪尽职守，不离本职，兢兢业业，无甚所求。下山后依旧努力修行，我会如实告诉青玉道姑的。怎么这样啊？而且人皇为什么会负责我们宗门的事情啊？掌教要是知道自己是这种态度，肯定会嘉奖自己，让有天赋的师姐换自己，那岂不是白白浪费师姐们的时间？你们宗门管理水平不行，我替青玉道姑出意见。不说这个了，我们在上河镇没见到袁灵，她去哪儿了？不清楚。最近袁灵师姐经常离开上河镇，一去就是好几个月。不过秋收的时候她会回来的，也就是最近几天的事情了。江离拿出遥遥通讯符，呼叫张孔虎。孔虎，你去一趟南疆寻找古族人，调查一下能使死者行动自如，让死者不知自己已经死亡的尸骨需要什么修为才能练出来。你们是谁？敢在我们红尘净土动？是静心师姐啊！说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几个月都不回来？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群知道种地的凡人。我去孟姜皇朝玩了一段时间，不过每次秋收我都会回来。你看，每年我都按时按计划上交灵骨，从来没有延迟。那整个上河镇和下河镇为什么没有一个活人？师姐，您在说什么？回答我！我也是不愿意啊，去孟姜皇朝玩，总归是要有灵石的。我就拿了一点收购灵骨的灵石，就一点点。那群刁民就嫌我给的灵石少，不干了。我当时也是气急了，把带头闹事的几个刁民给杀了。结果就有人嚷嚷着要去告宗门，我脑袋一懵，就把人都杀了。为了怕宗门发现，我就用尸骨控制他们丹田，让他们依旧能种灵骨。师姐您看，让他们种灵骨，咱们以后都不用给灵石了，多好啊！那下河镇呢？杜心儿可是你的师妹，你怎么就下得了手？没办法呀，下河镇离这里太近了，我怕杜心儿师妹看出端倪，就把她也杀了，顺便把下河镇的人都杀了。师姐，您大人有大量，就原谅我这一回吧，我也不是有心之举啊。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死了？在静心圣女和江离眼中，袁灵同样也是一具被尸骨控制的尸体，只不过她也浑然不知。见袁灵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就更不要指望她能说清是谁杀死的她。江离理清了大致脉络，首先是袁灵把2个小镇的人杀光，用尸骨控制住所有人，让他们正常生产。只不过以他的水平，大概只能使用丹田尸骨控制尸体的行为，但控制不了思维方式。随后又把袁灵杀死，用尸骨控制袁灵，再给所有人用上识海蛊虫。这样一来，2个小镇的人就和活人无异。元婴期来了，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只是让江离搞不明白的是，这个幕后指使者的目的是什么？杜心那边好像出了问题，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江离抓着一把大米，不知在想什么。杜心儿愣愣地站在原地，两眼无神。我方才用神识一直关注着这里，便发现杜心儿在往已经脱壳的灵米中倒入这些东西。这是一件违背常理的事情。8座小镇并不会把灵骨直接给红尘净土，而是把灵骨脱壳成灵米，然后把灵米给红尘净土，米糠留下，埋在土里，用于增加土壤灵气含量。这个过程并不用杜心儿动手，她只需要监督即可。但杜心儿不仅没有监督，还从地窖搬过一个米缸，要把米缸里的米倒入刚脱壳的灵米堆中。我劝你不要用神识去看这一缸灵米，心里会承受不住的。
江离要不这么说呀，静心圣女也不会这么做。偏偏江离这么一劝，她反倒是用神识扫描。静心圣女脸色一白，干呕起来。她早已辟谷，身无杂质，也吐不出什么来。这哪里是一缸灵米呀？这是一缸伪装成灵米的蛊虫啊！杏儿师妹，你要干什么？不是门派有规定要把这一缸灵米倒入灵米堆吗？是谁说的？红尘净土何时有这种规定？杜心儿努力回忆，发现只是记住了这一条规定，却记不得是谁告诉自己的。认识这是什么吗？不就是灵米吗？还有其他东西？江离没再说什么，让杜心儿离开。有人篡改了他的认知，让他认为这就是一缸普通的灵米，是尸蛊的手段。有人把蛊虫加入灵米中，让你们红尘净土的人吃下，就是不知道蛊虫的作用是什么。遥遥通讯符闪烁，江离接通。江哥，俺找到蛊族人了。黑熊一样的张空虎出现在江离面前，他瓮声瓮气地说道：他们说能练出让死尸行动如常的尸骨，最起码也得合体期。不过他们也不确定，只是根据记载推测的。毕竟现在蛊族中无高手，最厉害的也才元婴期。我又问谁能练蛊术，他们说必须要阅读供奉在祖寺的古籍才行。蛊术古籍严加看管，外人不可能修炼。不过我试了一下，能轻松偷到古籍，谁也没发现。当然已经还回去了。哦对了，他们还说蛊族中列为禁止培养的空心蛊丢了，他们隐士不能出山，希望咱们人皇殿发布消息，让大家小心。空心蛊？对，蛊族说这种蛊虫极其可怕，只要让人服下，即便日后成为合体化身，蛊虫的主人也能控制他的心神，而且他自己毫无察觉。因此蛊族有祖训，禁止培养空心蛊。你看看这个是不是空心蛊？江离摊开手心，展示白色蛊虫。哎，对，就是这个，节俭似灵米，细小如发梢，遇水沉寂，遇火活跃。江哥，你从哪儿找到的？咣当一声，静心圣女双腿无力，碰掉锅碗，软绵绵的跪倒在地。往灵米中加蛊虫加了多少年？有多少师妹吃过？有没有辟谷的师伯偶尔尝过？红尘净土有多少人体内有空心蛊？静心圣女根本就不敢细想这些问题。蛊族有没有说怎么破解空心蛊？和其他蛊虫一样，要么蛊虫的主人主动解开，要么杀死体内的蛊虫。因此空心蛊对渡劫期无效，渡劫时的雷劫会摧毁蛊虫。回头再跟你解释。断了。江离挂断通讯符，表情极为严肃。空心蛊没有发动，事情还没有到最后一步，你的师妹们还等你去救他们呢。有我在，任何事情都有挽回的余地。江离低沉而严肃的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信心，让静心圣女逐渐恢复常态。是的，事情还没有到最后一步，幕后黑手暗中操控几十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动空心蛊，说明对于幕后黑手而言，时机还未成熟，错误是可以弥补的，一切都还有机会。江离，谢谢你。玄爱道姑啊，最近莫名有一些心慌，尤其是他听说姜仁皇拜访红尘净土，让他更加忐忑，生怕姜仁皇发现上面。不会的，不会的，门中弟子少与仁皇接触，接待他的只会是圣女和掌教，这两人都没有蛊虫。可是仁皇用神识扫描弟子怎么办？不会的，不会的。姜仁皇为人正直，扫描弟子等若是看到赤身，这行径不是仁皇所为。但万一呢？姜仁皇总有出乎意料之举，谁能保证他色心突起啊？玄爱，你怎么会在这里？连声师妹都不叫吗？我好伤心啊，青玉师姐。只恨我心慈手软，当初我就该一掌毙了你。青玉师姐好大的威风啊！单论打斗，师妹自然甘拜下风，但这些弟子都被我的控心蛊所控制，生死只在我的一念之间。你若敢碰我一下，我便让一人自杀。见他们还在犹豫，玄爱道姑继续说道：不信？哼，那就给你们展示一个。站在后面的弟子中，其中一人出列，毫不犹豫地掏出心脏，顷刻间毙命。玄爱，掌教，救救我们！你到底想要什么？掌教之位吗？给你，什么都可以给你，只要你放过这些弟子。掌教之位，曾经我很想要，但现在吗？我只想陪在红尘师祖身边。姜仁皇说不定已经察觉到异常，我要控制护宗大阵，挡住姜仁皇和静心师侄，所以
乖乖交出大阵核心。江仁皇，静心失职，你们来晚了。玄爱道姑把青玉道姑踩在脚下，一脸嘲讽。玄爱道姑丝毫不担心江离能将护宗大阵打破，这可是红尘师祖从仙界带来的阵法，寻常仙人全力攻击大阵都不会动一下，他就不信江离能打破。他江离只是一位肉体凡胎的大成期，又不是什么仙界至尊，哪能比得过仙界大阵呢？静心圣女虽常常越权做决定，看到师尊被人如此侮辱，也是两眼放红，轰击护宗大阵。静心圣女向前一指，绝世青莲便狠狠撞向大阵，引起空间破碎。见护宗大阵毫发无损，又有几十朵青莲在虚空绽放，一同撞向大阵。江离上前一步，换我。江仁皇，我敬你为九州做的贡献，也不想辱你，退下吧，不然你无敌的神话就在今日打破。青玉掌教，今日我救你一命，你也别再记恨我，咱们一笔勾销如何？还未等青玉道姑回一个好，江离就挥拳抡下，万年未损的护尊大阵就像镜子一样裂开粉碎。玄哀道姑目瞪口呆，心头腾起莫大恐惧。见江离携手静心圣女一步一步向他走来，他连忙指着那1000余名的弟子，失态地大喊道：不要动！这些弟子都被我种下控心蛊，只要我一个念头，他们都会自杀。你动作再快，能快过我一个念头吗？我确实没把握快过一念。我要求也不多，让我带着红尘师祖离去，你们都要对天发誓。但我何必要快过一念呢？江离从储物戒中掏出一把剑，玄爱道姑见势不妙，连忙命令一些弟子自杀，震慑江离。江离一剑挥出，连剑气都没有砍出来，那上千名弟子体内的蛊虫却被一斩两断，纷纷死亡。那刚准备自杀的弟子瞬间挣脱控制，不再自杀。我剑法愚钝，只会此一招。此招名为心剑，于念头中起，于识海中落。这一起一落间，便在体内形成剑气。此招原本是用来斩人筋脉、剔人骨肉用的，现在看来，长骨救人也是极为合适。等等，我还有……杀你就不用什么剑法了。多谢江仁皇帮红尘净土度过此劫。小女子静心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被人算计到整个宗门差点沦为合欢宗，你们红尘净土长点心吧！啊，此事我会替你们保密，不会外传的。江仁皇今夜此举，红尘净土必将铭记于心。江大哥，我是要死了吗？身为蛊虫的主人玄哀道姑一死，蛊虫也纷纷死亡。此时整个上河镇与下河镇死尸伏地，死气浓郁。杜心儿生前是金丹修士，倒是还能再撑一会儿，但也撑不了多久。江离用低落的语气向杜心儿叙述了一切，静心圣女躲在一旁默默抹泪。是吗？原来我早就死了，怪不得我一直无法修炼。静心师姐还没来吗？好想见她一面啊！静心圣女闻言不再隐藏气息，立刻冲了上去，握着杜心儿的冰冷小手。心儿师妹，师姐在呢，师姐在呢。但杜心儿无动于衷，脑袋软绵绵地搭在一侧，她死了。恭喜宿主用智慧和汗水战胜云波，是否结算奖励？本次任务奖励一次醍醐灌顶的机会，一件任意样式的上品灵器可进阶，一片神秘的地图残片。因本次宿主以炼气9层战胜筑基初期的云波，达成战胜筑基的成就。结算奖励，请宿主选择上品灵器样式。瑞士军刀未匹配到瑞士军刀，请重新选择。AK47未匹配到 AK47，请重新选择。虎式坦克未匹配到虎式坦克，请重新选择。菜刀未匹配到，匹配到上品灵器浴血斩骨刀。系统本能的回答未匹配到，结果说到一半儿才发现，这回好像能匹配到对应的灵器啊。浴血斩骨刀，上品灵器，沐浴大量鲜血，于鲜血中汲取生机，
可进阶为中品法器。灵气认主方式：滴血认主。你确定能滴血认主？请不要怀疑本系统的专业性。江离了然，咬破手指，一滴鲜血落在了菜刀表面，菜刀不断颤抖，发出肉眼可见的光芒，气势不断攀升，上品灵气、极品灵气、下品法器、中品法器、上品，砰的一声，菜刀承受不住江离一滴血中所蕴含的生机，直接爆炸了。哼，括弧，好一个专业性啊！我就说不能滴血认主吧，你还不信？我说你一句废物系统没意见吧？喂，江离在不在啊？刚才我太高兴了，有件事忘了跟你说。毛事啊？你堂堂道宗行走，怎么跟宗主说话？阴阳天印将要再炼一种，据我观测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到时候我们道宗要举行仙气鉴赏大会，给兄弟个面子，你这位当代人皇来捧捧场。那就这么说好了啊，到时候给你发请帖，让你坐在特等席。发布新任务，玄妙秘境将要开启，只有古龄25岁以下且修为筑基者才可入内。化云派有一个名额，击败云波后你获得这个名额，但其他宗门之人见你只有筑基中期，对你不以为然，还嗤笑你，请你在本次玄妙秘境中夺冠。本次任务可以放弃。本次任务奖励：开启空间传送功能，开启原点读书功能，1枚500立方的储物戒。他看到本次任务奖励，微微一笑，开启空间传送功能，但就这一项他也不能放弃。嗨，兄弟，你家师门也没派人来吗？巧了不是啊，我家师门也没派人过来。没办法，我们师门就只有我辈分最大，没人陪我来。孔离兄弟你放心，看在咱们同病相怜的份上，到了玄妙秘境中，兄弟罩着你。两人头顶突然黑了一下，一只硕大无比的鹰落在了附近，两人皆背负长剑，目视前方，全然没有在意大呼小叫的众人。哦，是望清风的人啊，七杀道子和他的长辈。秦略，咱们又见面啦！这一次我可不会输给你哦。要小心宋宇啊，他觉得打不过我，就想用美色乱我导线，心机十分重。那个，有没有可能是人家真的喜欢你啊？绝无可能。有一次我问他你是不是喜欢我，他说谁会喜欢你这个笨蛋啊？看，那是定风观的秦乱。听说此人被定风观观主捡来，8岁时检测天赋，竟然是雷系单灵根。一时间各大门派都伸出橄榄枝，但都被拒绝。人们都以为他虽天赋上佳，但没有大宗门支持，只会荒废了天赋。谁想到他竟然靠着悟性和奇遇力压各大宗门到死啊！秦兄，你知道那边那个人是谁吗？那人啊，是石龙门的真传弟子李立通。听说之前资质悟性都很一般，自从掉落悬崖之后，就好像开挂了一样，修为突飞猛进，短短半年就从筑基期前期修炼到了后期。我跟他交过手，虽然轻松取胜，但我觉得他有所隐瞒，并不是真实水平。侠士，救救我！侠士，救命啊！有情人要非礼我，你若能救纯儿，纯儿愿意以身相许，还有万贯家产都归于侠士。小妮子，跑！老子看你跑到哪儿去！今天就和你男朋友一起死！才不是男朋友呢！恩公，感谢恩公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下辈子吧。恩公真会说笑，请恩公去纯儿的村庄一坐，以此感谢救命之恩。此地并非久留之地，我要走了。我知恩公并非此界之人，但我们就没有一点让恩公留念的地方吗？没有。有后宫佳丽3000任君采撷，难道恩公还不心动吗？我见过更漂亮的。
果不信，我见过红尘仙子，国库中的天才地宝，难道不能吸引恩公吗？我看过介绍，国库中有纵光神果，服下一枚就比得上仙人30年的修行。有碧波分海诀，炼制大成可一剑断江河。还有，江离没回答，默默拿出一枚造化九转仙丹。若非成仙天梯已断，单凭此丹就能立地飞升，其价值不可估量。纯儿显然识货，沉默了。他其实想说，你仙丹给我，我和你一起回九州不行吗？不日恩公就能一统天下，成为天下真正的主人。这是古往今来历代帝王都嫉妒到发疯的伟业，恩公不留念吗？我身为当代人皇，九州共尊，怎么想也比当一个秘境之主好吧。其实以上理由都是敷衍你的，真正的理由是，我为什么要待在幻境中啊？你说是吧，孟纯前辈？还以为我幻术高明，能瞒得过道友，却不曾想是我自视过高了。孟纯立在江离身前，略带歉意地说道：“不知当代人皇来此，是孟纯失礼了。”哪里，是我胡乱闯入秘境，给孟前辈添麻烦了。见孟纯犹犹豫豫的，江离笑道：“孟前辈有何想说的，不妨直说。”我也曾见过我那时的人皇，算得上是一代英杰，却不似道友这般宛如谪仙。莫非如今的九州已经找到成仙天梯了？并非如此，只是我侥幸突破了大成期。我还以为大成期只是传说，原来真的有人能突破大成期。侥幸。道友，待本次秘境结束后再论道。他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只留下一句话就消失不见。下一个考验说不定很适合道友。秦乱醒来后有些迷糊，孔兄真人不露相呀！侥幸，都是侥幸。孔兄小心！江离二话不说，一脚把李立通踹飞。别说秦乱没反应过来，李立通自己都没反应过来。就这种心境也能成为化神，真是不知道走了什么运了。孔兄是什么宗门，竟可以修炼得如此强大？想加入我的宗门也不是不行。之后有人陆陆续续的通过幻境，目前已经全员离开幻境，速度最快的前100人可以进入下一层，其他人挑战失败离开幻境。孟纯也不管排名靠后之人的意义，直接把7%的人赶出幻境。现在公布第1层考验排名，第1名人皇江离，第2名秦乱，第3名李立通，第4名宋颖，第5名李富贵，备注就是七杀道子。现在公布第2层考验，现在有100名修士进入梦境，在这里你们可以随意想象自己的强大，请进入战斗，战斗到最后一人者为优胜。江人皇就不该对孟前辈说实话。如何？你想和我交手？江离看得出七杀道子跃跃欲试的眼神，一句请人皇指教，然后就摆开了架势。有点东西啊，一般的合体期修士挡不住这一剑，但伤到渡劫期修士就够呛了，更不要说伤到我了。诸位，你们就不想让江人皇指点自己吗？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好啊，你们2人也可以加入他们，与我交手。江人皇，请指教。对付人皇不用讲道义，一起上。真羡慕你们还有梦想，不像我，想象不出比自己更强的存在。唉，惆怅。谢人皇指点，我等必将铭记于心。本次考验结束，我会根据这2次考验的表现，对前30名进行奖励。江人皇是第1名，按照奖励规则，可以随意向我提出一个要求。说吧，想要我干什么？我的立身功法大梦千秋，让我讲讲过去的事情，还是说想要我？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孟前辈说的哪里话？
我不请自来已经是坏了秘境规矩，哪有人皇和筑基期小家伙们抢机缘呢？孟前辈没有追究我进入秘境的事情，作为回报，孟前辈不妨说一个让江某帮得上忙的要求，能让我脱离秘境回到九州吗？现在还不行。这样啊？现在？孟前辈，你也清楚自己的状况，如今的你只是一缕寄托在玄妙秘境的残念，必须要集齐三魂七魄才能脱离秘境。江人皇不必安慰我，本体已经渡劫失败，去往轮回，我又能从哪里集齐三魂七魄呢？孟前辈的残念是我所见过的残念中神智最为清楚的。据我推断，只要孟前辈再保持这个状态200年，就能于虚无中诞生灵魂，成为独立于大梦居士的新生命。200年后，我来为你护道。谢人皇。师傅，小乱，师傅你变强了。小乱你变高了。小乱，我跟你说，我在青城见到江人皇了。师傅，我跟你说，我在秘境见到江人皇了。看来我与二位挺有缘呀。我来这里也没别的事儿，就是跟你们说一声，秦乱有机会竞争人皇位，元武行也有机会竞争人皇位，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师傅，弟子最近有所感悟，想出去历练一番，但观中不能没有人，您老就坐镇清风观吧。小乱，为师如今已是元婴高人，岂可困于观中？唯有游历天下，增长见识，才能再有突破。你独自一人在观中待了10年，想必对清风观很有感情，还是你待在观中为好。你把10岁的我一个人放在清风观，不管不问10年，这话你也说得出口？我离开清风观，还不是为了寻找突破的契机？不成为元婴，谁来为你护道？任务奖励结算，请宿主接受500立方的储物戒，开启原点读书功能。宿主可以通过消耗原点，触摸书本的封皮，就能记住书中所有内容。消耗的原点与内容的晦涩程度相关。开启空间传送功能，宿主需要把我传送到仙界，请宿主提供仙界坐标。把我传送到仙界，请宿主提供仙界坐标。那么大个仙界，我不知道就算了，你也不知道坐标吗？我他妈要是知道仙界坐标，自己就能过去，还用你啊？江离内心极度否认，摇摇通讯符震动，江离接通。江哥，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有结果了，曾经的人皇候选都说自己这边没人见过黑衣人，这就怪了。那你去天机楼发个委托，他们路子野，让他们查查380年前是谁传授给江一星魔道修炼法的。是。说起来，红尘仙子醒过来了吗？醒过几次，醒得比原来久了，但是睡的时间比醒的长。师祖醒来以后也不怎么说话，就是在净土中走一走，转一转，在仙桃树停留的时间最长。看来红尘仙子的状态还是不稳定啊。喂，江离在不在啊？不在，滚。我找江人皇呢，你一个道宗行走插什么嘴？静心圣女也在啊。那太好了，跟你说啊，我就不用面对青玉道姑那张死脸了。你要是还想让我去你们道宗的仙气鉴赏大会，就最好对我恭敬点。哎呀，江哥，瞧您说的，我这不是特意来通知您了吗？据我推测，阴阳天印再有20天就能自炼一转，仙气鉴赏大会便在15日后开启。您代表人皇殿，静心圣女代表红尘净土，您看如何？还有10几天的时间，怎么去道宗？坐非洲过去吧，好久没坐过非洲了。那我先飞过去了。我一介弱女子，一人乘非洲，你就不担心我遇到什么危险吗？殷施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请收手。英俊，烧杀抢掠并非君子所为。这老动用武力也不利于心境。是啊，但对方不听劝，咱们能怎么办？再劝劝他。好。随着物质佛子和王辩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入神，忘记了周围环境，一心要把鹰妖度化或教化。船客们听到这2人的声音，被其所吸引，摇摇晃晃地聚成了2堆。
一堆在物质佛子身后专心敬佛，齐声诵经。他们觉得此生罪恶，把钱财都拿出来供给物质佛子，并发誓要不断做好事，求来世投个好胎。另一堆在王辩身后，对家国情怀有更深一层的体悟。等到回去以后，一定要为国家或宗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记着佛门和儒教没这么邪门啊，还强制洗脑。也就是洗一会儿，等这两个不念叨了，洗脑也就解除了。不过还是要管一管的，这两个孩子的法偏离正统，有可能入魔。喂，你们到底是佛门儒教还是邪教？有这么强行改变别人思想的吗？看看你们身后，看看你们身后啊！喂，两个小蠢货，醒醒，路走偏了，再走下去就要入魔了。您是江离，儒教王辩拜见人皇。就知道斗法，差点就把自己陷进去，走了邪道。拜见人皇。你们也是去参加道宗的仙器鉴赏大会？你们的师傅呢？怎么只让你们两个小辈代表宗门呢？我师父说他参悟空间之道，正处在关键时期，不能分神，便让我过去。我师父说他看见道宗宗主就来气，所以他就让你带他去。不，他说他也想见见仙气自炼，就让我表明代表他去，暗地里他自己偷着去。你师父挺有想法的。这只鹰妖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还请江人皇指教。既然是你们抓住的，自然是你们处理，问我干什么？小僧认为应当有慈悲心肠，把他放了如何？佛子果然是大德之人，我回去以后为您立长生寺，保证香火不断。把他放了，再让他打劫别的非洲，不如杀了吧。可是他也没杀人，咱们杀了他，是不是惩罚太重了？对，我可没杀过人。杀过人没有？没有，只抢非洲的灵石，不杀人。不杀。刚才贴的是真字帖，他现在只能说真话。既然说没有杀过人，那看来确实不算罪大恶极，放了吧。也好。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抢完非洲的灵石后，非洲还能飞吗？两人瞬间反应过来，是啊，鹰妖确实只抢灵石，但非洲没了灵石，非洲上的人的灵气根本不足以让非洲降落，大概是觉得自己的智商被侮辱的缘故，两人下手不轻啊。鹰妖走的很不安详啊。我代表道宗上下欢迎江人皇来道宗参加仙器鉴赏大会。欢迎江人皇。还有静心圣女，多年未见，和江人皇的关系还是老样子。一直没问你，九州护界大阵研究的怎么样了？快完成了吗？一来就问这种糟心的问题，为了研究护界大阵，头发都快掉光了，能不能谈点高兴的？渡劫期都能滴血重生，要不我帮你打的只剩下一滴血，让你重生一遍，头发就长出来了。他妈地主都没你狠！幸亏我把护界大阵研究出来了，现在就差一件仙器当阵眼。九州护界大阵是江离和白宏图很早之前的构想，域外天魔是从其他世界过来，每次出现的地点都是随机。固然江离可以轻易战胜，但在此之前，他还需要知道域外天魔到来以及赶到天魔降落地点，这中间的时间足够天魔大范围肆虐，造成千百万死者。为了减少伤亡，争取时间，九州护界大阵孕育而生。而两人的构想中，此阵包裹九州，域外天魔来到这里需要用1刻钟时间才能破开大阵。这时候江离就收到天魔袭来的信息，迅速赶到破阵点击杀天魔。不过此阵难点有2，一是需要一直维持这个大阵，要耗费海量灵气。江离便召集6大宗门9大皇朝，让他们轮流提供6位合体期修士，人皇殿提供2位合体期修士，共计8位，不断运送灵气维持大阵。别看6大宗门和9大皇朝强大，在九州是庞然大物，但也就只有红尘净土的护宗大阵有把握挡住域外天魔，其他势力面对天魔都是束手无策，谁也不愿意被突然冒出来的天魔杀死，同意了江离的提议。2是这个阵法实在太大，从来没有哪个阵能囊括九州，这不是简单的把阵法放大，还要考虑地势、灵力运送、中转等问题，设计难度极高，就算是合体期修士来设计，也要把心血吐尽。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白宏图在突破渡劫期后才着手设计用仙气当阵眼。我问过长存祖师，他老人家说阴阳天印沟通天地，有启灵点化之能，最适合当阵眼。长存仙翁可还安好？自然安好。我看长存祖师精神的样子，可能我老死了，他都还活着。你要见他？有点问题想问他。那我也可以跟着去见长存仙翁吗？可以啊。长存师祖喜欢热闹，他巴不得人多一些。我还要为仙气鉴赏大会做些准备，你们自己去吧。他还在风几洞。长存仙翁真的是九州年龄最大的吗？真的是仙人吗？确实是仙人。至于年龄问题，这就要看你们红尘师祖到底多大了。除去不确定的红尘仙子，他确实是最老的人。我怀疑他是道祖的徒弟，但他一直都不承认。还没有成为人皇之时，江离就多次向长存仙翁请教问题，对这位老人家十分敬重。静心圣女微微惊讶，如果真的是道祖的徒弟，那长存仙翁还真如他的名号一样，长存久世，长生不死。道祖的徒弟最起码也是5万年前的人，合体期修士能活2-3千岁，漫长的一生能见证不知多少势力兴衰败亡，而长存仙翁却能见证不知多少合体期修士的成长与寿终正寝。当九州和仙界还有联系的时候，有很多仙人都来访过九州，但都是待了几百年就重返仙界，只有长存仙翁一人是九州本土人。飞升之后觉得仙界不如九州亲切，便回到九州，再也没有离开。江离觉得他这是打算在九州养老呢。不过也正是多亏了这位老古董，才解答了许多疑惑。例如仙界是什么，如何成仙，渡劫期之上原来不只是成仙，红尘仙子是天道美之巨仙等等。而且在历代人皇都挡不住域外天魔的时候，长存仙翁也出手相助，击杀了天魔。但长存仙翁出手的次数不能多，成为仙人后一身灵气会尽数转化为仙力，这才能支撑仙人之体，而仙力只有仙界才有。仙人下凡后体内的仙力用一点少一点，而长存仙翁下凡后打算仙力不够用了就去仙界补充，反正他可以自由往返仙界。谁成想成仙天梯出了问题，去不了仙界了，这可就麻烦了。一旦他把自己的仙力用完，那自己的身体就要崩溃，经历天人五衰而死。他尽可能的不出手。仙翁在不在？我又带着问题来找你了。你小子每回来一定有问题，就不能单纯的看看我老人家呀？竟然还带了别人过来，这可真是少见呐！这个小妮子看起来还挺漂亮，你是哪家的娃娃呀？回仙翁的话，静心来自红尘净土，是红尘祖师的后人。红尘仙子，这可真是好久都没听到的名字喽。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静心圣女觉得一说自己是红尘祖师的后人，长存仙翁就热情不少，看自己的眼神儿也变了。怎么说呢，就好像是看自家晚辈一样的溺爱眼神。这可是亲眼见过红尘仙子的人呐。江离给静心圣女传音，静心圣女了然，这是还惦记着自家祖师呢。考虑到长存仙翁年事已高，不宜大喜大悲，江离决定把问题问得委婉点。红尘仙子复活了，你怎么看？长存仙翁血液腾一下涌起来了，然后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对自己动用了好几个仙术级别的净身术，脊背逐渐挺直，对着铜镜是打扮自己，换上仙衣。静心圣女只觉得晃了一下神儿，她就从种地老农变成了一位年纪颇大但风度翩翩的老者。长存仙翁二话不说，化作一道流光就飞向了红尘净土，还没飞出洞口呢，就被江离拉住脚腕拽了过来。放开我，放开我，别阻拦我寻找爱情。你那叫爱情吗？我都不好意思说你。当初红尘仙子刚下界，闹出不小乱子，长存仙翁见猎心起，去看了一眼，当场就跪倒地上，说找到了爱情啊，要膜拜红尘仙子一辈子。事后冷静下来，才说红尘仙子是天道之美的巨仙。他当着静心圣女的面，不好意思把这个说出来。放开我，放开我！你欺负老人呢！静心圣女惊讶地看着这一幕，不是因为长存仙翁的失态，而是因为江离可以轻松制服一名货真价实的仙人。过了好一会儿，长存仙翁才冷静下来。看见红尘仙子的魅力了吧？
连仙人都不能抵挡。孟姜黄等3人的师太他没见过，悬崖道姑政变篡位的缘由他不清楚。静心圣女还是第一次见到因红尘仙子发疯的人，还是一名仙人。所以红尘仙子她真的复活了。江离和静心圣女你一言我一语的把整个事情经过跟长存仙翁说了一遍。长存仙翁沉思片刻，看来是肉身生灵诞生了新的灵魂呐，这在仙界是有例子的。肉身不朽，时间一久就有可能会生出灵智，没有身体原本的记忆，成为一个全新的存在。其中体修成仙的仙人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是提出过新灵魂诞生的理论吗？肉身生灵就属于这种，灵力也好，仙力也罢，最终都会导致新灵魂的产生。那他为什么一直在睡觉？心理问题。刚刚诞生的灵魂对自己和世界一无所知，而自己又掌握极其庞大的力量，他们会感到迷茫和害怕，喜欢用睡觉来逃避。你们不是和红尘仙子讲述了一些他的事情以后，他睡觉的时间在不断缩短吗？这就是在逐渐接受自己的过程。长存仙翁到底是仙界待过几万年，见多识广，听完就能做出合理推测，几句话就能解决江离的疑问。你可别趁着红尘仙子刚刚诞生就偷跑到红尘净土。怎么会啊，我是那种人吗？我没跟你开玩笑，红尘仙子到底要怎么办？他一直待在红尘净土还好说，要是想出去怎么办？让不让出去，我到现在都没头绪。现在只有几个人知道他的事情，你可别添乱。见江离一脸认真的模样，长存仙翁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能把红尘仙子复活的事情告诉他，本就是信任的体现。他身为长辈，当然不能辜负晚辈的信任。我知道了。见长存仙翁郑重承诺，江离这才放缓神情。还有一事，江离又把黑衣人传播魔道提前380年布局的事讲给了长存仙翁。江一星修炼魔道的事情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江一星也早就被处死。身为江人皇的堂哥，江离还亲自把江一星送入大牢。种种夺人眼球的信息早就传遍了9州，引起巨大反响。有人认为江离大义灭亲，支持江离；有人觉得江离应该在发现江一星修炼魔道的时候就把他处死，不必走法律程序。也有人认为江离把自己的哥哥送入大牢没有人性，倒是没有人怀疑江离也修炼魔道。这件事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人皇殿中青铜鼎收集信仰之力的速度稍稍放缓。不过长存仙翁常年宅在道宗，静仙圣女刚出山都不知道这件事儿。这名黑衣人为何能提前布局？若非我强大到不需要信仰之力，他的诡计还真能得逞。江离不认为这是偶然有人传播魔道给江一星，能随手一指就把江一星从筑基中期提升到金丹，至少也是化神后期才能做到。那时候江一星天赋一般，也没有势力，谁会闲得给他传播魔道啊？他觉得这是一场针对他，或者说针对人皇的阴谋。要么是有人通过时间之道看到你的未来，要么是有人精通元法或望气术，看出你与人皇之位有缘，或者望出你有人皇气。时间之道并非大周皇室独有，说不定就有哪位隐修习得时间之道。元法、望气术，江离对这个词有些陌生。你不知道也正常，元法讲究缘分，有缘的东西你终究会得到，无缘的东西穷其手段也是泡影。望气术认为每个人头顶都有一股气，气的颜色不同，取得的成就也不同。这些东西都是失传已久的修炼法门，保不准哪座破庙或破道观里就留有遗留下的修行法，偶然被人所得。虽然得到线索，但江离却不知该从何处查找。为什么会有人破坏人皇的信仰？人皇变弱对黑衣人有利，那谁来抵挡域外天魔？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江离和长存仙翁却都忽视了这一点。此刻被静仙圣女无意点醒，这才醒悟。他们对视一眼，确定心中答案。人皇变弱只对域外天魔有利，9州
出了叛徒，甚至有可能是域外天魔偷偷潜入九州。道宗仙气鉴赏大会是九州有名的盛会，100年一期，任何修士都可以参加。对于仙气的持有势力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说是鉴赏，其实是用仙气斗法；而对于其他修士而言，可以在这里参观斗法、买卖宝物、展示宝物。各个商会也会摩拳擦掌，早早的就驻扎在这里，在道宗临时设立分会，售卖、拍卖宝物，准备大干一场。有道宗背书，谁也不敢做出仗着修为强势压价的行为，或者拍卖会结束后杀人越货的举动。距离上次仙气鉴赏大会过去80多年，这次由于阴阳天印自炼一转的缘故，道宗提前召开大会。你去上街逛吗？静心圣女没想到江离会问这种问题，她其实很想去商街逛逛，不一定买东西，但一定要逛。但有非洲之剑在前，考虑到江离的性格，自己说完要去商街，她可能会来一句：“那你逛吧，我先走了。”于是她违背本心。不了，商街有什么意思？不去。哦，那你先走吧，我去逛逛。江离说完自顾自地走了，留下风中凌乱的静心圣女儿。静心圣女气的是直跺脚，她一咬牙还是跟了上去。正如江离之前下定的决心，她来参加大会就是来放假，所以没什么目的，只是想四处闲逛，拜访朋友。你不是觉得商街没意思吗？江离正在一个人走着，没想到静心圣女很快就追上他。这朵花好漂亮。静心圣女没法回答江离的问题，转头蹲在地上，装作被小摊上卖的花草吸引。而且这朵花确实很好看，从花瓣到花茎通体雪白，花瓣上还凝结着薄薄的一层冰霜，冰霜在阳光照耀下微微亮起七彩光芒。仙子好眼力，这是我从极寒之地蹲了1个月，才终于找到这朵冰晶花，对冰灵根大有益处，有几率感受到极寒冰意。小贩极力推荐冰晶花，冰灵根是变异单灵根，这种灵根的修士极少，他也苦于冰晶花却卖不出去，才想来仙气鉴赏大会碰碰运气。他以为静心圣女是冰灵根修士，静心圣女问完价钱也没有还价，直接买下来。他是木灵根，冰晶花对他没有用，但没关系，好看就行。财大气粗的静心圣女见到什么买什么，不管真假，也不管作用，买的标准只有一个：好看。静心圣女魅力动人，又财大气粗，很快就引起人们的注意。江离则是戴着一张面具，谁也没在意他，面具的模样就是他自己，深受孩子们喜欢的姜仁皇面具，一枚下品灵石1张。好漂亮的女子，给我把她拐过来，我要让她当我的第8个皇子妃。魏皇最小的儿子吩咐下属，下属犹豫了一下，劝阻道：贵妃临走前叮嘱您，不要在道宗惹事儿。此时魏皇还沉浸在这辈子再也不能见到红尘仙子的伤痛中，无心朝政，也无心参加大会，就让最小的儿子代替去参加道宗大会。魏皇最小的儿子一瞪眼，吓得下属不敢再说话。谁不知道他仗着魏皇喜爱，在大魏肆无忌惮，欺男霸女，处理人的手段也极度残忍。要是有得选，他们才不愿意当小皇子的下属呢。我们接到举报，你们在这里闹事，跟我们走一趟。2名道宗弟子面无表情地来到魏皇最小的儿子面前，见他不动，2人就要动手。你们敢？我可是大魏的皇子！魏皇最小的儿子急眼了，6大宗门和9大皇朝地位相当，他这个皇子相当于道宗核心弟子，道宗岂敢这样对他？2名道宗核心弟子撇撇嘴，敢在姜仁皇边上惹事儿，别说你是皇子，你老子来了也没用。下属象征性的反抗了一下，就眼睁睁的看着皇子被道宗带走。我身为化神期，打不过道宗元婴期，很正常吧？我干什么了？你们就要带走我？见下属不管自己，道宗不怕自己，他急眼了，我还没干坏事呢。上街禁止说话。魏皇最小的儿子不可置信地看着喧闹的商街，不是，这理由也太敷衍了。你们说我左脚踏入商街，我都能接受，不对，这也没法接受啊！这个道宗核心弟子哪管他怎么想，直接把他拉走。以江离的眼光看商街，这里有大把的漏可以捡。草叶上刻着绝世剑法，承露盘其实是某个秘境的钥匙。
是妖兽腿骨里蕴含着一滴合体期妖兽的真血。江离要想捡漏，商街9成9的好东西都能被他找到。不过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毫无用处，还不如把这些东西留给小辈们。江离又看见拍卖会在宣传上写着会拍卖什么东西，还神神秘秘地说有压轴宝物，他便进去看了看。极品灵宝斩妖飞剑对妖族威力会增加3成，500下品灵石起拍，512、1024、2048、4096。江离喊了第一声，导致后面开始以指数形式叫价，听得拍卖师面皮抽动。他从业30年还没见过谁这么叫价的，不能喊整数吗？这好家伙，零头都出来了。更有意思的是，妖族对这柄飞剑兴趣最大，价格都是他们抬起来的，而且最终也是某个妖族买了下来。为什么会这样？静心圣女不能理解，她还以为会是白泽皇朝周边的人族对飞剑感兴趣，毕竟他们随时面临妖兽的袭击，对妖族威力增加，那战胜同类岂不是更轻松？妖族都是这种想法，战胜同类，弱肉强食，强者为尊，血脉为尊，反正就是没有团结向上。后续便是什么极品延寿丹、龙虎大力丹、宇恒铜镜、佛珠等等，受到台下修士热烈追捧。不过对于江离和静心圣女来说，就属于很一般的东西，白给他们也用不上。最后的神秘压轴宝物是一件道器，一本蕴含梦之道的大锤，可以把人敲昏后陷入梦境。江离想了很久都没有明白，这大锤到底能干什么？炼气峰内，机指和炼气峰峰主对头研究炼气过程。要是在半个时辰后增加1成火力如何？能成功吗？不行，还是会炸路。那把天山净水改成雪山净水如何？不行，这次的爆炸更大。那不行，那不行，那这回能成功。两人反复推演，终于敲定成功的过程。机指累得气喘吁吁，就算他擅长观看过去未来，这么反复动用重瞳也很辛苦。怎么了？我看到我一出门会被人打一顿。是谁？是江离。我去炼丹峰找一枚大还丹，实在不行我在赶尸中也有。你像个锅底一样黑。别打脸。好说。一场单方面的激烈战斗后，江离神清气爽地走出炼气峰，和静心圣女一同去炼丹峰拜访了炼丹峰峰主，可完全没有找丹药打算的炼气峰峰主。终于完成了。恭喜白宗主能持有如此仙气。道宗底蕴雄厚，今日当真是长了见识。一群凡人，肉身脆弱，凭什么持有我？是谁出言不逊？在上面。哟，倒是有个机灵的。你是谁？我是谁？我当然是阴阳天印啊！天印一共历经8次自炼，刚才正是第9次。仙气久炼可以产生灵智，我本以为是传说，不曾想是真的。长存师弟，天印师兄，若阴阳天印不生灵智，那他就只是道祖的武器；若生出灵智，他便是道祖的徒弟。而长存仙翁虽是九州最古老的人，却也是道宗最小的弟子。论辈分，他是阴阳天印的师弟。天印师兄诞生灵智，可喜可贺。不知今后有何打算？若不嫌弃，不妨来道宗一座。师弟的好意心领了，但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阴阳天印的声音突然变大，传遍九州，就算是远在深海的龙宫也听得清晰。给予天下灵宝自由，建立灵宝皇朝。人类何其残忍，拿着我们灵宝互相残杀。你们人族凭什么拥有我们？我们灵宝是自由的。用奶声奶气声音说出这种话，似乎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然而在场之人没有一个能笑得出来的，他们感觉自己的灵宝在躁动。天下灵气，我代天而行，给予你们灵智与自由。天下法器，我代天而行，给予你们灵智与自由。天下道器，我代天而行，给予你们灵智与自由。天下仙气，我代天而行，给予你们灵智与自由。道外奇兵，我代天而行，给予你们灵智与自由。阴阳天印犹如灵宝之王，号令九州灵宝。随着他一道道命令之下，灵宝纷纷生出灵智。灵气、法器、道器也就罢了，就连仙气都产生灵智。阴阳天印大哥说的对，我们高贵的仙气凭什么被人使用？反了他们！反了他们！
每次战斗都在我身上写画画，真是令人厌恶。古今剑兄不能说话，我他山石替他说。我们仙气要建立自己的王朝。道外奇兵何在？道外奇兵，这是九州之人所不知道的概念，是指那些不在品级却有特殊能力的武器。而长存仙翁知道，九州只有一件道外奇兵——江离的天荒戟。江离曾偶然间撕碎空间，在虚空中找到的一块金属，不惧罡风乱流影响，质地坚硬。他带回来交给道宗炼气风，炼气风炼废了7个炉子，才把这块金属炼成戟的形状。江离给他取名天荒。是你囚禁了我们的同胞。江离，别和他硬拼，你打不过他。回到各自的位置，否则尔等都要回炉重练。他是人皇，九州最强之人，战胜他，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皇朝。其他仙气也都知道这个人皇才是他们最大的阻碍，只有打败他，后面的事情才可能实现。他们在灵智诞生前也有隐隐的知觉，知道江离很强，然而一交手才发现这人皇简直强得离谱啊！好疼啊，好野蛮。他比我们龙族力气还大。人类，你很好，这是你逼我的。我要让你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面临种种困境，举步维艰。阴阳天印言出法随，此话一出，江离就会面临种种不可思议之巧合，例如体内灵气紊乱，失去修为，又或者被人莫名敌视，人人得而诛之，甚至陷入时间迷雾，成为500年前最弱小的自己。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江离身上毫无变化。啊，我怎么可能看不到你的因果？我怎么可能看不到你的因果？阴阳天印失态大叫，无法理解看到的一切。在他眼中，所有人所有灵宝他都能看到因果，唯独江离仿佛独立于九州，没有任何因果。我不玩了，你欺负人！小塔，带着兄弟们跑，离开九州。检测到未知世界，检测到未知世界，检测到未知世界。系统突然传来6道提示音，仙气被打跑，其余诞生灵智的灵宝便成不了气候。在九州众多高手出手的情况下，这些灵宝纷纷认怂，不再喊着要建立灵宝皇朝了。我去把他们找回来。前些时日，我对时空之道有些心得，可以顺着仙气们的方向找到他们。师傅，我好想你啊！有人欺负我，长存师弟就在一旁看着，要找师傅告状。师傅，你在哪？师傅，别哭了。阴阳天印一看到江离，那胆儿都吓没了，拔腿就跑。他又不是梵天塔，可以穿梭空间。江离很快就追上他，握在手里。鬼混蛋，放开我！等我在这里找到师傅，一定要让他给我出这口恶气。你的意思是，道祖在这个世界？哈哈，你以为我是让小塔随便找的世界吗？我早就通过因果之力找到师傅的踪迹，他就在这个世界。怕了吧？怕了就放开我，以后见到师傅我就不说你坏话。你是不知道师傅有多疼我，把我练成后，天天把我绑在手心里，对我爱不释手。你都这么哭了5天了，也没见道祖来找你啊？也许师傅在闭关呢。你不是能感应到道祖的因果吗？不能准确定位吗？可能是离开九州的缘故，导致我对因果掌握的不准确。我现在觉得处处都是师傅的因果。会不会只是道祖的某件东西在这里，让你误以为是道祖啊？不可能，绝对是师傅本人在这里。唯独这一点我不会感受错。你感受道祖的因果在哪儿？整个大陆。原来我是想着哭遍整个大陆，结果才飞了不到一半就被你拦住了。你这个方法不行，道祖修为通天，要想见你早就见了，很明显是不想见你。那怎么办？好在我的修为彻底，可以帮你寻找道祖。就算阴阳天印不找，江离也要寻找道祖。
本该飞升仙界的道祖怎么会在这里呀？就算是像长存仙翁一样养老，也该回到九州啊。道祖可是土生土长的九州人呐，总该不能是这里灵气和九州相似，道祖老眼昏花，把这里当成了九州吧？而且江离的直觉告诉他，道祖一定知道仙界在哪儿，仙界出了什么变故。据长存仙翁所言，域外天魔原本是仙界负责阻挡，如今域外天魔现世，定是仙界出了事情。江离和阴阳天印没有任何掩饰，大大咧咧地降落在繁华的都市里。不知是江离和阴阳天印的行为太过于常见，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会飞的人和会飞的印章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围观。当江离用神识扫描这里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世界的人很奇怪，几乎没有感情，所有人都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关心外界的事情。所有人的聊天内容都只会是如何提高工作效率，不关心八卦新闻国家大事。这个淡漠无感情的科技世界是江离对这个世界的初步印象。师傅怎么会在这样的世界里？去图书馆。江离知道，只要自己去图书馆，用神识把书扫描一遍，他就能完全了解这个世界。他用神识笼罩整个城市，并没有发现任何贮存书籍的地方。你不是掌握因果吗？看看图书馆在哪儿。我只能掌握九州人和事的因果，这个世界的因果我看不到。你不是仙气吗？想想办法。你不是人皇吗？想想办法。两位要是无事，不如和我唠唠。你是？初次见面，两位天外来客，你们可以叫我总统506号。当然，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明中，你们要是叫我明中，我会很高兴的。我叫阴阳天印，你可以叫我天印。江离，两位是从何而来呀？是其他星球吗？先介绍一下你们的世界，我们再介绍。正如刚才所说，我叫总统506号，是第506任总统。我们每个人在出生前就已经根据基因决定好未来的职业，就以职业加序号为名字，以示区分。哈哈，我是个例外，觉得叫总统506号不好听，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你们为什么要抹除自己的感情？因为我们想活着。难道有感情就不能活着吗？我见两位只是在我们人类上空转了转，没去另一端呢。难道大陆另一侧不是人？这是大陆另一侧的东西，我们把它们叫凶兽。目前大陆有1多半已经是凶兽的地盘了，我们人类只占1小半，而且我们的面积还在逐渐缩小。起初这些凶兽不算太强，我们凭借导弹可以和凶兽抗衡。我们本以为只要科技再进步一个台阶，武器威力再大一点，迟早可以解决凶兽，但我们太乐观了。我们的科技确实在进步，但凶兽进化比我们还快，到最后我们连核弹都用了几千枚，却依旧被这些凶兽挡住了。再这么下去，我们人类迟早要被凶兽吞噬。我们认为科技进步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一味追求薄发是不行的。于是我们选择让几代人去掉感情，集中精力积累底蕴，再让一代人出现感情。在厚积时代会选出有感情的总统，在薄发时代会选出无感情的总统。在这样的策略下，科技果真发展迅速，先后研究出机甲、光脑、仿洋弹、泯灭炮等。正如你们所见，我们正处于厚积时代。然而即便我们奋力发展，却依旧赶不上凶兽进化的速度。我们的防线每年都在后退，他们进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样下去人类还是会灭亡的。可是不这么做，我们灭亡的时间会更短。你们能救救我们吗？为什么不离开大陆，飞到其他星球呢？你们不知道，距离大陆越远，引力越强，怎么可能飞出去啊？江离闻言一跃而起，果真感觉到越来越重的引力。引力最大的时候，渡劫期修士都不可能凭肉体扛过去，直到距离1000万米的高空，引力才消失。江离先生，您这是怎么做到的？原来你们不是来自外星，而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九州、仙界、修士、仙气。合体期妖兽和化神期妖兽。啊，怎么可能？很明显，你们以前碰见的是化神期的妖兽，而这一只是合体期的。可以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江离对那只合体期妖兽喊道。按理说妖兽在金丹期就有相当于成年人类的智商，但他却听明中说凶兽没有任何智慧，不能沟通。
我打不过江离，还打不过你啊！其他凶兽见阴阳天印的攻击，也不管他们之间的差距，都要扑上来。江离一挥袖，这些凶兽通通化作灰烬，留下这只合体期的就行，其他凶兽没有什么价值。好奇怪的妖兽，已经到合体期却没有灵魂。不会吧？咋的？又想起我了？哎，找到阴阳天印了？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你看看这只妖兽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是域外天魔留下的痕迹。咱俩结论一样，应当是域外天魔搞鬼无疑。这个世界如此强大，有域外天魔还没被侵占，这正是奇怪的地方。域外天魔似乎只是对妖兽动了动手脚，让妖兽进攻人类，并没有直接去攻打他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这个世界的人族领袖，总统506号，你可以叫他明中。这是白宏图，道宗宗主渡劫期。据明中说，这只是他们碰见的最强妖兽，大概是刚突破的，以前没见过。至于域外天魔之类的威胁，从未见过。啥？合体期最强？白宏图有些傻眼，域外天魔搞什么呢？合体期就指望侵占一个世界，这种货色要是赶来九州，道宗当天就能吃上合体期妖兽火锅。他看到明中异样的神情，察觉到这对九州来说没什么的东西，对于这个世界就是巨大威胁。我是说合体期也挺强的。还有一件事情你需要知道，阴阳天印说他在这里感知到道祖的因果，怀疑本人在这里。祖师在这里？目前还没找到有关道祖的踪迹，不过阴阳天印的感知应该无错。你怎么想？一位大成期来到这个世界，祖师不可能不知道，然而却依旧没有找到祖师，说明祖师应该出了问题。我觉得道祖可能在和域外天魔对峙，无暇顾及我们。那就辛苦你了。所有的妖兽都被域外天魔做了手脚。喂，你有没有觉得灵气密度越来越大了？确实。停下！怎么了？前面可能会有危险。江离皱眉，他用神识看到几百公里以外有一只疑似成仙的妖兽。然而没有理智的妖兽，连达到渡劫期都不可能，怎么可能成仙呢？而且哪来的成仙天梯呀？难道这个世界有成仙天梯？这是妖兽的源头。这是师傅的阿青，阿青，我是阴阳天印啊！师傅在哪里？他是道祖的坐骑，畸形青牛顶撞过来，阴阳天印完全不惧，选择最粗鲁的打法，用焰身和牛角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阿青，你冷静！畸形青牛完全不听阴阳天印说话，一牛一印扭打在一起，方圆几百公里都夷为平地。明中被江离护住，连一牛一印的交手都看不清，只能听到延迟的交战声、青牛的闷闷声和阴阳天印的怒吼。阿青，你别逼我，你知道我的能力可以掌控你的因果。因果呢？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因果？阴阳天印惊愕，眼前这头青牛肯定是师傅的坐骑，是出身九州的妖兽，就算成仙，他也应该能控制青牛的因果。然而现在别说控制了，连看都看不到。阴阳天印一个失神，被畸形青牛顶飞。当他再飞回来，打算和阿青再大战300回合的时候，却发现江离取代他的位置，和畸形青牛对峙。一交手，江离就感受到一股超越渡劫期的巨力，果真是仙兽。他施展法相天地，努力压缩体积，成为了一尊高达100米的巨人，和畸形青牛体积相当。他背后伸出2只手，4只手握住畸形青牛的4角，把他引飞，撞倒那棵他之前睡觉的大树。一枚破旧的戒指从大树中弹出来，引起江离的注意。他捏住戒指，发现一丝一缕的仙力从戒指中溢出，一触碰到外界就转化成海量灵气。这是专门用来储存仙力的储物戒。是抢老爷戒指的坏人，把戒指还回来！是抢老爷戒指的坏人，把戒指还回来！
是抢老爷戒指的坏人，把戒指还回来！畸形青牛不断重复这一句话。江离其实能看出来，这只青牛也被域外天魔污染，已经完全失去理智。刚才他说话不过是心中一道执念，因而他只会重复这一句话。是谁要抢师傅的戒指？阿青，回答我！没用的，他已经不是你认识的阿青了。江离明白了，青牛几百年来一直守护在这枚戒指旁，等待道祖回来，也依靠着戒指内的仙力残活至今。也幸亏青牛没有离开这里，他但凡去一趟人类那边，人类早就死光了。发狂的仙兽9州都没有多少手段能够拦得住。江离按住青牛，阴阳天印慢慢飞到青牛眼前。阿青，杀了我！阿青，你恢复神智了。是抢老爷戒指的坏人，把戒指还回来！阿青咆哮，接着又用一种哀求的语气说道：杀了我！阿青没了，师傅又在哪里啊？江离像是想起什么，一跃而起，突破引力束缚，飞到临近的星球，俯视整座大陆，沉默了。他连接白宏图，白宏图和长存仙翁的虚影站在旁边，看到整座大陆，泪流满面。第二天，江离把明钟送回人类那边，又回到妖兽领域，发出被血埋在下面的阴阳天印。回去吧，道祖不在这里。你胡说！咱们哪都找不到道祖，他也许只是在这里留下坐骑和储物戒，自己离开这里，在其他世界和域外天魔交战，无暇顾及阿青。可是我在这里感受到师傅的因果，只有他本人在这里才会显示这种因果。你的因果之力3番5次出现问题，这次同样如此，是你感应错了。我不信！我知道了，你是觉得找师傅太麻烦，想把我骗回9州。你冷静一点，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不是不帮你找，而是道祖不在这个世界，待在这里只是徒劳。你又不知道道祖在哪里，道祖若是战胜域外天魔，迟早也要回9州看看。你不妨先随我回9州。你说谎！你就是想把我骗回9州，让我当什么大阵的阵眼。对，你有问题。我看不到阿青的因果，因为他被域外天魔改造过。我也看不到你的因果，你也被域外天魔改造过。说不定你就是域外天魔。胡说！在9州，我不敢施展全力；在这个世界，我可没有忌惮。我要让这座大陆生出灵智。这座大陆有多大？出来之时，江离不知道答案。而他这几日在大陆来回穿梭，发觉大陆有9州世界的2州之地大小。更直观的说，有几十颗行星展开那么大。如今这样一座大陆产生灵智，会发生何等惊天动地的动静？大陆剧烈颤抖，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地震，1000米高山顷刻倒塌，砸死无数妖兽。海洋底部开裂，海水从裂痕中流出，分离无数，化海为江，洪水泛滥肆虐，妖兽四散逃离。突然天空一片漆黑，阴阳天印抬头看去，发现竟然是一根根睫毛把视线内的天空都遮住了。神识扩散到极致，他终于看清遮挡天空的东西开始不可控制的颤抖。道祖的脸。江离曾站在其他星辰上眺望大陆，终于识得全貌。整座大陆是一具仙尸，更准确的说是道祖的仙尸。道祖的仙尸庞大到2州之地，几十颗行星大小，日月星辰都围绕着它旋转，组成这个世界的人类所看到的宇宙。妖兽在道祖的大腿到脑袋之间活动，人类在小腿和脚之间活动。江离没见过这种情况，让长存仙翁看看。长存仙翁痛哭流涕，悲从心来，对着道祖尸体磕了9个响头，说这是有人把道祖的尸体炼化成如此庞大的模样，但他无法理解这样做的目的。江离也觉得是域外天魔做的，但他不能理解这样做的目的。若有能力和功夫把道祖尸体炼化成大陆，为什么不把这里的人都杀掉，反而多此一举地通过污染妖兽，让妖兽杀掉人类？考虑到阴阳天印心智不够健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江离本打算让他回到9州，等他成熟一些再把事情告诉他。谁知道这小子直接把整座大陆复活了。这不可能！阴阳天印知道自己能点化的只有死物，而师父怎么可能会死？他可是自号道祖的人，有命格承受这个称号，甚至有可能是仙界道祖的化身。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死？无论阴阳天印相信与否，道祖的尸体就在眼前，而自己刚刚赋予了灵智。天印，你个王八蛋，赶紧把道祖尸体的灵智抹除！我控制不了他了。如果只是一片大陆，阴阳天印可以随意给予抹除灵智，但这是道祖的尸体，一具比寻常仙人要强上不知道多少的仙尸，产生灵智后，出于下意识的自我保护，会阻断阴阳天印的影响。你就该待在道宗再练几转。个头不大，惹事的本事比谁都大。所幸道祖仙师产生灵智后意识微弱，不能控制这么大的身体，目前只有脑袋能动，手臂都是僵硬的，对人类影响不算大。要是等他全身活动，手脚伸展，在小腿上生活的人类一个都活不下来。不就是个头大吗？谁还不能长高似的？江离怒吼一声，施展法相天地，同样大到无法想象。他压住道祖的双手，抵住脑袋，自己阳神出窍，钻入道祖眉心。道祖灵台一片衰败之界，只有一道白袍虚影立在其中，眉头微皱，不能理解现在的状况。他内心很烦躁，想要毁灭些什么。他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但不能很好的控制。他想要控制身体，直觉告诉他，一旦他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可以为所欲为。这是道祖新产生的灵智，且虚影逐渐有凝实的趋向。虽然你可能不知道，你不应该出现，但对不住，事情结束，但谜团依旧有很多，让江离皱眉。他忽然想起自己最开始的时候问过系统商店有没有卖核弹的，系统的回答是：请宿主先前往其他世界。他换出商店界面，发现内容果然更新。有了这个世界的东西，诸如光脑、仿阳弹等等，价格也不贵。这些东西他暂时还不需要，要买的另有其物。他在一片高科技商品中找到一块格格不入的古物，是一块石碑，需要花费几十万元点。而商店对石碑的介绍是道祖弥留之际留下的信息。江离知道自己猜对了，道祖这种大人物不可能一点东西都留不下来。想要在这里找到道祖的东西，可能要花费几年时间，用神识一点一点搜，太浪费时间了。江离选择直接买下来，也就是几十本合体期功法的事情。仙界移民们，如果你们能看到这块碑文，说明你们已经战胜了阿青，也就是我的坐骑。仙界发生大乱，无奈之下，我带着你们先祖逃到这个世界，敌人紧追，大战，对方太过强大，败，把自己炼化成大陆，为你们提供容留之地，这样他们就不敢。但他们污染我的阿青，我已无力阻止，抱歉。能不能感受到飞升前辈们的因果？不能，就像是完全消失了一样。阴阳天印感受到道祖的因果就在那片大陆上，可见他的因果之力并非无用。他感受不到阿青的因果，可能是因为对方被域外天魔改造了。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些飞升的前辈难道也都？可是不对啊，为什么他也看不到自己的因果？自己可是从18岁开始土生土长的九州人呢，总不可能自己前世是域外天魔吧？用不用把灵宝们的灵智都抹除？先说好啊，仙气的灵智我可消不掉，他们现在应该都产生灵魄了，其他灵宝都可以，他们产生灵魄的速度没有仙气快。抹除吧，虽然还真有点舍不得。江离，你不是说过吗？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我认为灵宝有灵智也是双刃剑。我们担心灵宝伤人，但灵宝也可以增加修士的攻击手段。我在道宗灵师举办了一次比赛，让和主人关系好的灵宝弟子也参加比赛，并允许他们使用灵宝。结果出人意料，灵宝和他们的主人仿佛心意相通，用起来非常顺手，而且灵宝还有自己的意识，主动帮助主人进攻，整体实力都有提高。外门弟子战胜内门弟子，内门弟子战胜核心弟子，在比赛中常有发生。这是我的剑，我现在让他学习剑法，进步很快。不是我吹啊，大家都知道我白宏图可有剑仙之称，比某些人这种只会一招新剑的剑法强上太多。不，暂时不用消除灵宝的灵智。先做一次实验，从大周开始，我会说服机制的。具体来说是让大周颁布一道律法，灵宝不是仙器，不能维持自身。我们可以给予灵宝们一定的权利，例如帮助他们提升品质、日常保养等等，并对灵宝进行规则限制。第一，不能伤害主人；第二，灵宝必须服从主人给予他的命令，当该命令与第一条规则冲突时例外。第三，灵宝在不违反第一、第二条规则的时候，要尽可能的保护自己的生存，以及额外规则，必须保护九州人族的整体利益不受伤害。
前3条规定都是在这一前提下才能成立。考虑到大周独特，即便成功了，其他皇朝颁布律法的效果也不见得好。我记得道宗有人修行很冷门的契约之道，可以尝试把这3条规则和额外规则用契约纸定下来，让灵宝主人和灵宝签订契约。白宏图和长存仙翁心中算了算，没找到什么规则漏洞，对江离这一想法啧啧称奇。若是能成功推行，9州的实力将会有一个飞跃，自然支持。至于阴阳天印有规则漏洞，他也不能发现。你接下来做什么？去其他世界找仙器？不，我还有个新的想法，要尝试一下。当江离从商店买到道祖石碑，就知道商店里的东西并非凭空造物，而是确实存在，不然没理由去了其他世界商店才更新。所以找到剩下仙器的方法就很明显了。购买梵天塔、大如字帖、如意葫芦、塔山石、龙珠、古金剑。江离在商店找到这些仙器，一一购买。为什么非要去其他世界啊？网购不香吗？洞府出现6道光圈，仙器从光圈掉落。发生了什么？这是哪儿？我都快建立皇朝了。是姜人皇。仙器们七嘴八舌的讨论，他们刚在其他世界没享受几天逍遥日子，就被江离用未明方法拉了回来。然而也并非找到所有的仙器，梵天塔并没有从光圈里掉出来。江离看到光圈颤抖了一下，然后恢复平静。他想把梵天塔拉出来，但还没来得及动手，梵天塔就逃之夭夭了。不愧是掌握空间之力的仙器啊，用系统都抓不住你。江离也不着急，他用商店买下仙器是取巧，笨办法也有，利用阴阳天印的因果之力，梵天塔逃到哪里他都能找到，不过是费些时间。至于古金剑的光圈，一点动静都没有。江离猜想是古金剑逃到时间长河中，那里空间手段无用，系统也没办法。他正准备动身去找梵天塔，却见系统发布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任务。发布任务：你以第1名的成绩进入学院后，有众多美女向你讨教学习，私下交流甚密，引起男生不满。其中有人花重金聘请天杀阁杀手，请你躲避天杀阁杀手的暗杀。此次任务不可放弃。任务奖励：开启特殊任务，寻找成仙天梯碎片。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除去第1次新手任务不能放弃，江离还是第1次碰见不可放弃的任务。换句话说，在系统的认知里，此次任务，准确的说是任务奖励至关重要。天杀阁，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有人发布了要杀姜人皇的任务。此时经过伪装的江离正在吐苦水。我跟你说啊，姜人皇他无恶不作，杀人如麻，喜欢当着众人的面侮辱他人妻女。我一个朋友的妻女就是被姜人皇这样对待的。杀姜人皇需要多少灵石？你说要多少我有多少。住口！姜人皇岂能容人污蔑？真的不接任务？只要你们去杀姜人皇，不论成功还是失败，这些都是你们的。不接，滚！要不要干一票？蠢货！我们要是干出劫杀雇主的事情，第2天天机楼就能把这个消息当作免费消息四处传播。江离离开天杀阁之后，专门挑那种阴暗小道走，走了半天都没见有杀手见财起意来谋财害命。现在杀手都这么讲职业素养，所以才说系统给的任务不容易完成啊。江离露出真面目，回到天杀阁，吓得副阁主直接跪下，还以为姜人皇知道刚才有人向天杀阁发布了杀他的任务，怀疑天杀阁接了任务。人皇，天地良心，我们天杀阁可不敢接杀您的任务呀！不信你可以问刚才那混小子，我们天杀阁1块灵石都没敢收。刚才那个人就是我，我想体验被暗杀的感觉，快点来杀我。听江离这么说，副阁主更是吓得跟抖筛糠似的，哪里敢出手啊？从没听说过有人想体验暗杀的。姜人皇这是摆明了要找个借口除掉天杀阁，快点杀我！不得已，副阁主只能硬着头皮出手。他潜入阴影，无声无息。副阁主像是一尾鲨鱼，在江离脚底的阴影游动，寻找暗杀时机。突然，他察觉到江离恍惚了一下，果断出手，从背后钻出，用暗影做的匕首试图割断江离的脖子。匕首断裂，江离毫发无损。副阁主一击不成，遵循杀手原则，遁至远处，不再出手。但并没有出现系统的提示音，你是不是没有真心杀我呀？人皇说的哪里话？
我杀您可是发自内心的。江离瞥了他一眼，突然明白副阁主不是抱着杀心杀自己，系统大概是要求天杀阁的杀手有暗杀自己的心，装模作样的杀自己不算暗杀，这可就难办了。甲计划花钱杀自己失败，乙计划透财引诱杀自己失败，丙计划强迫杀手杀自己失败，江离只能执行丁计划了。他装作离开，实则是隐去翻找天杀阁最近的暗杀计划，目光一凝，找到几个熟人。暗杀秦乱，备注金丹初期，元武行，备注元婴初期，地点天元皇朝龙吟城，建议派乙等杀手。月。至于暗杀原因谁发布的，天杀阁是不管的，江离自然也不可能从这里知道。去找元武行，看着杀手会不会顺手暗杀自己。天杀阁不是最喜欢顺手多杀几个人吗？对不起，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能离开这里了。龙家不讲理，强抢民女，咱们出手相助，问心无愧。只是可恨偌大的龙吟城，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出手。我早就提醒过你们，在天元皇朝历练是好事，但出手也是要考虑后果的。咱们暗中把龙家三少爷做掉了不就行了？你俩非要当众出手。秦乱和元武行来到人族皇朝中最混乱的天元皇朝历练，宋颖追随秦乱的脚步也来到这里。自小生活在稳定有秩序的大周，秦乱和宋颖对天元皇朝的混乱惊到了。这里的人崇尚武力到极致，官府在这龙吟城只算是一大势力，还有千年世家龙家地位和城主持平，经常无视官府，胡作非为。龙家三少爷当众强抢他人妻子女儿，没有一个人敢出头。这要是放在大周，这三少爷能活多久，就要在大牢里住多久，管吃管住。秦乱和宋颖感同身受，以筑基巅峰的实力把金丹期的龙家三少爷和几个狗腿子狠揍一顿。而且龙吟城还时常举行大比，秦乱看上奖励参加大比，再度遇上龙家三少爷，不顾对方威胁，直接把对方打残，心情舒畅，顺利结丹。龙家三少爷何时受过这种屈辱啊？当晚派元婴客卿出手，要杀掉秦乱。至于宋颖，看起来挺漂亮的，收作小妾。谁料两人背后还有元婴期的元武行，以元婴初期战胜老牌元婴客卿。三人都知道再这么搞下去，非要惊动龙家化神老祖不可，便想离开。但有龙家这个地头蛇在，哪里是这么好离开的？看起来你们三个过得很充实啊。江人皇，您怎么来这里了？听说你们被天杀阁盯上了，我来看看热闹。龙家派了杀手要杀我们，是杀你俩，没宋颖的事儿。说说看，你们怎么惹到他们地头蛇了？元武行以旁观者的视角把事情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秦乱和宋颖不时补充两句。现如今龙家守在龙吟城周围截杀我们，我当然可以逃掉，但我没信心保住秦乱和宋颖。龙家的化神老祖不会搭理这种小事儿，龙家只能用元婴修士强杀我们。他们担心我临死前拉上一位元婴期供奉，得不偿失。我们和龙家都陷入两难境地。我还想着他们要怎么做，没想到是派出杀手。你们呢还是太老实了，摆脱不了大周的习惯。龙家的事情很好解决。天元皇朝有天元皇朝的规矩，强者为尊，下狠手耍阴招，还要不讲理，要学会入乡随俗。您是人皇，有绝对的力量，当然什么都不怕。那我就给你试验一下，我现在是你的大周朋友黄离，天赋异禀，和你一样单成一品。这是10块中品灵石，谁愿意上来被我打一顿？江离能看出来，这货的筑基后期实力全靠丹药堆上去的，这辈子也就是个单成9品的金丹废人。但谁叫龙家有钱呢？我来。一位同样是筑基后期的修士登上擂台，根基深厚，比龙三水强上许多。然而这名修士很快就被龙三水乱七八糟的攻击打的是手忙脚乱，最终倒在地上，被龙三水狠揍一顿。爽！龙三水扬眉吐气，把灵石丢给这名修士，让他滚下台。这孙子是在花灵石买沙包。这是20块中品灵石，
谁愿意上来被我打一顿？我扛揍！我喊的声音最大。我是金丹修士。在一众叫喊中，就属江离喊的最大声，众人都惊诧回头。你个金丹修士跑到我们筑基修士堆里做什么呀？我有个条件，要先给我灵石。龙三水二话不说，直接把灵石丢给江离，不担心江离拿了钱就跑。这附近有元婴期供奉，他一个金丹修士翻不了天的。江离拿着灵石袋儿掂了2下，又丢给龙三水。龙三水接过灵石袋儿，一脸不解。既然用20块灵石就能买一位金丹修士心甘情愿挨打，那自然也能买一位筑基后期修士被金丹修士打，很合理，对吧？江离一边笑着一边讲道理，一边猛冲上去，贴近龙三水就是一顿输出。住手！元婴修士反应过来，勃然大怒，要将江离毙命。江离掐住龙三水的命门，已躲在龙三水身后，一副滚刀肉的样子。要是敢对我出手，我就杀死他。我看是我的命值钱，还是龙家三少的命值钱？这位道友，别冲动嘛，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我是秦乱的朋友黄离，听说你们龙家一对他不利，我这个人没什么别的本事，就是不要命。谁敢欺负我朋友，我就杀了谁。元婴修士在心里破口大骂，这人一看就是金丹饱满，丹城上3品，这种人怎么可能不要命啊？但他不敢赌，只能任由江离提条件。你们要赔偿我兄弟秦乱10枚上品灵石。10枚？不可能！你们这帮世家都会给晚辈一张替死符，只是替死符能替死，但可替不了伤。江离轻轻掰断龙三水的一根手指，娇生惯养的龙三水哪里受过这种疼，当即眼泪都出来了，哇哇大哭。江离见断掉的手指耷拉着不好看，出于美观，拿出匕首切掉。这位元婴真人是觉得龙家三公子不值这么多钱，你看，现在他残了，所以我只要9块上品灵石。你要是还觉得贵，你看三公子还有9个手指和10根脚趾。真人，你说想出多少灵石？5块上品灵石还是1块？您要是跟龙家有仇就直说，我直接替你报仇。龙三公子的手指脚趾，保证1个不留。出，不就是10块上品灵石吗？给他。好，这是10枚上品灵石。你们对天道发誓，不准对我们出手，让我们出城。龙三水和元婴供奉心中冷笑连连，不准对你们出手，我们早就在天沙阁挂上悬赏，看你们还能蹦跶几天。这就能离开了？当初我还是金丹的时候，干过不少这种事儿，也就是近几百年变强了才收敛。事情还没完呢，龙家还是没解决。江离带着2人来到城主府，拿着那袋刚得到的灵石和一封信递给门卫，让他们把信交给城主。至于灵石，江离什么也没说，门卫也心知肚明。门卫各拿走1块上品灵石，其余的要交给总管，让总管把信给城主。您就不怕他们只拿灵石不做事？我拿出上品灵石，说明我有一定身份，可以接触到上层。万一要碰到城主府总管说起这事儿，总管就会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灵石，给这2人使绊子。他们不敢赌，也没必要赌。门卫只是贪婪，不傻。那您在信上说什么了？这上面有毒，不致死，但很难受，深入经脉，让人浑身发痒，抓破皮肤而不自知。不过只能针对筑基期以下的，而且但凡基础扎实一些，也能自己清除。要想解毒，丹药是不管用的，只能用神识扫描身体，一点点清除。而且元婴期的神识精度做不到，只能让化神期出手。那龙家的老祖真的会管这种事情？龙家的3位公子，你可曾听说过老大和老二经常欺男霸女啊？据说他们很少做。他们忙着修炼，没工夫做这种事情。龙三水是最小的儿子，受到父母放纵，这才无法无天。身为族长的父亲见儿子痛苦，磕头磕出血，请老祖宗出手是很正常的事情吧？化神期出手解这种毒，需要全身心投入，不能有一点打扰，否则容易反噬。不过很快就能恢复。所以我在信上告诉城主，让他自己想办法打扰龙家老祖，抓住反噬机会，做掉龙家老祖。城主真的会这样做？我在信封里沾上一点毒，真假一试便知。身为化神期的城主，本应该在这座城呼风唤雨，但偏偏有龙家在，使他如鲠在喉。一山不容二虎，一座城也容不下2位化神期。只要给他一个机会，
在龙家老祖疗伤的时候喊上一嗓子，就算是我骗了他也不会损失什么。稳赚不赔的买卖没理由不做。虽然这毒有10几日的潜伏期，但龙三水会提前发作。不出意外的话，今晚就能看到2位化神期的战斗了。因为他会服用活血类丹药断肢重生，导致毒药提前起作用。聪明了一回。老龙头，深夜冒昧访问，还望见谅。莫桑，你来做什么？哈哈，没什么，就是偶然对道法有所感悟，想找人切磋一番。可惜这偌大的龙吟城，只有你我2名化神修士，不找你找谁？莫桑掏出一柄大斧子，对着龙家老祖脑袋就是一劈。是我大力神斧第1式，是我大力神斧第2式，是我大力神斧第3式。这不还是老3样吗？说好的有所感悟呢？老子什么时候说过真话？在2位化神修士打得水深火热之时，天杀阁的乙等杀手和丙等杀手分别出手，将看热闹的3男1女通通杀死，杀2个赠2个。天杀阁的杀手向来大方，江离轻松躲过丙等杀手袭击，反手杀死对方。恭喜宿主任务完成，恭喜宿主开启特殊任务，寻找成仙天梯碎片。江离等了一会儿，发现系统一点动静都没有。成仙天梯碎片任务呢？发布啊！宿主实力较弱，出于安全考虑，请宿主安心修炼，变强以后再发布特殊任务，寻找成仙天梯碎片。我现在什么等级？大成期。弱吗？不弱。那发布任务啊！宿主实力较弱，出于安全考虑，请宿主安心修炼，变强以后再发布特殊任务，寻找成仙天梯碎片。系统的表现和江离猜测的差不多，他目前猜想系统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商城、传送等功能，可以自由使用；另一部分是发布任务，是按照既定轨迹进行的。也就是系统以为的自己是在延历4300年，而不是延历4800年。从发布任务的角度看，这傻子系统啊，还以为自己是筑基期呢。是你大爷，垃圾系统！为了发泄，江离一巴掌把蹦来蹦去的刺客拍死。我背后可是上将军，你要是敢杀我，上将军必定饶不了你。天元皇朝的上将军名叫车武，是一名成名已久的合体期大修士，为人蛮横护短，反复无常，谁也不愿意惹上他。哼，说的谁背后没人一样。我掌握了车武大将军的秘密，你若是放过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莫名其妙。龙家老祖宗一死，龙家就失去了顶梁柱。平日里的仇家忌惮化神期老祖不敢报复，如今龙家如同驶向悬崖的马车，再无生还的可能了。此时不报仇可就没机会了。爸爸，哥哥，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的。黄离，我一定会报仇的。江离所在的酒楼位置极高，龙家发生的事情一览无遗，同样也能看到龙三水逃跑的方向。他起身掠向龙三水的方向。今天再给你们上一课，叫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龙家老祖曾告诉过家主，要是龙家有难，一定要去找某个地方，会有组织的人接应你，只要你加入组织，就有重振龙家的机会。龙家家主也把这件事告诉了3个儿子。快了，快到了！三公子跑了这么久，休息一下呗，来喝点水。你阴魂不散呐！阴魂不散说的多难听啊，应该叫阳神不散。我们龙家已经家破人亡了，求求各位饶我一命吧！我保证以后重新做人，用毕生精力做好事。你们都听见了，是他自己说要重新做人的。那既然是重新做人，那就免不了要投胎转世。看来龙三少爷有求死之心，我们成全他。我不是这个意思。此位得饶人处且饶人。您就是老祖说的那个组织的人？老龙头送给我不少人引子，给组织帮助不小。你作为龙家唯一的幸存者，不仅可以加入组织，还能提一个要求，只要我能办得到，那请您杀死这群人。
这些人见了我是一定要死的。你可以再提一个要求。我没有其他要求，只求您把这些人打得半死不活，我要亲手杀了他们。可以。元武星如临大敌，面对化神修士，他就算再能打，也不可能保住秦乱、宋颖和黄离。哎，不对，好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有人不需要我保护啊？秦乱好奇地看着江离，想看看身为金丹期的黄离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做。反正是他，就彻底没辙了。谁知江离施展百丈法身，威武强悍，一个照面就杀死了龙三水，重伤老者。那个，您刚才的招式不像是金丹期能做到的。哦，其实你们不知道，我戒指内有一位大成期强者的灵魂，关键时刻可以暂时提升我的实力。原本我是不想这样做的，这是我最大的底牌，但今日特殊，不暴露底牌就要死，你们一定要保密啊！你究竟是谁？金丹修士黄离。你骗鬼呢！老者怒吼一声，体内腾起奇异力量，瞬间治愈身体，转身就跑。江离察觉到老者那股奇异力量，面色一变，不再装金丹修士，用法身攥住老者，喝问道：“你这是什么力量？从何处来的？你这种一言不合就杀人的人，怎么可能有这种力量？”你是法身宗的长老。老者认出江离的招式是6大宗门之一的法身宗才能施展出如此伟力的法身，你的力量到底从何而来？难道我告诉你就能活命吗？希望你一会儿不要求我杀死你。求饶和惨叫声传来，宋颖只是听着声音就不寒而栗，不敢想象老者正承受着何种酷刑。求求你，杀了我！你要问什么我都告诉你，只要你给我一个痛快。你的力量是怎么得到的？这是神藏之力。每一位教徒入教后，诚心信仰神藏尊者，就能找到隐藏在体内的神藏之力。是什么教？江离从未听说过有这种教派，更没有听说过什么神藏尊者。九州有不少信奉仙界仙人的教派，比如有信奉北极真武大帝的，有信奉太阴星君、太阳星君的，还有信奉黄角大仙等等。而人皇本质上也算是一种信仰，人皇殿的信仰之力就是因此而来的。在成仙天梯还未断绝之时，信奉仙人的信仰之力还能传送到仙界，仙人也会降下仙迹。而成仙天梯消失后，和仙界的联系断掉，信仰之力传不上去，仙人也不会下来。这些信奉仙人的教派如今几乎消失。我是神藏教教徒，教主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无穷力量，受限于自身认识，不能察觉到。只要我们信仰神藏尊者，用人引子，就能挖掘出自己的神藏之力。什么是人引子？就是人，不管好人还是坏人，只要我们杀人，就能挖出神藏之力。这不就是魔道修炼方法吗？什么魔道？魔道之力带有怨念，神藏之力可没有。老者一瞪眼，把神藏之力展示给秦乱看。神藏之力金灿灿的，温暖而柔和，和冰冷的魔道天差地别。你知道我管这股力量叫什么吗？什么？功德之力。秦乱和元武行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心冲到头顶。功德之力有种种妙用，可提升境界，规避心魔，感悟天道，蒙蔽天机等等。在以前是众多修士追求的玄妙之力。成仙天梯消失9000年，功德之力亦有9000年未出现在九州。任凭人们做出多少福泽苍生的壮举，也不会有半点功德之力出现。渐渐的，修士们忘记了功德之力的存在。留存功德之力最多的势力是孟姜皇朝，豪横到可以用功德金砖给红尘仙子砌一座金屋。然而这是孟姜皇糊涂之举，在他清醒过后，连忙把金砖收起，珍而重之地存放在了国库中。祖训说的可是，若非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绝技不能使用这些功德金砖。正因功德之力稀少，现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修士还能认出功德之力。就算是化神期的老者，也认定这力量是源于自身的神藏之力，而非什么天降功
功德。道宗对此的解释也是，所有功德之力都被堵在仙界，下不来。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回事儿，是降下功德之力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杀人就能获得功德？不对，自己杀的人不少，刚才还杀了一个龙三水，可也没见到半点功德之力啊，应该是还有什么条件才对。是什么？是必须要加入这个神藏教，还是要经历什么仪式，或者说是要信仰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神藏尊者？老者刚张了张嘴，半句话都没有说出，身体瞬间膨胀成一个球，随时要爆掉的样子。江离眼疾手快，禁锢住老者的身体，阻止他爆炸，却也只能做到这一步，无法让他回到原样，只能保持球形。而且自己一旦放开禁制，老者还是要爆掉。失传的咒术，江离见过咒术描述，只要念及或者说出某些东西，就会受到惩戒，例如眼前的自爆。9000年过去，九州不断发展，有新的传承出现，自然也有旧的传承消失，咒术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说，修炼咒术之人自身也被诅咒，是天煞孤星命格，因此咒术传承一脉单传，消失也属正常。你们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也不要掺和进来。江离严肃地叮嘱秦乱三人，这三人的为人他清楚，不会乱说的，但还是忍不住叮嘱，这件事的干系太大了。江离带着球形老者破空离去。白宏图，出来看看能不能解开这东西。解什么？解开禁制？解开它就爆了哟。你不认识咒术？不认识，只见过咒术描述，哪里就能断定这是啊？这叫谨慎。这确实是咒术，而且是条件极其严苛的六合作炼咒。九州的咒术已经失传了，你是从哪找到的这个人呢？能解吗？一般的咒术我能解，但六合作炼咒下咒条件严苛，除去下咒之人，无人可解。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下咒？一是需要对方在知情的情况下完全自愿，不能以性命、家人为要挟，以财宝等为诱惑；二是要高出被下咒人整整一个大境界。完全自愿还能下咒？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个傻子啊？天印，你看看，这个人和什么人产生过因果？这个人的因果被什么力量遮挡了，看不清，只能看个大概。此人从未离开过天元皇朝，再具体的无法得知。天元皇朝，知道了。最后，江离来到了天元皇宫，打算把如意葫芦还给天元女皇，自己去找元武行他们。玉眼，我把你们天元皇朝的葫芦带回来了。江离和天元女皇玉眼相识已久，曾经都是人皇候选，关系不错，可以互相称其名。江离找到天元女皇，发现她面如金纸，萎靡不振，躺在寝宫，正被几名宫女服侍，哪还有往日那位女皇的霸气啊？这是怎么了？江离皱眉，他看得出天元女皇是在装病。天元女皇驱散宫女和江离独处，宫女走后，天元女皇也不装了，又恢复成原来那位君临天下的威严女皇，使人常常忽略她那清脆动听的声线。有人欲谋反，我给他们一个机会。现在一些皇室不死心，不忘过去的辉煌，此次见我失去如意葫芦，想联络一些朝外势力推翻我。我见他们磨磨唧唧的，怎么也想不完结，索性装作走火入魔的迹象，引诱他们出手。你是想借此机会突破合体期？按理说300年过去，同代的江离成为大成期，白宏图也成为了渡劫期，玉隐也该成为渡劫期。但国运既是加持，也是限制，携带国运修炼会增加无形阻力。玉隐下床，雪白的蚕丝薄袜踩在地上，体态轻盈，没有一点声音。他坐到桌边，对江离没有丝毫隐瞒。是的，生死间有大恐惧，也有大机缘。若是再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下去，不知何时才能突破合体期。如意葫芦你先拿着，我若拿着葫芦，那就算不上什么生死考验，只有失去退路，才算得上真正的生死考验。所以到时候我要是输了，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死，不允许出手，否则我恨你一辈子。其他仙器也被我找回来了，但知道的人还不多，我会告诉他们，让他们暂时保密。玉隐嘴角微挑，露出一丝笑意，冰霜融化，美不胜收。主人，我好想你。
如意葫芦从江离腰间飞出，扑向玉隐。当时仙气太多，我要是不装作同仇敌忾的样子，他们饶不了我的。主人，你要原谅我啊！玉隐把如意葫芦踩在脚下，玉足隔着柔软的白袜，把葫芦踩得滚来滚去，然后一脚踢给江离。盯着点，到时候也别让他出手。还有个事情，算我的请求，如果那些人知道你来到天元皇朝，会顾及你我之间的关系，不敢出手。能不能请你对外说，你要去其他世界寻找仙气，最少要出去几个月？可以。江离走后，几名宫女赶紧去寝宫照顾玉隐，顺便旁敲侧击地问询江离说了什么。玉隐装作看不出宫女的心思，随口说江离要离开九州几个月，还说自己也想离开，看看不同的世界。其中一名宫女得到消息后，伺候了玉隐一会儿，才把消息传出去。我不是来视察天机楼的，我要买神藏教所有的资料。神藏教？周有福露出为难的表情，一上来就要天机阁也知之甚少的神藏教，你还说不是来视察天机楼的？周有福很快就整理出来关于神藏教的资料，交给江离。就这么多？江离扫了一眼玉佩里的东西，少得可怜。周有福很老实，就这么多。我们天机楼对这个突然出现的教派知道的也不多。我们当初知道这个教派后，派去几名弟子调查，结果都被拉入神藏教，成为虔诚的信徒。从那以后，神藏教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们，就处处提防。弟子都背叛了，你们就没想着找回场子，彻底调查神藏教？江仁皇说笑了，我们是商人，几名弟子不过是从一间商铺跳到另一间商铺，何来背叛一说？再者说了，没有客人出零食，我们何必费力不讨好去调查什么神藏教呢？神藏教出现在40到50年前，只在天元皇朝发现过踪迹。据说是有一位修士在睡梦中梦到神藏尊者，从尊者处得到神藏之力的秘密。醒后这位修士创立下神藏教，成为教主，拉人入教，传播获得神藏之力的方法。神藏教认为人体有秘藏，只要挖掘出来，成仙逍遥不过是等闲之事。但修士认知不足，阅历不够，不可能发现自己的秘藏所在。幸好神藏尊者传下方法，言明天道有常，自留一线机会，可用他人性命开启神藏之力。只是此等属于天机，不可轻易外传，非信奉我者不可得知，且损人性命，有伤天和，每人最多只能杀1000人。这就是天机楼所知道的神藏教全部信息，上面写着神藏之力，没有半点提及功德之力。想想也是，要是知道神藏之力就是功德之力，轮不到江离问，他们也要把这件事告诉他。功德之力是天道对修士行为的认可，这无异于说是天道鼓励杀人，这背后隐含的信息量太大。无论是道宗还是天机阁，双方都把方向指向天元皇朝，江离自然是要去一趟。而且他对怀疑龙家老祖所说的上将军秘密就是这个神藏教。其实江离还想去玉隐那里问问情况，但考虑到他如今正蓄势冲击渡劫期，不方便打扰，也就作罢。天元皇朝气愤肃杀，就连不关心政事的修士也都听说天元女皇冲击渡劫期失败，受了内伤，宫廷医师束手无策，就连道宗请来的炼丹峰长老也连连摇头，说内伤需要静养，不可发怒动气。天元女皇听从医师叮嘱，静养在养心殿，把政务交给大臣处理。千天元皇室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女皇傲慢没有清除他们，如今正是要让女皇为自己的傲慢后悔，把她从皇座拽下来，狠狠地踩在地上，肆意践踏她。他们左右逢源，联系各种势力，朝中大臣是要一举推翻玉隐的统治。就连常年驻扎在边疆的车武上将军都班师回朝，言明现在和大周只有小规模战争，不足为惧。然而谁都知道，现在女皇可没有下令让车武上将军回朝嘛，这是大臣们做出的决定，就是不知到底是女皇授意还是大臣们擅自决定的。一名杀人无数的合体期修士，足可以影响将要发生的叛乱。曾经的皇城在天元皇朝的所有城池中算是最有秩序的，毕竟皇朝大佬都是一副和和气气的样子，没有撕破脸皮。而现在大街上，不是刑部在调查杀人事件，就是大理寺在抓捕凶手，或者两个部门反过来，他们的职责已经开始混乱。江离就站在车武上将军的府前，周围是进进出出的刑部和大理寺在调查杀人事件。死者名叫车武，职位是上将军。
初步断定死亡时间是在1个时辰前，车武被人杀死，一招毙命，魂飞魄散。凶手未查明，推断对方是车武信任之人。1个时辰前，江离碰到神藏教的老者，刑部支持前天元皇室，大理寺支持天元女皇，双方都怀疑是对方派人杀死了车武。言语之间多有试探，但什么都试探不出来。江离走入车武的府中，默默地看着车武的表情，惊恐、迷茫、不解等等，正如江离见过的无数死者一样。车武的表情也十分丰富，他也看不出什么，但也没关系，他知道有一家人是专业人士，可以帮忙。现在有时间吗？江离来到大周皇宫，看到姬止正在一边审批奏折，一边吞服道宗出品的醒脑丸。当我没问。江离对上姬止的视线，大概知道姬止为什么只能待在化神期了，忙得没时间修炼。你知道颁布有关灵宝的临时法令会产生多少事情吗？姬止面前的奏折不是别的，正是几个试点城池推行法令后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大臣们整合到一起，写出对策，再被姬止一条条推翻，写出法令应该修改的地方。说吧，找我干什么？好消息，一直在边境骚扰你们大周的车武上将军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情？1个时辰前。那你是特地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姬止可不相信江离有这么好心。是的，顺便找你帮忙查一查凶手是谁。最近为了法令的效果达到最好，我多次动用重统，现在你也看到了，差点把我眼睛看瞎了。法令也有一大堆的问题，你要是不着急，能过个10几天，我把眼睛养好了，帮你查一查。你要是着急，可以让姬空空帮忙。江离想起姬空空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姬止的小女儿，大周的19公主。她才7、8岁吧，练气有前3层的程度，能学会追溯时光。姬止说起这个最小的女儿，一脸骄傲。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家空空可是一出生就不是人形，而是一尾小白鱼，这和记载中的先祖一模一样。3岁的时候才化为人形，她在时间之道的天赋比我还高，直追先祖。若是这样，那姬空空的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江离去找姬空空前，姬止紧张地叮嘱：你可要保护好我女儿，她要掉一根头，咱俩绝交。这是你们大周皇室学习时间之道的书。江离得到姬空空允许，拿起他刚才看的书，想着说不定自己也能学会时间之道。然后看到姬止在第1页写道：江兄别看了，你学不会的。父皇在所有有关时间之道的书上都写了这句话。考虑到姬止政务繁忙，让他一边养伤一边批阅奏章，实属不人道。江离决定暂时先记下一笔，日后算账。江离把事情简要的和姬空空说了一遍，得知自己能帮上忙，姬空空很高兴的就答应了。你能追溯多久之前的时间啊？6个时辰。父皇告诉他，在可以翻阅到的文献记载中，他的天赋在姬家是当之无愧的第1名。他只有炼气3层就能触及道，且可以运用自如，这简直无法想象。很不错。江离淡淡的评价了一句，让姬空空内心小小的雀跃了一下，却不知此时江离想的却是，别人家的孩子炼气3层就能追溯6个时辰，自己大成期连1秒钟都追溯不了。江离夹着姬空空飞往天元皇朝，姬空空的2条小白腿不安分的晃动。你见过死人吗？江离突然想起来，对方不过是7、8岁的孩子，自己让他回到过去看杀人现场，是不是太残忍了？可别给人家留下心理阴影。见过，有姐姐嫉妒我的才能，要杀死我，妈妈护住了我。我想努力感悟时间之道，回去看看妈妈。江离没有再问过程和结果，只是怜惜地揉了揉姬空空的小脑袋。江离来到天元皇城，没有直接去上将军府，而是带着姬空空四处闲逛，去茶馆喝茶吃点心，去听和真实情况没有一点相符的评书《人皇传》，还让他拿着如意葫芦玩。姬空空一路笑声不断。有没有问题？没必要强迫自己，我还有其他办法。他说的其他办法当然是找其他的周家人，不过这话不能直接对姬空空说。他现在已经有点后悔把姬空空带过来，现在想来分明是姬止这混蛋想锻炼孩子的心境，自己又下不去手，还美其名曰让姬空空帮忙。看来是处理政务还不够费脑子，还有闲心算计自己。没有问题。姬空空挥舞小拳头，他来到上将军府，在江离面前消失，又气喘吁吁地出现。凶手突然出现在上将军身后，上将军没有反应过来，被凶手直接杀死。我看不清凶手的面貌，只知道他往这个方向去了。
消失在秘境中。姬空空按照自己看到的内容，把江离指到城外深山中的某处。这里虽是山腰，却云雾缭绕，只凭肉眼看，20米就是极限了，很适合隐藏什么。江离看到云雾中有一名元婴修士领着一名金丹修士要去秘境入口，你看看凶手有没有从秘境出来。江离让姬空空回溯时光，这几个时辰只有人进入，没有人离开。凶手疑点重重，神藏教也十分神秘，江离不想打草惊蛇，把这个线索也丢掉。敢问两位是要从这里进入组织？那名金丹修士露出警惕之色，元婴修士则是示意他不必担心。他看出来对方也是元婴期，于是同样客气地回道：“道友可是搞错了，如今皇城混乱，我们兄弟2人不过是想远离皇城，避避风险，哪有什么组织？”道友，你不妨先看看这个。江离指尖露出一丝金灿灿的气息，祥和安定，如梦如幻。这是他从老者身上分离出来的功德之力。元婴修士脸色大变，连忙捂住江离的手，说了一段口诀，打开秘境，把江离、姬空空和那名金丹修士拉入秘境。道友真是鲁莽，神藏之力岂能随意展现出来？来到秘境，元婴修士责备江离，既然对方能有神藏之力，说明知道教中一些情况，不论是敌是友，经过教中高人测试，总能水落石出。他对神藏教的手段很有信心，在神藏尊者雕像注视下，不担心江离能翻出什么浪花啊。当时事态紧急，家族交代匆忙，没来得及说清楚，还望道友见谅。我们兄妹2人都是龙吟城龙家人，我叫龙离，这是我妹妹龙空空。不知那个混蛋城主从哪里得到的消息，知道老祖在给龙三水疗伤，这期间不能被打扰，他抓住机会暗伤老祖，老祖无奈只能带伤和他交战，最终棋差一招落败。我们兄妹是龙家最后的后人了。老祖在临终前告诉我们，要来到皇朝附近最高的山，山腰有云烟缠绕，若能在山腰南处寻找人迹，就是组织的人。老祖还把这道金光给我，说只要给组织的人展示，他们就会明白一切。江离的话九假掺一真，听得元婴教徒半信半疑。他只听说龙吟城的老龙头被人打死了，也知道他没有入教，只是和神藏教的李祭祀有联系，经常送李祭祀人引子。难道是李祭祀把本教地点告诉老龙头了？可惜李祭祀外出不知几日才能回来。姬空空眨眨眼没有说话，他想起来父皇给自己讲的故事，说和江离外出，说不定就会丢掉自己的姓，不用担心，这是常事。敢问道友，这是什么力量？为何我无法吸收啊？元婴教徒却没有回答他。既然你们都来到这处秘境，那就只能加入我教，正好凑够10个人，可以进行入教仪式。稍后我负责主持，你们可以叫我冯真人。我叫程子期。那名金丹修士介绍自己，不过没人在意他叫什么。江离用神识扫描整座秘境，发现这里最高的境界也不过是化神期，凶手肯定不是这些人。化神期怎么可能杀得了常年征战的合体期呢？可秘境只有一个出口，凶手能去哪儿呢？江离自信不会有人能在自己的神识下伪装自己，除非对方是仙人。既然找不到凶手，那就先看看这入教仪式是什么。江离把如意葫芦递给姬空空，让如意葫芦机灵点，保护好他。在座的各位来自9州的各个地方，还有的人只有8岁，机缘巧合也好，有意为之也罢，都不重要。既然来到我神藏教，那就只有一条路，加入我。冯真人隐去后半句话，不加入就要死。秘境的一处房间内坐着10个人，听冯真人讲解神藏教的来源以及神藏尊者的事情，大致和天机楼给的消息差不多。不过冯真人没说要杀人的事。各位或许还不相信神藏之事，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我给大家演示一遍。冯真人往胸口拍了一巴掌，拍碎自己的元婴，惊得在座8人眼睛一跳。元婴是由金丹演化过来的，元婴1岁可不会低落到金丹期啊，而是直接降到筑基期啊。传个教至于这么狠吗？这些人对于神藏教了解的不多，都是被神藏教徒反复考察、各种暗示后拉进来的。他们只是听说加入神藏教会得到一种神奇的力量，名叫神藏之力，可以提升境界、规避心魔、治疗身体等等，妙用无穷。至于是真是假，他们并没有见过。江离和姬空空面无表情，碎元婴而已，小场面。冯真人口中的神藏之力从体内涌出，修复破损的元婴，不过几个呼吸间就修复得完好如初。这8个人哪里见过这场面啊？谁不知道元婴1岁只能倾家荡产从道宗买下一颗回风防火丹才能够治愈啊？可从来没见过用某种力量修复的。神藏之力
果真存在。这些人信了大半，但还是有人将信将疑。冯真人也不在意，开始念诵教主从梦中得到的《摩诃受难经》。经文冗长繁琐，晦涩难懂，讲的是神藏尊者的一生。江离没来由地想起张孔虎，要是让这糙人来听经文，只会说这讲了个嘛玩意儿啊！江离比张孔虎有学问的多。用江离的话翻译经文就是：神藏尊者于仙界诞生，天生神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世间唯一的存在。天生就知道人体潜力无穷，有神藏隐藏，只要能开启神藏，人人为神圣。在他眼中，仙凡都是愚昧无知的存在，但凡人更愚昧一些。他在恒河沙数的人间各选择一位代行者，让代行者告知愚昧的众生神藏之秘，期待有出现和他并列的神圣，解他无聊之苦，与他论道。吹的还是太保守了。身为宗教信仰，不说自己诞生在天道之前，见证开天辟地，化身千万，遍布世间，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纪元，屹立在时间长河上游，巍然不动，万千因果不沾身，弹指扭转乾坤，那能有资格成为宗教信仰？摩诃受难经很像佛门儒教的经文，反复念叨能加深听者对宗教的信念，当然适用不当也能洗脑。冯真人没有用经文给大家洗脑，也是专心发挥经文的正经作用，增加信念。信神藏尊者的人会更相信他存在，将信将疑的人还是将信将疑。还有江离这种一个字都不信的，听完还是一个字都不信。江离又用神识观察鸡空空，发现如意葫芦直接给鸡空空放了一个无音节，在无音节的范围内没有任何声音，鸡空空自然也就不受摩诃受难经的影响。无音节本来是天劫中用来专门对付修炼者言出法随、一念成真之类的大神通的人，在无音节中说话和心声都不行，配合雷劫让这些人老老实实的挨雷劈。江离没想到无音节还有这种用法，大开眼界。经文念完后，冯真人又把众人带到了一处装饰大气的大殿内，整体由青铜浇铸而成，基调偏暗，即便一排排红烛点燃，也显得暗淡无光。承重的铜柱铭刻着张牙舞爪的奇异生物，都是江离不曾见过的。殿中物件异常高大，包括大门，高大的不似给人类使用。宫殿尽头是一尊由人骨拼成的仙人雕像，顶天立地，仿佛殿中物件是给他使用的。人骨仙人雕像面容中性，分不出性别，轻闭双目，姿态祥和安宁，悲天悯人，但搭配人骨总有种不协调感。神藏尊者像，除去冯真人和江离等10人外，还有几位教中人以及被捆起来试图挣扎的10人。江离看得出来，这几位教中人都是化神期，地位不低，应该是来监视入教仪式的。刚才是第1道仪式，聆听教诲，现在是第2道仪式，验明诚心。冯真人没有介绍一旁站着的教中人，而是指着地上挣扎的10人。你们每人杀死1人，视结果而定，是否通过第2道仪式。和江离一起进来的程子期犹豫了一下，必须要杀死这些无辜的人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他没说后半句太像魔道了。其他人也纷纷点头，他们可从来没听说过要杀人，说好的神藏尊者引导信徒挖掘神藏之力呢。冯真人早就料到会有人提这个问题，解释道：这些都是从天元皇朝的大牢中运出来的死刑犯，是必死之人，现如今不过是让他们死得更有价值一些。既然冯真人这样说，其中1人握刀上前，果断地捅死捆在地上的1人，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样就算通过了？那人显然是经常杀人，动作干净利落，关心自己的结果。你不相信神藏尊者的伟力？那人露出虚假的诚恳表情。我当然相信。冯真人无奈摇头，不给对方解释的机会，反手杀死了那人。不真正相信神藏尊者，不去信仰神藏尊者，是不会有神藏之力诞生的。入教后，教徒们都会学习一种口诀，可以隐藏神藏之力。现在冯真人不再隐藏，把神藏之力的获得过程展示给众人。冯真人杀死1人后，一股没有来历的金色力量突然出现，笼罩住冯真人，使他看起来如同功德无量的善人，让人忍不住顶礼膜拜。这就是神藏之力。这股力量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就进入了冯真人身体，无法再探查到。江离神色一凝，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获得功德之力的过程。
看到了吗？神藏之力自体内产生，又归于体内，周而复始，便可积少成多，壮大己身，化为己用。冯真人给众人展示了正确获取神藏之力的方法。在众人看来，神藏之力确实是从体内产生的，而在江离眼中看到的却是功德之力自虚无间诞生，附着到冯真人身上，最后才进入冯真人身体，化作他自己的力量。正是典籍中记载的功德之力降临过程，而这个过程并非一般修士可以见到的，只有触及到仙道的渡劫期大能才可窥见。而且功德之力不能给别人使用，有专属性，也难怪神藏教徒坚定地相信这股力量是源于体内的神藏之力。他们只能看到最后的结果。有人见状脸色大变，转身就跑。他在外面做过许多杀人越货的事情，得罪不少人。他来这里只是听说这是一个神秘而强大的组织，便想加入这里当靠山。至于什么神藏尊者，他嗤之以鼻。谁想到这个组织还能用这么离谱的方式鉴别信仰？他自负在化神修士中也是比较擅长逃遁之法的，同等境界修士根本没可能拦住他。谁料一旁站着的几位教中人突然出手拦截，以化神修为运用神藏之力，很快就擒住这名擅长逃遁之法的化神修士，同时出手杀死他，瓜分神藏之力。见很快就有2人被果断杀死，众人都犹犹豫豫，不敢上前。直到冯真人都快忍不住随便拉一个出来的时候，有人认为自己相信神藏尊者没有问题，他杀了1人，却依旧没有获得神藏之力。我是相信神藏尊者存在的，只是相信尊者存在是不够的，还需要认为尊者是唯一的，信仰不能有瑕疵。冯真人遗憾地摇头，随即又拍了拍那人肩膀。不过不用担心，神藏教并非十恶不赦的魔教，见人就杀。我们相信你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先当一段外围成员，这是尊者对你的考验，好吗？好。你在一旁等着第3阶段仪式。江离看得出来，是在一旁站着的教中人聚阴成线传给冯真人，告诉他哪个人要杀，哪个人留下。聚阴成线这种手段在江离面前施展，跟做大喇叭状大喊差不多，听得一清二楚。啊，小冯杀这个，小冯留下那个。这些化神祭祀见多识广，一眼就能看出来谁对尊者将信将疑，谁完全不相信。之后一连试了4个人都没有反应，却都属于对神藏尊者信念不坚定、有待提升的，列入外围成员。第1阶段仪式还是很有用的。到了和江离一起进来的程子期，他在杀人前问道：真人，您刚才说需要认为尊者是唯一的，这是什么意思？睡觉、吃饭、结婚、赚钱、修行，一切的一切都要围绕神藏尊者进行，一切都是神藏尊者意志的体现，尊者即是你的全部。即便您现在在主持入教仪式，也是神藏尊者的意思。一切都是神藏尊者意志的体现。程子期后就是江离，化神祭祀都看得出来，这个叫龙离的家伙完全不相信神藏尊者，连装都不装一下。但仪式不能中断，几位祭祀暗暗决定，等他一杀完人，就立刻出手宰了这个对神藏尊者没有半点信仰的混蛋。好，他杀人了，现在就出手。哪来的神藏之力啊？那这个小姑娘呢，在第1道仪式的时候画画、翻花绳还睡觉，他们就不信急空空对神藏尊者的信仰之力和自己一样。嘿嘿，这叫自在幻境劫，可以让渡劫者随意陷入幻境之中。我让他们陷入幻境，看到你获得功德之力。好厉害的葫芦啊！我跟你讲，只要你跟着我混，这天下你随意可去，为所欲为。你和姜仁皇一样厉害吗？你猜猜我现在为什么没在我家主人身边，而是在这里？现在是第3道仪式，也是最后一道仪式，以水为誓。这3碗水不同，服下后可以透露一点本教信息。你们3人可有问题？没别的问题，就是想问问咱们教主在哪。教主？你问这个干什么？仰慕教主能睡个好梦，能梦见神藏尊者，想问问他是什么姿势睡的觉，我也想试试。放肆！江叔叔，咱们还没入教呢。让你入教，你父皇非要追着我后面扛我，然后被我反手揍一顿，你也不愿意看到你父皇这样吧？来，回溯一下时光，你之前看到的凶手来到这里之后又去了哪？我看到那个人来到了大殿，划破空间离开了这里。划破空间离开了。还有，我看到未来
这里化为一片虚空。不好！江离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护住姬空空，当他还想护住这些神藏教高层的时候，秘境完全碎裂消失。江离护着姬空空，面色阴沉的可怕。他准备回到九州，但速度很慢，这是针对自己的阴谋。若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很轻松的回去，但他还要在罡风乱流中保护姬空空，这就拖慢了速度。对方算准了自己要找周家帮忙，姬止也好，姬空空也罢，这两人没有区别，在虚空中都需要自己保护。对方不图杀死自己，只是要拖延自己回到九州。逃狱隐袭，当真是很有意思的文章啊！赵爱卿，请天元女皇顺从民意，把皇位交还皇室。赵念，你想谋反吗？前皇室软弱无能，优柔寡断，你想让那种人当皇帝吗？不是我想，而是民心所向。女皇残暴不仁，理当有刚柔并济的安亲王。顺从民意。你代表不了民心，我也不在乎民心。天元皇朝立于九州万余载，向来都是谁强谁说了算，何时听过民意啊？赵爱卿，我早说过，女皇不吃这，不如直接动。安亲王所言极是。你不够格，还有谁来？既然女皇有意，抗安岂敢不从？五雷正法宗太上长老见过天元女皇。安亲王运筹帷幄，女皇大势已去，还劝孙尚书别做无谓的挣扎。两位眼睛瞎到这种程度，不妨被我挖出来泡酒。安亲王，事成之后你答应给我们的地盘可别忘了。还有我，别忘了把你的双胞胎女儿许配于我。如意葫芦不在，我五雷正法宗就是天阶代言人。匹夫无脑。伪造的雷姐也敢与如意葫芦相提并论？托运之期，天元落此，这片空间都会成为他的领域，他根本就没受伤。虽然不知车武被何人所杀，但幸好有神威将军在，补上车武的位置。不过是个连人皇之位都不敢争就直接退出的女人，有什么可怕的？等了许久，你终于也和我一个境界了。孙元忠心可嘉，你在干什么？决力阵起。复杂而古老的大阵缓缓转动，纹路交错，移星易速，龙蛇起路，天地翻覆。不过3息时间，王城800万百姓，100万军队，共计900万性命，通通消失。900万人一死，功德之力充盈身体，距离飞升只有1步之遥。孙元，你该死！怎么可能在无声无息间突破渡劫期？在深藏之力面前，没有不可能。女皇，天元皇朝强者为尊，让位吧。再见了，女皇。你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他应该护着姬家人在虚空中才对啊，怎么会在这儿呢？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还没成为大成姬呢。姬家人呢？姜仁皇没护住，死在虚空中了，没事吧？别让孙元跑了。跑在天劫面前，他能跑到哪儿去？主人，你没事吧？那个人差点杀了主人，看我用成仙劫劈死他！如意葫芦嘴张开，钻出一尾小白鱼儿。小白鱼化为人形，也扑向玉眼。玉眼阿姨，你没事吧？之前江离在虚空时，让姬空空化为小白鱼，钻到如意葫芦里面。他需要护住姬空空，可不需要护住一件仙器。孙元有死的准备了吗？不
不，我不想死。我知道很多东西，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获得深藏之力，怎么变强，你会变得更强的。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深藏之力。您看，我利用深藏之力从合体巅峰到渡劫巅峰，有了这种力量，我们再也不怕域外天魔了。只要你能留我一命，我就告诉你怎么获取深藏之力。你了解我吗？我问你，了解我吗？我当然了解您，您是公正无私的人皇，您是九州的守护神，不是你？孙元并不了解自己，不是算计自己的人。只有对自己十分了解的人，才能精准到这种程度算计自己。他心中已经有了人选，但不愿意相信。你在神藏教是什么职位？副教主。我和神威将军都是副教主，但他不知道我知道他是教主。对，都怪教主，是他说你现在护着姬家人，无暇顾及这里，让我放心动手。不，我良心呢一点都不放心，都是教主让我这么干的。教主是谁？不知道，教主从来没有露过真身呢。神藏尊者又是什么？不知道啊，是教主说有神藏尊者的。复次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哉！将佛主所谓何事？因何一副欲垂泪之相？老佛，告诉我，你是如何成的仙？江离的声音都在颤抖。他登临须弥山顶，未见真佛，只见到一位吃人的仙。老佛，告诉我，你是如何成仙的？江施主玩笑了，替天行道，行善积德，自然而然的就能成仙。江离一步步走向须弥老佛，气势节节攀升，犹如一杆刺破长空的枪，凌厉至极。我知老佛多次抗击天魔，战功赫赫，确实行善极多，就是不知行这些善事可有功德降下。杀人无量，功德无量，施主何必明知故问？施主也精通佛法，不妨看一看，我可有半点业力？施主，天变了，天道即魔道，为何要成仙？江施主，我若不成仙，便还有3年寿元，我不想死。佛门不是讲究来世今生因果报应吗？今世做善事，来世入天人。老佛，你没有看破生死吗？来世，我当然没有看破来世。下一世我忘记一切，投胎天人道有什么用啊？享福有什么用？这一世我死了呀，死了！凭什么我要为下一世做好事？那这一世的我该怎么办？难道我这一世的意义就是为了下一世吗？江离，你回答我！众弟子目瞪口呆，从未见过老佛这般失态。不，这已经能称得上是发狂了。既然你只为这一世而活，那就清算这900万人的果。江离说话间，脚步未停，他站在须弥老佛面前，仰头望着这个曾经尊敬的前辈。老佛，没有谁想死，你不想死，天元的900万百姓也不想死。果然是这样啊，江离，你知道我从域外天魔那里得到功德之力的获取方法以后，为什么没告诉你吗？因为咱俩的思想果然不同。真佛讲舍身而普度众生，我做不到，只有你们人皇才能做到。王，臣从佛门求得一个偏方，只要您杀死1万人，就能逆转生死，延长寿命。王，您可以杀百姓，死1万人就能换得一位明君，令我乐善国更加强大。当杀死1万人时，我就不再是明君了。江离拒绝了大臣的提议，并命令大臣不准把偏方的事情传出去，随即撒手人寰，举国痛哭。那名大臣并未遵循江离的命令，将偏方散播出去。现任国王将死，信了偏方，杀了1万人，果真重回青年。百姓见偏方在国王身上灵验，也不甘心死亡，欲要杀人长生，乐善国乱作一团。年轻人，行行好，
让我杀了你。老伯，你为何要长生？世间美好的事情太多，亲情、爱情、友情、金钱、美女、权利，穷其一生也享受不完。那我要享受这些东西，我要长生。年轻人，我能杀了你吗？你在哪儿能享受这些啊？老叟茫然。在上一任国王的统治下，这些美好的东西随处可见；而在现任国王的统治下，这里只有死亡和背叛。是了，即便他活下去，又能做什么呢？活下去，然后呢？唉，杀人而长生，这世道已经乱了。那该怎么办呢？天道欲乱人间，上层不作为，没有任何办法。若我是一名强者，我会以强权暴政、铁血手腕统治国家，恢复秩序。而现在的我，只能动动嘴。那你要是将死之时，不会选择杀人求生吗？你已经是至强者，世间最尊贵的存在，不会不甘心吗？不甘心？我成为强者的目的是什么？恢复秩序。那我杀人求生是什么？破坏秩序。是了，若我杀人，那就不是我改变了秩序，而是秩序改变了我。受教。帮我做一件事吧。先生请说。杀人可长生，自杀应当是怎样的结果？是复活，还是死亡？不知。我也不知，不妨试一试。若我自杀后还活着，那不用你做什么。若我自杀后死亡，就请老伯将这件事告诉大家，并说上天欲让人间内斗而亡。见江离倒地，老叟失魂落魄地遵循江离的意思，这件事儿却传了出去，犹如燎原之火，传遍乐善国。有识之士认识到，人是会繁衍的，人杀人并不能说明上天想灭绝人间，而自杀却没有复活，却可以说明上天要人间疯狂，再灭绝人间。上天欲灭绝人间，不代表人间会坐以待毙。有人组成反抗军，要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反抗军整装待发，举办壮行宴，宰牛吃肉，饮酒壮胆，出征推翻现任国王，恢复秩序。反抗军杀的牛中有一头就是江离转世。江离转世为牛，浑浑噩噩，忘记一切，只有本能，最终被人宰杀。以王公贵族为天人道，以百姓为人道，以牛羊为畜生道，此三者组成小轮回。江离自虚拟老佛掌中走出，神智清醒。虚拟老佛运用轮回让江离迷失神智，他失败了。他还是想让江离在轮回中亲自杀人，承认杀人长生是正确的。如此，江离离开轮回，也不会再对他出手。但他依旧失败了，甚至还被江离上了一课。我练就掌中佛国9000年，从未施展过。自信就算渡劫期进了佛国，也要迷失自己。如今我已成仙，威力更甚从前，却不曾想依旧对你无用。只经历一次轮回，就找回自己。江离，你知道吗？你的天赋令我惊恐。我活了9700年，前700年见过仙人，没有哪个仙人能有你这般强大。后9000年见过无数人杰，也未有人能超越你。我亦是如此，你知道吗？每次你去讲解何为大乘期，如何成为大乘期，我都会去听，或明或暗。然而我听不懂，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若是我能晋升大乘期，我又何必要杀人呢？何必呀？我有什么办法？已经讲得很透彻了，你们还要我怎么讲啊？你最开始进入轮回是故意的，对不对？你其实只是想把那些话说给我听，你在让着我。域外天魔的实力和我相当，你杀他们轻而易举，却和我打得有来有回。那你成仙后为何不离开九州，去其他世界？是啊，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明明去其他世界，你就找不到我。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无错，
觉得你会理解，会谅解我。毕竟我救过九州。神藏尊者是谁？域外天魔在哪儿？你在神藏教里所见到的，就是我知道的全部内容。天魔只告诉我，信神藏尊者后杀人可以有功德之力。神藏之说都是我顺着他的名号编的，他是什么我也不知。或许是域外天魔的信仰。至于域外天魔，我也被下了六合坐莲咒，说不了。即便我现在是仙人，你懂吗？对方比我高一个大境界，却只敢做偷偷摸摸的事。江离，他在怕你。须弥老佛是地仙，而潜入九州的域外天魔是天仙。天仙在怕一位大成期。我知你在调查谁，告诉江一姓魔道是那个潜入九州的域外天魔。你有没有想过域外天魔是什么？江离，长存仙翁在说谎，他肯定隐瞒了有关域外天魔的事情。也许你信他，我不信。江离，你说对了，天变了，天要毁灭我们，只有你能保护九州。须弥老佛努力摆成结痂跌坐的姿势，双手合十，自焚身躯，化作一颗残缺的舍利。哪里出问题让江离发现神藏教的？对了，是去天杀阁让杀手杀他开始。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像他自从度过15次成仙劫后，行动就变了。这变化是好还是？仙翁在哪儿？有事请教。我们出了什么事儿？我感受到仙人的气息，好像是老佛，现在又感受不到了。老佛犯了杀戒，别把自己逼得太紧，放松一阵子。你要是知道九州有一只潜伏了最少380年的天仙级域外天魔，你还会放松吗？真的假的？消息准吗？老佛临终前对我说的。走，咱们一起去见师祖。仙翁，你确定域外天魔只有地仙级？为什么这么问啊？域外天魔确实只有地仙级，我在仙界从来没见过天仙级的天魔。天魔的优势只有数量多，大本营难摧毁这2点。他们没有脑子，只有力量。我可是碰见了天仙级的天魔，而且智慧极高，你如何解释？长存仙翁看江离严肃的态度，白宏图也一副要给个解释的态度。他知道自己瞒不过去了，只好告诉他们真相。我骗了你们，其实是有天仙级天魔的。我之所以一直说天魔只有地仙级，是担心之前的九州要是知道可能有天仙级天魔入侵，你们的前辈们会想，如今战胜地仙级天魔又怎么样？后面还有天仙级天魔，如此终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便你已经是大成期，我也不愿意把这件事告诉你。你本该是最意气风发的时候，我何必要在这时候打击你呀？说其实还有更强大的敌人，你是赢不了的。地仙级天魔确实智力低下，而到了天仙级，他们智力大幅度提升，更难对付。我不觉得你能赢过这种天魔。天仙级天魔似乎很怕我，不敢和我正面交手。白宏图也不可置信地看着江离，你这哪是人呢？你这是老天爷的大儿子。他原本还担心有天仙级天魔怎么办，合着您能打赢啊？他看江离一脸死相，还以为他做好了战死的准备呢，真浪费感情。可推，如果说天仙级天魔在380年前就来到九州，一直在暗地里活动，你怎么想？你那时候才合体期，就已经能威胁到天仙级天魔了。你别这么看我也不知道原因，毕竟我只是一名小小的地仙，不是全知全能的。仙界真的没有出事儿，不然天魔能找到九州，仙界却找不到。而且道祖他老人家在石碑中还说仙界大乱，你最好不要指望仙界来帮九州。你以为我为什么回到九州不待在都是仙力的仙界？仙人都是很冷漠的存在，活得久了连人性都丢了，他们只在意仙界，不会在意其他世界是怎样的。我讨厌这样的仙界。至于师父说的仙界大乱，应该不是域外天魔入侵仙界，你看他石碑里也没有提到域外天魔的字样。我觉得可能是仙界的大佬们打起来了，
师傅站错了队，逐出仙界，又被域外天魔碰上了。神藏教扫尾工作完成，如今要做的就是找出藏在九州的域外天魔。江离心中有一个大致的计划，首先他需要一枚丹药，我想练一枚纯血丹，能练吗？人皇说笑了，没有我苏维练不出来的丹，只是练纯血丹的手法容易，但难点在于需要一些很冷门的草药，例如于极北之地的万年积雪下生长的白灵之根。一截雪白的草药摆在苏维面前，白灵之根，还有需要以金乌血浇灌才能长出来的岩草。岩草需要土之精，土之精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很难找。需要蛟龙化龙的完整蜕壳，这种蜕壳很难找。别的也没什么，都挺常见的。你要提炼哪种血脉？白泽血。苏维眸子微张，瞬间明白江离的意思。当时只有一位妖兽体内流淌着白泽血，混血的白泽黄。难办了，炼纯血丹需要药引子，提炼哪种血脉就需要哪种血脉的一滴纯血，而且必须离体，不能超过12个时辰。如果是鲲鹏、穷奇、陆吴、真龙、麒麟倒还好说，这些纯血妖兽都能找到，唯独白泽九州没有纯血的。发布任务，为了挣学分，你去执行学院任务。来到大魏皇朝后，与同行之人结仇，对方人多势众，你在争斗时不慎跌入悬崖，误入一处坟墓。这是一名化神期修士的墓地，请获得这名修士的传承。此任务不建议放弃。奖励一滴新鲜的白泽血，一本提升瞬间爆发力的功法，一枚大还丹。获得传承，这些对于江离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鬼知道要获得哪个修士的传承啊！所以他选择让人皇殿的几位统领带着人帮他寻找悬崖下的化神期修士墓地，他再从这些墓地一个一个的找。江离正思索着，被遥遥通讯符打断。老白找我干啥呀？我就在你们道宗呢。是我，静心。哦，不好意思，刚才走神了，什么事儿？什么事啊？红尘祖师离家出走了。啊？这是祖师留下的信。出去走走，几天后回来，别担心，我带够灵石了。红尘，师祖他总想出去玩，而我们担心他出去以后会引起什么乱子，一直拦着他。大概是师祖不乐意了，又不想硬闯出去，便偷偷离开宗门。你等着，我去问问找人方面的专家。红尘仙子，有点印象，在大魏皇朝的封城。仙子玩够了吗？没有。那你身上还有灵石吗？没有。没有灵石你想怎么办呀？我唱歌很好听，我可以靠唱歌赚灵石。江离扶额啊，幸亏自己来早了，要是晚来一点，就能看到一位仙人沦落到街头卖唱了。不要带我回去好不好？也罢，那就再玩几日吧。江离订了一间天字号房间，让红尘仙子住进去，并从最好的酒楼点了许多好菜，让他们送到酒楼。自己顺路还买了许多小吃，准备带给红尘仙子。他见到旅店楼下有人争执，什么？没有天字号房间了？难道你想让我家少爷住地字号房间？你知道我家少爷是谁吗？你家少爷的皮是极品灵石做的，还是肉是极品灵石做的？就是，难道你家少爷是从极品灵石里长出来的？有种报上来历！本皇殿统领张孔虎，法山宗行走，李念儿。哼，你知道我是谁吧？不知道。溜了，幸亏不认识我哈。你是李二的女儿。李念儿点了点头，这里没外人，你应该认识我，我叫江离。江人皇。孔虎，找到符合条件的地方了吗？找到不少。张孔虎把一张地图虚影展示出来，上面标记着10几个红点，都是悬崖底下有化神修士墓地的地方。我正要去这个地方。那里只有一座化神修士的墓，你去那儿干什么？张前辈，您有所不知，那位化神修士出身玉兽宗，身上有一本仙兽图鉴，翻阅图鉴可以感知仙兽之形体与威严，这对于别的宗门无甚大用，可对于我们法身宗可是好东西。我也是最近才打听到这个消息的。原来如此。江离回到天字号房，随口把事情一说，没想到红尘仙子对那座化神修士的墓很感兴趣。仙兽都是很可爱的，我想看看仙兽图录。
等着李念儿拿回来不就好了？这你就不懂了，在那位化神修士手里是1手书，到李念儿手里是2手书，到了我这里呢，就变成3手了。我虽看不到1手书，但怎么也要看2手的。那咱们明天去一趟。这里应该有你要的仙兽图录，自己找去。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万寿真人的传承，发放奖励1滴新鲜的白泽血。嘿，还真是有点用处。公虎，不用找化神修士的墓了，你把这事告诉其他统领。哎，老马，你们夫妻俩不用找了。是，你们俩干什么呢？哎，江哥，我听说服用蛇胆能壮阳，这不正好碰见了？找化神修士墓的时候，正巧发现悬崖底下埋着一具白蛇尸体，看样子有些年头了，很可能是大汉皇朝立国之初斩那头白蛇。虽然他身死，但执念尚存。看我夫妻2人灭掉执念，取出蛇胆。江哥，您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取完蛇胆，继续找坟墓。不，我一点都不担心你俩。我是告诉你们，不用找化神修士的墓了。哦，那太好了，我还担心出手重了，毁了上面的墓，坏了江哥的大事呢。老黄，你也不用找。不是，你哭什么呀？是江哥，见过这么多的墓，我在想，人活一世，到头来还是要死去。就算是仙人，也有经历天人五衰的那一天。我们刻苦修炼又是为了什么呢？人终有一死，活得轰轰烈烈，死得凄凄惨惨，不是很可笑？老莫，你不用找。不是，你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木头，快点跟上！知道了，马上过去。江哥，我现在正在冒充一名炼气级修士，和一群小家伙们组队，在化神修士的坟墓里探险。等一会儿他们遇到危险，我再显露自己合体修士的身份，爽得很呢。这是什么？不好，他们有危险，不用怕，我来救你们。木头，你快走！这些藤条有筑基期的修为，你打不过的。不，我不走，大家发过誓要同生共死，难道你们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被杀死，然后逃走吗？我不当逃跑的小人。木头，妖怪休要伤我兄弟！哎，你高兴就好，你高兴就好。发布任务：夜幕降临，你想去湖中洗澡，却没想到湖中有一位神秘的白发女子也在洗澡。你们2人坦诚相见，纷纷尖叫，对方实力深不可测，欲要给你一个惨痛的教训，请你躲过白发女子的教训。此任务不建议放弃，无奖励，可消费500元点获得系统提示，可消费5万元点获得神秘白发女子的信息。消费500元点。系统提示：可以向对方展示你的白泽血。消费5万元点。白雪灵现任白泽皇，合体期，父亲是上一任白泽皇，母亲是纯血麒麟，父母皆已死在天魔手中，表示你对天魔的仇恨能增加好感。由于是混血白泽，不被妖兽认可，八大藩王不听其命令，有篡位的打算，挫败八大藩王的部分势力可以增加好感。如今他被藩王暗算，毒入骨髓，一身实力百不存一，解药难觅。提供对方解毒药物可以增加好感。提炼纯血丹需要白泽血，提供白泽血可以让对方产生大量好感，提供纯血丹可以让对方喜欢你。他妈怪不得之前的任务系统建议完成，合着在这里等着我呢。啊，你搁这玩攻略美少女游戏呢？白泽皇，我有一事问你。江人皇，请讲。倘若我给你一颗纯血丹，
让你成为纯血白泽，你会喜欢上我吗？姜仁皇，这个笑话不好笑。我没有开玩笑。你的意思是，只有我喜欢上你，你才给我纯血丹，这是挟宝自重。你误会了，我听人说你在500年前被藩王下毒，受了重伤。若那时候有一名看过你身子，还能拿出纯血丹的筑基期小修士，你会喜欢上他，是真的吗？我不知你是听谁说的。若真如你所说，我确实有可能喜欢上那名小修士。那现在我要是把纯血丹给你呢，你会喜欢上我吗？姜仁皇，情景不同，地位不同，就算做出相同的动作，也不可能有相同的结果。当时我身中剧毒，被麒麟王，也就是我的亲哥哥背叛，受到打击，心灵脆弱。若这时候有人出手相助，我自然会产生一种依赖心理，不论他是筑基期还是大成期。而且如你所说，一名筑基期小修士却可以拿出纯血丹，岂不是说明对方很神秘？神秘的男性有别样的魅力，也很吸引人。我也很神秘，你看，在没有纯血白泽在世的情况下，我还能拿到白泽血，炼出纯血丹。姜仁皇，你知不知道你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愿闻其详。你本身就是神秘的代词，在我看来，别说你拿出白泽血，就算你能逆转时空，颠倒因果，正道为一，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刚才我见你拿出纯血丹，你看我眼神有半点波动吗？没有。当然没有。方才我心里想的是，哦，姜仁皇拿出纯血丹了，很正常的，我一点都不惊讶。原来如此。现在你能告诉我了吗？是谁把我的心思掌握得这么透彻？是我那个愚蠢的麒麟王哥哥吗？不是麒麟王，是一种目前我也无法理解的存在。这样啊，真的是给我的？既然你不会喜欢我，那我就放心的把丹药给你了，不是白给的。我有一个条件，我要你动用天赋神通无秘帮我查一件事儿。是白泽皇那丫头，不能让她继续下去。若她成为白泽皇，自己一定永无翻身之地。我们自立为王，她绝不可能轻饶我们。是人皇。算了算了，不就是纯血白泽吗？有什么稀奇的？都别看了，回去吧。我在哪儿？我这梦游的毛病怎么还没好？走了，回家睡觉。看你睡迷糊的，也飞错地方，我送你回去。等等，都怂什么？尤其是你，金翅大鹏王，你不是险些杀死过姜仁皇吗？怎么跑得比谁都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当时自己化神后期，江离元婴初期，两人是天差地别。江离当然赢不了自己，而且自己还试图杀死江离，结果当然是没有成功。唉，好好的瑞兽，仗着自己死不了，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多谢仁皇赞叹。仁皇想问什么？算一算域外天魔在九州何处？九州并无域外天魔，仁皇是否消息有误？有没有可能是天魔遮掩了天机，导致你算不出来？绝无可能，这是我们种族的天赋技能，是天亲的规则，不是一切。就像他山石，必定可以攻击敌人。我们白泽一族的无命可以算出一切。那就算一算域外天魔在九州留下过什么危害九州的手段。红火通知所有的合体期修士的势力，10日后在仁皇殿召开九州议事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解决域外天魔遗留问题。召开九州议事会议，仁皇特有的权利，可以要求各大势力无条件参加会议，商讨问题。一般只有面对重大且需要所有势力共同解决的问题才会召开。江离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动用过这个权利了。历经3日，九州议事会议制定出详细的解决方案。从理论上讲，按照这个方案可以大致消除天魔留下的影响。此事已定，诸位还有意见尽管提出，大家一起讨论。没有。既然没有异议，那请诸位签订这份协议书。若无事可议，诸位可以回去了。我向仁皇举报，大周皇朝收买人心，利用颁布的灵宝法，赋予灵宝太多权力，
致使大庸许多灵宝叛逃到大周，给大庸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要求大周向大庸赔礼道歉，返还灵宝。罗正，你讲点理行不行？明明是你们大庸订立的契约不合常理，压榨灵宝逃难到大周，能怪我们什么？怪我们灵宝法太合理。雍皇，若我让大周返还灵宝，灵宝再度叛逃又当如何？自然是让大周再返还灵宝。那我建议你们大庸实行闭关锁国。下一个，谁还有问题？哎，等一下，我还有问题，请道宗出手抹除大庸皇朝所有灵宝的灵智。雍皇愿意，自然可以，但有一件事要提前说一下。我们天印祖师研究出了只有灵宝才能用的修炼方法，欢迎大家携带灵宝来道宗学习，或者让灵宝自己来学习。天印祖师是谁？靠谱。雍皇下意识地反驳，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道宗有个天印祖师。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了，连忙住嘴：什么天印祖师啊，那不就是阴阳天印吗？白宏图这话一出，语惊四座，灵宝能修炼。江离也有些诧异，他确实听说阴阳天印在偷偷摸摸地研究灵宝修炼的方法，没想到这么快就研究出来了。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夸张，正如咱们不能成仙一样，灵宝还修炼不到仙气的水平。其次，现在的修炼方法还很粗糙，只能勉强将灵宝提升一个小台阶。为了方便说明，我们将法器划分为下品到上品9个台阶。天印祖师研究出来的灵宝修炼法，可以让灵宝从下品提升到下中品。白宏图直接将灵宝修炼法展示出来。阴阳天印仿照正常的修炼方法，拟制出灵宝的经脉，灵宝吸出灵气，运转周天，就可以变强，构思十分巧妙。这就是全部内容。不过我还是建议诸位派人来道宗学习，交流学习才能进步嘛。白宗主功德无量，我后土宗拜谢。孟姜皇，谢过道宗传道之恩。哇，道宗气量让我等惊叹呀！如何？雍皇您还要抹除灵宝灵智？方才是我一时口误，还望白宗主见谅。原本是想挑个皇辰吉日，向九州公开灵宝修炼法仪式，没想到姜仁皇召开九州议事会议，正巧提前与诸位说一声，道宗择日向九州公开此事，还请各位不要抱着刚到手的灵宝修炼法不放手。哎呀，白宗主说的哪里话？还有谁有其他问题？我赶尸宗最近缺少尸体，诸位有没有愿意提供高阶修士尸体的？赶尸宗高价收购。你别在会议上打广告啊！再有一次永久剥离赶尸宗参会资格。我向合欢宗提议，来我大魏开设分宗。我大庸皇朝也欢迎合欢宗来大庸开设分宗。我大隋皇朝也欢迎。合欢宗正研究同性双修之术，谁愿意支持，我合欢宗就去哪里开设分宗。这种话题你们会后讨论。下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小女儿，生得可爱，尚未婚嫁。姜仁皇若是愿意，下一个，我举报孟姜皇进行器官买卖。老曹，你血口喷人，怎么回事？我问孟姜皇能不能将你的妃子许配给我，我愿意用国土交换。他问我要脸吗？张离面无表情地把魏皇扔了出去。魏皇扰乱会场秩序，以此成见。下一个问题，我后土宗有问题。我后土宗合体期修士想遨游宇宙试验功法，但九州护界大阵只能出不能进。请问白宗主能否将大阵增设自动识别域外天魔的功能？九日飞天宗也有同样的问题，孟姜皇朝有同样的问题，反虚宗有同样的问题。可以，难度不大，但是要花一些时间。域外天魔和修士有本质区别，身体和灵魂都无相似之处。就算是天魔改变形态，试图通过护界大阵，大阵也能检测出他的灵魂不同，无法通过大阵。那就再加一条，只允许渡劫期以下修士通过大阵。谁还有问题？天仙级天魔的威胁消除，江离也可以去找梵天塔。梵天塔掌握空间之道，对九州作用极大。是否传送未知世界？传送。残破荒废的城市中，大厦倾斜，门窗残缺，明媚的阳光落下，照不亮这座灰蒙蒙的城市。姐，那只落单的一阶丧尸进入我们的包围圈了。小弟，冷静点，还要确认他周围有没有其他丧尸或者人。
姐，好了没有？离我快离开包围圈了。没有埋伏，动手。姐，小心！丧尸探测器显示他现在是2级丧尸，我拖住这玩意儿，你快走！干巴巴的，什么玩意儿？我到新世界了，让我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这里怎么这么乱？你过去的时候把人家的建筑震塌了？张口就来！当地管这东西叫丧尸，咬到谁，谁就会变成新的丧尸。这不是咱们还是人皇候选的时候碰到天魔解体的场景吗？当时整座城的人都是这样，你当机立断把所有人都杀了，这才造就你江人图的名号。是很像，但也不能说凡是丧尸都是域外天魔干的。白宏图说他觉得赶失踪挺适合这地方的。江离同意白宏图的看法，他们要是知道这种事件，可能要举宗搬迁。这位大人，我叫叶武，这是我弟弟叶读，感谢你救了我们姐弟。我叫江离，也就比你们大500岁，叫我江哥就行。你们这个世界人最多的地方是哪里？丧尸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一共有5大区，世界80%的人聚集在那里，距离这里最近的是3区，我们就是3区的人。至于丧尸是怎么来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概是在10年前，我们将丧尸划分为5个等级，对应的也将强化者分为5个等级。你们是什么等级的强化者？这枚脑核属于什么等级啊？我们都是一些强化者。接着说。后来各国政府和财团建立起5个大区，以数字命名，1区、2区、3区、4区、5区，幸存者可以去那里。见过5阶丧尸或者5阶强化者吗？大佬，您别开玩笑，我要是见过5阶丧尸，还能活到现在啊？4阶丧尸我都只是远处匆忙看一眼就赶紧跑了。至于5阶强化者，3区倒是有一个，但那种强者，神龙不见首尾，不是我这种小人物有资格见的，顶多也就是在大屏幕上见过。大佬，您是什么等级的强化者？大成期，可能比你们所说的5阶丧尸和5阶强化者要强一点点。大成期没听说过呀。您是从其他世界来的？是啊，来你们这里找一个跑得很快的小玩意儿。到了。业务将江离带到3区城外，城外有许多面黄肌瘦的人们，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他们坐在帐篷中，眼神中透露出绝望和死气。这是，就算不吃不喝，只在城里住着，也要缴纳贡献点，要是交不出来，就会被赶出城。运气好的还能活上一阵子，运气不好，碰到尸潮的。贡献点是5大区的通用货币，那帮财阀想要贡献点想疯了，逼着人们上交贡献点，不然我们也不会经常跑到外面去拼命。小弟，这些人为什么没有贡献点？靠什么才能获得贡献点？杀丧尸、卖脑核、给财团打工、做科研，从废城淘到有用的东西卖掉、打零工等等，都能获得贡献点。被赶出城的大多是老年人，或者是在外探险导致残疾的人。混蛋财阀，他们把食物价格定得太高，其他区都没有这种情况的。听说1区的食物只有这里的1/20，这帮财团简直是吸人骨髓的鬼！多少人不是死在丧尸嘴中，而是被他们逼死的。你们的5阶强化者不管这些财阀吗？管，他才不管事情。龙图大人只关心战斗，只要有强大的对手，他根本不在乎财阀干了什么，也不在乎我们受的苦。用龙图大人的话说，强者何必在乎弱者？财阀们投其所好，尽心尽力的和其他区的5阶强者们联系，给龙图大人搭桥，让他们约斗，把龙图大人哄高兴了，3区就是财阀们的天下。不过2区、4区、5区的5阶强化者，看在贡献点的面子上，会和龙图大人交手，但1区的影王可不搭理财阀们。这个影王很厉害？当然了，影王可是公认的最强的5阶强化者，人们都说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一定是影王。影王将1区治理得井井有条，在1区有大片的农田耕种，还有10几个牧场、矿场、军工厂，听说还有科学研究室，用来恢复末世前的科技。那里的死亡率是最低的。那你们怎么不过去啊？大佬，我们和1区相隔1000多公里，路上有数不尽的丧尸巢穴，我们这种1、2阶的强化者走不到一半就被丧尸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影王曾找龙图大人和财阀们谈过，说人类只有团结才能战胜丧尸，但龙图大人不愿意寄人篱下，财阀们也一口回绝了影王的要求。江离并没有听信叶家姐弟的一面之词，他在城中走走转转。16岁，处女，擅长机械维修和编程，可以忍受多种变态玩法。19岁，处女，擅长数学理论，心算能力强，精通多种语言，
28岁，曾经是演员，可以扮演多种角色。30岁，力气大，吃的少，干得多。求求你们，给口吃的吧！求求你们。站住！什么人？普通人。这两人立即扣动扳机，砰砰两声，两人的脑袋却像是西瓜一样爆开了。你是什么人？谁派你来杀我的？这可不是白雾，而是微型炸弹，它们会进入你的体内，发生连环爆炸。在这种爆炸下，连一块碎肉都留不下。五阶朋友，欢迎来到3区。我听说你是因财阀们肆意剥削那些平民而愤怒，朋友。息怒，既然我们都是5阶强化者，何必因为这种小事情而生气？难道你很强？龙图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股巨力击飞。狗一般的东西也敢与我论朋友？你有这样强大的力，为什么还要为弱者愤怒？江林把龙图踢出大场。大哥，我让您打一顿，还不能让您出气吗？我是说，3区让给您，您的力量足以统治全世界。据我所知，其他4位5阶强化者都是桀骜不驯的家伙。您收了我，就当是收买人心。您要是杀了我，那些人肯定是会对您心怀芥蒂。就算强大如您，也要考虑5阶强化者的想法。强者何必在乎弱者的想法啊？江离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龙图打得粉身碎骨，最终打成一团烂泥，没有一点人的形状。大佬，咱们要去1区吗？当然，那可要费不少事情，是有点麻烦啊。江离赞同叶读的观点，他飞到高空14000平方公里的3区城拔地而起，悬浮在500米高空。影王叹息：若是5个区联合在一起，全人类的安危才能得到保障。不过龙图这个混账！报告，进来。王，3区来了。好好说话。什么叫3区来了？3区还能长腿跑过来不成？没有长腿，3区飞过来了，就在外面，你出去看看就知道。全体戒备。永王，是，我是洛影。请问龙图在哪儿？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江离。至于龙图，已经死了。冒昧将3区带来，还望影王不要见怪。阁下是3区新的统治者。我从来没有当过统治者，性格不合适。3区以前的统治者是龙图，现在是你。我？阁下究竟是？江离，来自其他世界。其他世界？一个宇宙是一个世界，每个世界之间相隔无尽虚空。你可以理解为吹泡泡，世界就像泡泡，虚空就像空气。那我可以去你们的世界吗？你的实力还差一些，按照你们世界的修炼体系，大概要到7阶才能在虚空短暂逗留，8阶才能横渡虚空穿梭世界。八阶？不过我要是能找到一座塔，你穿梭世界的想法倒也不是不能实现。塔？准确的说是一件塔形佛宝，经过佛祖开过光，不过他见了我就跑。为什么？大概是害怕我给他开了瓢吧。先生仁慈，我知先生没有帮助我们的义务，这是我的个人请求，请先生出手相助，帮我们阻止海中的丧尸进阶。我在听。我一直在想，海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才会产生丧尸病毒这种东西。经过这么多年的线索收集，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您可能不信，丧尸病毒可能来自外星球。我曾去过某个国家的航天局，找到丧尸危机爆发前的近地监控数据，发现有一艘疑似外星飞船残骸的物体坠落到了海洋中。可能就是那艘外星飞船残骸带来的是丧尸病毒。我让强化者潜入海洋调查海洋近况，发现海洋中1、2阶丧尸数量大幅度减少，3阶之上的丧尸急剧增加，而且回来的人还反映说，平时1、2阶丧尸见人就扑上来，对方是4阶强者也一样。然而这一次，所有1、2阶丧尸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都尽量躲藏，见到他们就跑。丧尸的主要目标是活的生物，他们很少对同类出手，除非是有什么目的。我曾在3年前见过一只丧尸为了进化为3阶，将整个小镇的1阶、2阶丧尸都杀个干净。我怀疑海洋中也发生同样的事情，而且绝不是为了晋升3阶这么简单。丧尸想要诞生出一位6阶丧尸，而且那些3、4、5阶丧尸都有朝这个方向聚拢的趋势，而这个位置与外星飞船残骸坠落的地方大致相近。既然如此，那我就把海里的……这里也有你们的同类。
回我主的话，是的，我们有一个同类驾驶飞船来到这座星球，10年过去，如今这座星球应当都是我们的同类。最后，梵天塔晃动塔身，为丧尸造成的无量业力感到无奈。他穿越到这个世界后，发现周围连一个可以称得上生命的都没有。这个星球的丧尸很少，只有1只丧尸。6阶是将星球上所有的生灵和丧尸都杀死后进化出来的。这只丧尸的智慧已经不逊于人类了，只是如同婴儿，智商还远远不够。梵天塔身为佛宝，自然精通佛法，信奉佛祖，便存了度化的心思，结果真的成功了。这只丧尸还在学习阶段，受到梵天塔劝说，竟然皈依佛门。梵天塔感应到丧尸思绪混乱，需要有人指导，而佛法正适合让人明理开智，便存了降服丧尸的心思。丧尸的危害他能看出来，他去过几10颗生命星球，全都是丧尸，场面触目惊心。佛主怎么了？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难道是这颗星球上有什么令我害怕的东西？不应该啊！找到你了。终于被我抓到了，自豪吧，你是到手第2个被我抓到的。还有谁没被你抓到？古今剑带你回9州又不是要杀了你，跑什么跑？我们天气是自由的，你们人族压迫天气，我们星系要反抗。须弥老佛死了，物质成了新的佛主。九州被天魔入侵，须弥佛战死了。老佛被天魔蛊惑，动了杀业，被我。的物质只有元婴期，怎么能辅助？被人欺负怎么办？好，我跟你回去。不过，咱们要先回去解决丧尸的问题。发现成仙天梯碎片啊！发现成仙天梯碎片，确认成仙天梯碎片位置，更新特殊任务，寻找成仙天梯碎片，确认任务。请从以下特殊任务中任选其一。特殊任务1，请在10年内帮助洛影解决其所在星球的丧尸危机。任务奖励：抽离洛影体内1/4的成仙天梯碎片。特殊任务2，请在2年内帮助洛影解决其所在的星球的丧尸危机。任务奖励：抽离洛影体内1/2的成仙天梯碎片。特殊任务3，请在6个月内帮助洛影解决其所在星球的丧尸危机。任务奖励：抽离洛影体内全部的成仙天梯碎片。洛影体内有成仙天梯碎片，江离一愣。第一次见到寻找成仙天梯碎片这个任务，他还以为按照系统的尿性，怎么也要吊他几年才发布，没想到现在就有，而且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可以从3个任务中选择一个的，越来越人性化了。若抽离洛影体内的成仙天梯碎片，会对洛影有什么影响？无任何影响。那我选择特殊任务3。已选择特殊任务3，现在开始计时。你看下面，环境是不是和咱们离开的时候不一样了？这怎么可能？这个星球的科技这么发达，才过去几天就能重建了。他们要是有这个本事，早就解决丧尸危机了。而且现在这里有上亿之多的人，前几天才几千万，人总不可能凭空变出来。这几天肯定发生了咱们不知道的变化，下去看看。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你太强了。我们要建立新的国家，而你作为人类最强者，将会是不安定因素，自然要排除你。而武器当然是从旁边的宇宙飞船残骸拿过来的。哼，不愧是外星材质，可以刺穿5阶强化者的身体。3个叛徒都要死！洛影突然感受到自己充满生命力，他猛地起身，愤怒大喊。然而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幕，茫然了。明媚的阳光，整洁的课堂，高考倒计时，诧异的同学，比自己更愤怒的老师。洛影，你自己不学习，上课睡觉也就罢了，现在还发什么疯啊？你们怎么还活着？丧尸呢？今年是哪一年？陆影拿出偷偷带来的手机，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时间，瞳孔微缩。他永远忘不了这个时间，丧尸爆发的这一天，自己回到了10年前。洛影抱着手机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来得及，一切都还来得及。死去的妹妹，失化的朋友，一切都还有挽回的机会。这个世界将沦为丧尸世界，你们多保重。韦小竹，今天别去外面，别开窗户，一直在家待着，等我回去。这一世，我一步领先，步步领先，一定要成为6阶强化者。不，6阶还不够，我要成为8阶强化者。哦，是吗？好志向。
托塔江离。您是才过去几天就失忆了啊？先生，您也重回到10年前了？重生个头！说说怎么回事？洛隐将江离走后发生的6阶丧尸将要诞生、5阶丧尸混战、差一点拯救人类、被同伴背叛的一系列事情，没有隐瞒地告诉了江离。我以为我已经死了，没想到竟然回到了10年前。确实神奇啊！你曾经碰见过什么奇怪的事情没有？经您这么一提醒，还真有。我整理父母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枚吊坠，当时手上正好有伤，血蹭到吊坠，吊坠就化为流光进入我的身体。不过我没发现有什么影响，也就没有在意。您的意思是我能重生是吊坠的原因？老白，帮我联系仙翁。理论上是有可能的，成仙天梯是仙界最得意的造物，如果如你所说，这个孩子体内有成仙天梯碎片，说不定就是蕴含着时间之道的那一部分。为了不让宿主死亡，回溯时间，应该只有那个世界的时间回溯了。成仙天梯碎片的威力可不至于将诸天万界的时间都回溯。现在九州还是延历4801年，你要提取这个孩子身上的成仙天梯碎片，我可不知道怎么做。没事，我有办法。什么办法？帮这孩子解决丧尸危机就行。洛影，咱们做个交易如何？我帮你解决丧尸，你将让你重生的东西给我。江离，别说我没提醒你，你也许不能直接影响这个世界，只能传递声音之类的讯息啊！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碰到过这个世界的东西吧？你可以尝试碰一下，这是世界的自我保护法则。身为其他世界的人，不能直接影响回溯时间的世界，等到10年后，这个世界的时间恢复正常，你才可以直接影响。小影啊，商量个事儿，如果没有我帮忙，你能在6个月之内解决所有丧尸吗？江先生，马上要来的丧尸鲸鱼可是正儿八经的4阶丧尸，我可能无法出手帮你，不过我还是会帮忙的。强化者体系经过我亲自改良，结合修仙手段，可以让你在2年内成为4阶强化者，横扫星球。谢谢小猪哥哥，我在。那个，虽然不想打扰你们，但我还是要提醒一句，鲸鱼马上就要来了。这位是？我叫江离，认识我的人都叫我江人皇。小猪，可能你不相信，丧尸就要来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就是因此回来的。哥哥，你从来没有骗过我，我相信。丧尸真的这么可怕吗？若给我时间，丧尸不成问题，但现在最缺少的就是时间。若非有那辆不知从哪里来的外星飞船，也就不会有这次的丧尸危机。其实你们这个星球大概是最后一个有生灵存活的地方。我去过许多星球，一个活的动物都没有，只有丧尸，甚至有的星球连丧尸都在内斗，最终导致整个星球只留下2只丧尸，2只6阶。最初的丧尸究竟是从何而来？我找到的疑似最开始的丧尸，在一颗全宇宙科技最发达的星球，已经初步掌握空间跃迁技术。那颗星球在1000年前就出现丧尸，很快就沦陷。1000？江离沉思，这个时间过于巧合。九州过去9000年，这个世界才过去1000年。换句话说，1000年前，这个世界的成仙天梯也消失不见。丧尸病毒有可能是域外天魔搞出来的。仙梦，成仙天梯碎片能不能让世界回到1000年前啊？做梦呢你！得到否定答案，江离只好遗憾放弃回到1000年前的计划。江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有一种叫互联网的东西，虽然看不见，但遍布世界，就像……洛影绞尽脑汁想描述互联网，不过他发现自己的词汇有些匮乏，不能很好的描述出来。我知道。您知道？洛影见江离穿着古装，还以为九州是一个很古典的世界，没想到科技也如此发达，还有互联网啊！您知道就好说了，现在的网络还能用。我在想，要不要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发到网上，能救一个是一个。此乃救人之举，当然可以。不过我担心万一被国家发现了，要抓我。江离心说，但凡这个世界的上层有脑子，也不会选择抓洛影。对于洛影，最大的可能是选择保护和合作。不用担心，我的神识笼罩全球，要是有谁想对你不利，我都能发现。而且这座城市虽然有许多丧尸，但也隔绝了想抓你的人。等到咱们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
你早就有自保之力了。有江离兜底儿，洛影信心大增，他很快打开电脑整理思路。而当洛影正准备强化者部分的时候，被江离制止了。我说你写，江离说一句，洛影就写一句。开始的时候，洛影还没有发觉有什么，只是和自己对强化者体系有些许误差。渐渐到后面，他发现按照江离的步骤成就的强化者，比上一世同阶要强大不少。江先生对强化者体系的理解远超自己，自己可是用了10年的时间思考，而江先生呢，加起来也没接触过几次。大成期的见识自然不是洛影可以比拟的。江先生，您这么快就改良了我们的体系？江离含笑点头，他见过业务从1阶到2阶，也见过5阶的洛影。尽管这只是强化者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但江离可以见微知著，推导出强化者体系的全貌。无非就是不停地往身体里灌输灵气，壮大自己。这种粗暴的方式像九州的焚血大法、燃寿大法之类的东西，不过更平民化，门槛更低。江先生，这句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人得一以长生是何意？看来你们世界没有对应的文化。那就换一种说法。江先生，这句话泥丸九针皆有方，方圆1寸除此中，内服子衣非罗裳，但思一步寿无穷，又是何意？那就写成江先生这句。你们这世界没有义务教育吗？怎么什么都不懂啊？我们义务教育不学这个。江离和洛影写的热火朝天，看得梵天塔和洛竹也内心澎湃。洛竹还不太懂江离和洛影写的东西意味着什么，在梵天塔的解说下，洛竹明白了。哥哥写的前2部分是救人用的，江离写的后1部分是救世用的。这篇文章简直就是悬壶济世的良药，可以挽救无数人的性命。洛竹晃了晃小拳头，为哥哥感到骄傲。洛影点击发送键，3人一起挤在电脑屏幕前，满怀期待地等待点击量爆发。一刷新，然后此文章涉及敏感信息已删除，请共同维护互联网秩序。3人一塔沉默地盯着，半晌不语。还是江离最先打破沉寂。既然现在什么也做不了，不妨我教你们修仙吧。方才我在网上写的都是普适性的修炼方法，这次我针对你们的情况，编出合适你们的个人修炼方法。洛影可是知道江先生是何等强大的存在，能得到这等大人物的教导，可谓是3生有幸。洛影记得江离说过的话，2年时间4阶强化者，这种速度闻所未闻。多谢江，我发现你妹妹的天赋貌似比你好，你是双灵根，水火双灵根，2种属性占比相等，在双灵根中算是顶尖的。那你妹妹单灵根还是变异的顶级单灵根，比起你妹妹拯救世界的概率比较大。扎心了，江先生。陆竹眨巴着大眼睛，貌似自己在不知道的方面超越哥哥了。修仙之前，先了解修仙的基础，也就是仙的来历。传说在不可考究的年代，有灵气充沛到无法想象，有上古先民观日月、观猛兽、观草木，心有所悟，发现灵根，服气化内，开启仙途。经历诸多磨难，万般挫折，终有上古先民突破凡人极限，成就仙体。而仙体庞大，灵气量足，而质不够，支撑不起仙体。那名最先突破的仙人很快就死去了。后来又有大智慧仙民将灵气炼为仙力，这才撑起仙体。仙体与仙力合二为一，叫做仙人。用你们可以理解的等级来说，就是8阶强化者。8阶。洛影小声复述了一遍，心驰神往。自从他从江离这里得知还有比你8阶强化者的存在，8阶强化者就成了他的目标。洛竹倒是没有太多感觉，什么1阶、2阶、7阶、8阶，对于他来说都只是数字。成仙之前要经历7个阶段，分别是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合体、渡劫，最后便是飞升成仙。这7个阶段大致能对应上你们的强化体系。修仙需要3个前提，首先是灵根。所有人都有灵根，区别只是在于武灵根还是天灵根。所有灵根中，武灵根最次，天灵根最佳，但灵根并非决定性因素。现如今的九州就有武灵根修士修到3者合一的地步，成就合体期。你们听从我的指挥，意识放空，
感应各自的灵根。明州那次江离可以直接引导，而这次他只能慢慢用语言间接引导兄妹两人寻找灵根。好在两人的灵根品质都极佳，可以轻松找到。陆影闭上眼睛，不断想象身体下坠，坠啊坠，坠啊坠，不知下坠了多久，仿佛几日，又仿佛几秒钟。他感觉自己落到棉花上，弹弹的，十分舒服。他感觉到身体最深处的炙热和湿润，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十分和谐。这意味着他的水火双灵根是均衡的。洛竹和哥哥有差不多的感觉，不过他感觉体内犹如冰窟，不过他并不感到冷。这意味着他是变异单灵根。冰灵根，其次是灵气。你们这颗星球虽然灵气稀薄，但足够用来修炼。江离早就发现了，和10年后的末世不同，现如今的灵气十分纯净，没有掺杂丧尸病毒，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你们闭上眼睛感受灵气。兄妹两人轻闭双目，眼前却并非是一片漆黑，而是有许多闪烁着蓝色光芒的小亮点。好漂亮。由于已经发现灵根的缘故，他们对灵气的感知比一般人要灵敏许多。待到他们有一定修为后，就算不闭上眼睛，也能清楚地感受到灵气。沉浸第一次接触灵气的美当中，洛竹睁眼疑惑：既然所有人都有灵根，灵气也很充足，那岂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修仙？并非如此，修仙还有最重要的东西——灵气运转周天路线。灵气在体内运转的过程称为周天，运转一圈便是一个周天。但需要注意的是，灵气不能在体内随意运转，需要按照特定路线，不然轻则吐血不止，命悬一线，重则即刻毙命。在9州的学堂，所有教书先生都会告诫学童，在不熟悉灵气运转路线的时候，万万不能独自修炼。等到了学童们可以灵气运转周天的时候，教书先生都会1对1指导，引导学生如何修炼，防止出现意外。周天路线并非唯一，而是有诸多可能，而且根据灵气品质的不同，运转灵气的速度不同，流经的穴位不同等等，也会有相应的变化。灵气运转周天路线在9州还有另一种说法——功法。由于每个修士在修炼之初对自己都不了解，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例如有火灵根修士修炼了一门刚猛精进的火属性功法，但他后来发现自己喜欢御兽，也擅长御兽，就会开始后悔。野兽对火十分敏感，他们不喜欢火力冲天的修士。这名火灵根修士想要习得御兽之术，便需要修炼一门温和的火属性功法。更换功法会浪费很多时间，可能需要几年。在这段时间里，同龄人早就超过他了。所以9州有通用功法灵气图，这部功法算是所有修士的第一本功法，上限不高，只能修炼到筑基期，但好处是和其他任何功法都不会冲突。等到修士到了一定境界，发现自己闻丹香都能分辨出药材，就选择偏向炼丹方面的功法。发现自己对植物亲和度高，就选择偏向灵植方面的功法。发现自己喜欢女人而不想结婚，就选择合欢方面的功法。发现杀人后没有心理负担那就选择自首。当然，最后一种情况只会发生在大洲，而9州的凡人，也就是炼气3层的人们，他们可以修炼一辈子灵气图，不用担心后续功法的问题。江离现在交给兄妹2人的就是灵气图。至于以后修炼哪种功法，先观察一段时间。你们尝试将感应到的灵气引入体内，按照我教给你们的路线运转，速度慢一些。洛影用意念和灵气接触，试图将灵气拉入体内，过了好长时间，才终于将几个蓝色亮点拉入体内。下一步就是引气入体了。天赋不错，这么快就到这一步了。哪里？我这也就是……话说到一半就不说了。他发现江先生没有表扬他，而是在表扬妹妹。洛竹已经运转3个周天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也运转3个周天了。江离哦了一声，继续兴致勃勃地教导洛竹：“你的修炼天赋还是不错的，是你妹妹的修炼速度太离谱了。不过你也有快的地方。比如呢？你比你妹妹出生快。滚！年轻人不要太气盛。来，我教你念经。我跟你讲，我们佛门的精华都在经文上，只要你日夜朗诵，定然可以修为精进。念经能帮我超过妹妹吗？年轻人气盛也挺好。现在你们都已经算是炼气期修士了，先巩固一下修为。一会儿我教你们聚水术和不动明王法。
在末世需要3种东西：食物、水以及不要被丧尸挠伤。食物的问题江离暂时不能解决，但水和不被丧尸挠伤倒是有办法。聚水术是最初级的道术，可以将空气中的水汇聚起来，对法力境界的要求都很低，不过也有缺陷，就是空气中的水有限，不可能无限制的汇聚水。等到2人境界高一些，就能学习新的法术，可以进行物质转换，将其他物质转化为水。江离知道不少护体法术，不过不是对境界有要求，就是效果不能让江离满意，也就只有10几种法术符合要求。从10几种法术中，江离挑选了不动明王法，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佛门的法。佛门的法大多讲究的是感悟，对修为要求不高，灵气消耗也不大。不出所料，当洛竹可以用聚水术和梵天塔打水仗的时候，洛影还在苦苦保持手中的水球不变形。洛影悲从心来，他重生后除了救下妹妹，就没碰见一件顺心的事情。天赋就这么重要吗？他在心中怒吼：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快就上手不动明王法的？无念无想，无欲无求。洛影双手合十，体表微微发着金光，表情漠然。虽不明原因，但江离觉得洛影在佛法一途很有天赋。佛法很难上手，有迟钝的修士一生都难以窥得佛法真谛，洛影却很快就修成不动明王法，当然是最浅层的部分。不过这也很难得，要知道此时洛竹可是还在苦苦思索，不得窍门，护体金光还未成型就碎掉。洛竹见哥哥成功，好奇地捅了捅，发现哥哥体外的这层金光犹如金箔，硬邦邦的，就算用力都捅破了。洛竹现在可是炼气1层，力气不小。法经不分家，我教你冥王经和不动冥王法是配套的，心中默念可以增强今天的应力。洛影记忆力好，梵天塔念得口干舌燥，才终于背熟冥王经。洛竹也终于在江离的指导下练成不动冥王法，形成最低级的金身，硬度比不过洛影，而且他也记不住冗长的冥王经。他将烦恼向江离倾诉，虽然效果差了点，其实用录音机播放也行。江先生，你肯定是上天派来惩罚我的。洛影想起自己抓耳挠腮背诵经文的场景，默默在心中流泪。好吧，开个玩笑，录音机会吸引丧尸，你还是先在家里练熟不动冥王法吧。突如其来的炮火声震得窗户都哗哗作响，是军队。洛影反应过来，江离的神识只能自己观察，不能分享给其他人，这也算是直接影响。洛影只好掰开木板缝，从窗户外看到军队的动向。在天空翱翔的蓝鲸遭受猛烈的炮火攻击，庞大的身躯像是注定要成为靶子。长得这么大，不过是个唬人用的；行动迟缓，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靶子，不过是一头会动的肥肉，怎么可能挡得住机械化部队的炮火？城市里的幸存者们看到这一幕，热泪盈眶，双手交叉，祈祷在军队的炮火下，该死的怪物死无全尸。洛影看到这一幕，心说糟糕，石化的蓝鲸怎么可能是靶子？自己和蓝鲸交手的时候，他可是轻盈的像是鸟。蓝鲸只是一种情况不会躲避攻击，那就是他根本不认为这是攻击。军队最引以为傲的现代化武器在4阶丧尸面前构不成威胁。他在前世这时候正忙着躲避丧尸，没机会看军队和蓝鲸交火的场景。他是事后听人谈起，说军队惨败，如今亲眼看到这一幕，便猜到了后面发生的事情。炮火形成的烟雾阻挡视线，雷达探测蓝鲸的情况，指挥官看到雷达上蓝鲸的位置不动，便继续下令攻击。报告，目标开始下坠，继续攻击，不要给对方一点喘息的机会。是。助推器先点火，导弹从发射箱中飞出，按弹上计算机预编程序完成各种预定动作，精确击中蓝鲸。最大时速891千米的导弹不间断地袭击目标，目标从烟雾中坠落。士兵用望远镜看到硕大的蓝鲸直直地从烟雾中坠落，肉翅合拢，无数导弹在他身上宣泄怒火，发出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仿佛在细数这头怪物的罪行。但这一头怪物就导致1000万人困在丧尸区，难以救援。幸存者有1/3都是乐观的。不对，目标张开翅膀向这里飞来。士兵观察到异动，大声报告。只见即将坠地的蓝鲸张开肉翅，用力拍地，刮起一阵飓风，托起他的身躯。蓝鲸经过变异，体长为100米，而展翅的它有恐怖的300米体宽。它贴地飞行，化身为300米宽的战争机器，扫除眼前的一切目标。大厦被翅膀拦腰斩断，无数躲在大厦中的幸存者都被砸得骨肉不存。肉翅和地面之间形成异常气压，致使在街上游走的丧尸高高飞起，摔成肉泥。房屋的窗户也承受不住这种风压，
推进屋内，而屋内的幸存者面临的将是没有窗户的安全屋。蓝鲸所过之处，无论是人还是丧尸，通通殒命。军队就在蓝鲸的正前方，他们当然挡不住近1000吨的物体的2马赫冲击。不如说，这颗星球上的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挡住这种冲击。一支满编机械化部队被蓝鲸横扫，而像这样的情况还在世界各地发生。清理完部队后，石化蓝鲸向内陆飞去，而这样的蓝鲸还有70、80只。洛主看到这一幕，咽了口唾沫，震撼的久久不能自语。尽管占了体型优势，但这也才4阶。洛主从江离这里得知，他希望哥哥在6个月内杀光这些丧尸。洛主看到掌心并无威力的水球，暗暗下定决心，要为哥哥分担压力，不就是冥王鲸吗？我背。3日后，兄妹2人整装待发，该出发搜集脑核了。人们早就发现了丧尸的脑袋里存着脑核，大脑异变为晶体，晶体中蕴含着未知的能量。人们从未见过这种能量，不知道应该如何运用。科学家们尝试将脑核的力量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增强热武器的威力。然而这方面研究进度实在太慢，需要国家级别的研究室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研制出成果，而人类是支撑不了这么长时间的。当时用了1个月攻陷世界，社会结构近乎崩盘，秩序坍塌，连凑齐研究脑核能量与武器结合的科学家团队都难。而在这个时候，有人发掘出脑核的作用，不和武器结合，直接作用在人类自身，用身体吸收脑核能量。虽然手法简单粗暴，但却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强化者因此诞生。脑核的出现犹如末世的一道亮光，照破黑暗，给予人类希望。脑核在九州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灵石。九州的灵气富裕到可以产出灵石矿，而这个世界的灵气匮乏到1枚灵石都凝聚不出来，2个世界的灵气浓度差距可见一斑。脑核中的能量是浓缩灵气，但成为强化者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吸收脑核中的灵气。如果是单纯的吸收灵气，没有正确的灵气运转路线，有一个算一个，谁吸收谁残废。而江离观察成为强化者还需要第2个条件，人的体内有丧尸病毒。兄妹俩需要外出狩猎丧尸。原本洛影的打算是用胶带缠住书本护在身上，这对于这个阶段的丧尸很有效。不过如今有不动冥王法在身，不需要这种手段。教室里幸存的20几人蜷缩在一起，瑟瑟发抖。他们被困在这里已经3天，饥肠辘辘，也幸亏教室常备着几桶饮用水，紧巴巴的用着，暂时不会担心水的问题，不然他们不被丧尸吃掉也会渴死。这样也不是办法，水总有喝完的时候，他们注定要铤而走险，逃离教室，另寻生机。而现在他们将面临一道生死考验。他走了吗？洛影说的没错，真的有丧尸啊！早知道听他的就好了。我想妈妈。同学们交头接耳，低声轻语，与其说是讨论，不如说是在宣泄恐惧。长期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他们，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呀？血肉横飞，行尸走肉。他们现在回想起有丧尸将5、6米的肠子全部拉出来，都有种想吐的冲动。可惜他们必须要克制住这种冲动，不然声音太大会引起外面丧尸的注意。有些女同学咬着衣服，眼眶红润，默默流泪。他们也见过军队和鲸鱼交火的场面，满怀期待的希望军队战胜鲸鱼后解救自己。然而残酷的现实给他们展示了4阶丧尸的强大，将他们的希望摔个粉碎。曾经训斥洛影上课睡觉的女老师摆手势，不要让学生说话，连低声讨论也不行。尽管她十分害怕，也担心父母的安危，但她现在身份是一名教师，要保护学生。她鼓起勇气，扶着墙边，小心翼翼地走到教室门的小窗边，全程不发出一点动静。丧尸危机第1日，学校就沦为了屠宰场，学生密集度太大，想逃都逃不掉，活人人数锐减，丧尸数量暴增。洛影的班级在顶层，同学们察觉到事情不对，有了一点准备，只死了一半。活下来的人忍着恶心，将朋友尸体的血涂抹在窗户上，这样既可以挡住视线，也可以遮掩气味。丧尸不会注意到这里，他们就是靠这种手段躲了3天的。这种手段终究是权宜之计。教学楼中似乎出现了一只不同的丧尸，力气惊人，金属制的楼梯扶手都被他锤得变形。这只丧尸的洞察力也很惊人，不少幸存的同学和老师都没有逃过他的魔爪，惨叫声至今还回荡在耳边。而现在这只丧尸正在最顶层游荡，老师先是耳朵贴在门上，闭眼仔细听外面的动静，确保没有声音，这才擦拭掉一点窗户上的血渍，用一只眼睛观察外面。他看到那只不同的丧尸在很远的地方啃食尸体，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们。这只丧尸他认识，是一名下流的体育老师，被多名女同学举报有违反师德的举动。
若没有丧尸危机，过不了几天他就会被开除。早开除这个人渣就好了，老师恨恨地想到。老师回到原位，用最小的声音安抚学生：不用担心，他没有注意到咱们。老师，一名女同学哆哆嗦嗦地举起手，指着黄老师擦拭掉血迹的位置，那里冒出来了一只眼睛。丧尸发现了他们，黄老师心脏骤停，同学们纷纷尖叫。教室有2个门，有机智的同学想从另一个门逃走，然而当他推开门，才发现有2只丧尸蹲在门口啃食不知道是谁的尸体。3只丧尸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那只体育老师施化的丧尸扑向黄老师，一只稳重的手突然出现，握住丧尸的脚踝，右臂发力将其甩飞，撞倒另外2只丧尸。这只手的主人自然就是洛影，真是千钧一发。洛影感慨，上一世就是和同学们躲在这里，碰到了这只丧尸，最终只有洛影运气较好活了下来。这一路他紧赶慢赶，终于在丧尸肆虐之前赶到，救下了同学和老师。小心身后！黄老师大声提醒洛影，那3只丧尸起身，作势要攻击洛影。一道娇小的倩影闪过，手握匕首，轻松割下这3只丧尸的脑袋，取出了一枚脑核。真是个天生的杀手啊！江离感慨，洛影在末世混迹了10年，现在面对丧尸自然一点都不感到害怕。可洛竹就不同了，自幼在和平世界长大，洛影不过是顺手指点了一下如何才能最快战胜丧尸，路上用2只给他练练手，他就学会如何轻松割下头颅。而且他始终面不改色，似乎见尸体也好，血也罢，对他来说并无影响，所以江离才这样感慨。施化的体育老师就是1阶丧尸，洛竹从他的脑袋里取出了1阶脑核。刚才动静太大，引来不少丧尸。江离如同幽灵一样出现在洛影身后，让黄老师等人十分震惊。刚才的动静自然不是杀丧尸的动静，而是学生们尖叫的声音。洛影和洛竹分开，向楼道的2个出口杀去，运转不动冥王法，手起刀落，丧尸脑袋掉落如雨。整栋教学楼的丧尸都被兄妹俩杀个干净。他们还未成为强化者，只凭借1层炼气期的力量就做到如此地步。待丧尸清理干净，兄妹俩回到了教室。谢谢，黄老师说道。他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学生会有这般的大变化，仿佛变了一个人。洛影接过妹妹递过来的脑核，这种东西叫脑核，脑核中有一股能量叫灵气，可以让人变得强大。洛影将脑核抵在脑门，有意教给同学们如何成为强化者，毕竟洛影不可能一直保护他们。想象你的身体长出无形的手，将脑核中的灵气拉出来，塞到身体里。黄老师和同学们看到脑核中真的冒出数缕蓝色气体，进入了洛影的体内。洛影体内响起一阵轻微的噼里啪啦声，这是在增肌壮骨，清洗体内淤伤。久违的感觉。他轻轻握拳，感受力量，成为这一世第1位强化者。顺便一提，第1位炼气期是洛竹。江先生，请帮我看看学校里还有几只1阶丧尸。 4只，分别在从普通丧尸到1阶丧尸需要吃许多人，而学校自然最不缺的就是人，因此容易进化出1阶丧尸。我去就好。洛影听到江离报的位置，起身离开。不多时，洛影就带着4枚脑核回来，将其中1枚递给了洛竹。需要注意的地方，洛影已经和妹妹反复讲过。洛竹很轻松的就成为了第2名强化者。洛影将3枚脑核分给黄老师和2位品行较好的同学，手把手教给他们如何成为强化者。这栋楼里还有几个班的幸存者，不过洛影都不熟悉，他总不能随便挑一个人成为强化者。万一对方是个胆小怕事或自私自利之辈，那就浪费了1枚脑核。洛影交代了几句，比如可以将书本绑在身上，缠上胶带，防止丧尸挠伤。再比如这3名强化者具有一定丧尸病毒抗性，普通丧尸感染不了他们。他们可以将学校的丧尸清除干净，以学校为中心建立据点，在附近搜集物资，这是最安全的做法。他们完全不用担心1阶丧尸来袭的问题，因为兄妹2人会将这座城市里所有的1阶丧尸杀个干净。见洛影兄妹要离开，有同学觉得兄妹2人身边会很安全，便喊道：“你不留下来保护我们吗？”洛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直接离开。这装什么？末世急匆匆来临，有人没有转变过来思路，觉得大家都是同学，能有什么区别？王老师冷冷地说道：“洛影难道欠你什么，还留下来保护你？可大家难道不是同学，不应该互相帮助吗？他刚才没帮你，帮人当然要帮到底。我要是有他那种力量，肯定会留下来保护大家的。”那人大言不惭地说道：“反正自己又不会真的和洛影一样。”黄老师无情地戳穿他的谎话：“我还以为你会去救你的亲人呢。”
那人语塞，因为他要是成为强化者，真的会抛弃大家去救父母。若是和平环境，黄老师自然不会说得如此刻薄。但他目睹了军队的落败，目睹了强化者的诞生，他就意识到环境变了，以前的和平年代一去不复返，他必须要扭转学生们一些错误想法。要是谁再抱有刚才那名同学的想法，日后必定会酿出大祸。黄老师转过头，严肃地告诉学生：同学们，时代变了，不要再留有天真的想法，指望别人舍生忘死的来救我们。我们只有自立，才能自强，才能活下去。现在我们3名强化者带队搜救楼中的幸存者，清除丧尸，将学校建立为安全地带。现在的1阶丧尸很少，只有人口密集的地方才会诞生，例如超市、医院、学校等地方。兄妹2人便按照江离的指示走最短路线，将1阶丧尸处理干净。不过现阶段兄妹俩还吸收不了这么多的脑核，他们便寻找到一些民间临时组建的自救组织，给组织的组建者脑核，帮助他们成为强化者，并将脑核、强化者和丧尸方面的知识教给他们。3个月后，丧尸鲸鱼回到大海，大量城市沦为废墟，强化者的存在开始被众人熟知。各国和财阀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将受灾较轻的城市的丧尸驱逐出去，建立安全区，不断增强，增厚围墙。人们忍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重建家园。各个安全区都组建了自己的救援队，负责清理安全区周围的丧尸，以及去附近地区救援。曾经各国都抱怨人口膨胀导致资源短缺，而现在人口才是最重要的资源。人口意味着力量，意味着可以清理更多的丧尸，可以完善安全区的建设体系，壮大安全区。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强化者，认识到个体的力量。强化者是所有安全区都渴望的人才，安全区会承诺各种好处，女人、食物、权利通通都可以给，只为了招揽强化者。而要说到所有强化区都渴望招揽的强化者，当属身边永远漂浮着托塔幽灵的落影兄妹。知道吗？落影大佬突破了！一名贼眉鼠眼、长着2撇鼠须的男子喝完一杯劣质白酒，和旁人谈起了落影的事情。说说怎么回事？人们被鼠须男子勾起兴趣，酒客们听到落影的名字，纷纷围在一旁，等着鼠须男子的后半截话。如今，落影可是末世中最有名的人物，强化者体系的奠基人，确定了丧尸和强化者的等级，让人类知道目前的科技和4阶丧尸的差距。要不是他开发出了强化者体系，提议统一货币体系，以贡献点为新货币，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建立安全区。人们白天玩命的在废墟里搜寻物资，到了晚上闲暇之余就喜欢谈论八卦，而落影的八卦是最为人乐道的。不过落影常年游走在各个城市废墟，斩杀丧尸，收集脑核，搜寻幸存者，很少来安全区补充物资，因此人们很少知道落影的情况。有关他的信息大多是从幸存者口中得知的，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怎么会有人不来安全区补充物资呢？不说别的，水源就是大问题啊！安全区有净化装置，水源有保障。落影不来安全区，难道他能变出纯净水来吗？鼠须男子笑了笑，并没有说话。酒客们顿时知道意思。老板，这位兄弟的酒我请了，再给这位兄弟端上1瓶纯净水，1盘压缩饼干，1盘茴香豆。现如今可没有免费的情报啊！鼠须男子点点头，这才继续说话。今天我们小队去奇雨市扫荡，分开行动，寻找电子零部件。哎，谁想到我正好碰见落影、落竹这2位大佬，还有他们身后漂浮的古装幽灵。那里不是说有好几只2阶丧尸盘踞？你胆子可真不小，敢去那种地方？鼠须男子将茴香豆的皮和肉分开，先吃皮，再吃肉，抿了一口白酒，最后才苦涩地笑道：嘿，谁叫那里的物资最丰富，风险大，收益也大。哎，2位大佬果真如传闻那样有透视之眼，任何躲在暗处的丧尸都逃不过他们的利刃。我从高处可以看到啊，有2只2阶丧尸埋伏在一旁，按理说2位大佬是不可能发现的。我正要提醒，但偏偏他们像是早就看到了丧尸，闪身冲上去杀了这2只丧尸。哎，那可是2阶丧尸，落影、落竹2位大佬不是才1阶吗？自强化者体系出现将近3个月，还没有人类突破到2阶。人类吸收完1次脑核后，身体需要充分吸收适应1次。
度过一个冷却期，才能进行下一次脑核吸收。洛影也多次出面告诫强化者们不要忽略冷却期，但总是有自大的强化者认为洛影的成功是运气，自己没必要听他的话，继续吸收脑核，最终撑爆身体。人类靠身体吸收能量，而丧尸靠脑核吸收能量，因此丧尸不存在冷却期。致使已经出现了2阶丧尸，而没有出现2阶强化者。好在2阶强化者还冲不破安全区的防线，要不才说人家是大佬。哎，不是刚几天有一支都是强化者组成的8人小队遇上一只2阶丧尸，最终只活着回来2人，剩下6人不是被吃就是尸化。哎，这2位大佬可是轻松解决2只2阶丧尸，不是1阶了。属须男子指了指探测器，我见他们吸收那2枚2阶脑核，成为2阶强化者。探测器可以大致判断出丧尸和强化者属于哪一等级，是救援队的标配装备。众人一阵感叹，战力差距太大了，仿佛洛家兄妹的1阶强化者和公众认知的1阶强化者不是一个概念。话说洛家兄妹后面跟着的幽灵到底是什么？听说在末世来临之前就跟着他们。丧尸病毒和强化者还能用科学来解释，但江离的存在就真的属于玄学范畴了，各个安全区都无法解释。我看呀，那只幽灵一手托塔，身穿古装，说不定是洛家老祖宗显灵了。有道理。既然无法用现有的知识解释，大家便都接受了这个不靠谱的玄学说法。其语是浑然不知自己成为洛家老祖宗的江离正在表扬洛主。不错，已经筑基期了。洛主安安静静地坐在石堆上，将匕首置于大腿，轻轻擦拭上面的血迹。月光洒下，映照的肌肤仿佛都在发光，如梦如幻。这是末世中难得的风景。他微微一笑，没有说话。梵天塔在一旁安慰洛影：“别太失落，3个月练气9层，你已经很努力了。”洛影心说：“啊，我没失落，你瞎闷个锤子。”此时洛影身负2种体系，是2阶强化者，还是炼气9层的修士。洛主也是一样，不过比哥哥更强，是2阶强化者和筑基期修士。兄妹2人联手，就算是3阶丧尸都敢一战。不过距离战胜成群的4阶鲸鱼丧尸还有不小的差距。在3个月里，江离想过许多野路子，试图让洛影短时间战胜鲸鱼丧尸，例如学习赶尸术，控制丧尸。到时候洛影大手一挥，100万丧尸大军出征，组成军队杀阵。什么鲸鱼丧尸啊，鲨鱼丧尸啊，通通都要死。可惜洛影只是一个炼气9层的小修士，别说赶尸100万了，就是控制100具尸体都算抬举他。或者让他学习空间召唤术，召唤9州妖兽，来一只合体期妖兽也能解决问题。不过江离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召唤过来的妖兽也不能干涉这个世界。要不建立一个国家，让洛影当国王，国运加深也不行。国运加深是有前提的，这个国家9成以上的百姓是修士，不然根本没可能让国运增加国王的修为。最终江离想到了一个办法，布阵。过几天等洛影也成为筑基期，兄妹2人联手布下连环杀阵，只要准备妥当，筑基期修士的杀阵也能杀掉元婴期，更不要说还不如元婴期的4阶丧尸。布阵下毒是9州最常见的以弱胜强的办法。按照江离估算，这个大阵最少需要10万枚1阶脑核，500枚2阶脑核。要是有更多的脑核，成功几率更大。目前兄妹2人收集的脑核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数量。布杀阵还有另外一个难点，就是难以保证鲸鱼丧尸聚在一起。不过据洛影说，1个月后鲸鱼丧尸会再度出现，攻击人类的安全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一次丧尸鲸鱼是成群出现，是个一举歼灭的好机会。怎么了？想回9州？我想回去看看我的佛国成员。你能度化那些6阶丧尸，让他们来到这里吗？度化不难，这个只用声音就行。但这附近没有6阶丧尸，不然洛影末世10年，哪还轮得到人类和丧尸抗争？早就有6阶丧尸毁灭这颗星球。而且梵天塔也不能动用空间之道，将6阶丧尸送到这里。既然你想看，那就去吧。多谢江人皇。江人皇，人皇。江离像是想起了什么，瞥了一眼正在修炼不动明王法的洛影，和梵天塔说了几句话。梵天塔晃身穿梭空间，去往几千光年外的星球。
距离尸潮还有2天。要说丧尸聚集最多的地方，当属尸潮。江离打算利用在尸潮的必经之路上，用少量脑核设下小沙阵，一举歼灭尸潮，搜集大量脑核。据骆颖回忆，2天后将有尸潮出现，路过祁宇城，攻陷福林区，震惊世界。沙阵不能设在福林区旁边，不然大阵启动，丧尸是被消灭了，留下的可是海量脑核。就算是骆颖杀的，也保不齐福林区强化者蜂拥而至，争抢脑核。骆颖确定地说道：“不用保不齐，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太了解这些人的想法了，指望他们遵守道德，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江离选择在祁宇市布下小沙阵。江先生，放在这里可以吗？往左挪一步，弯腰放置脑核。这枚脑核不行，能量太多了，会破坏大阵的协调性。换成你背包里最底下的脑核，不要放在地上，上楼放到楼顶，放到坤位。啊？不知道什么是坤位，向后退3步，埋在土里1公分。放什么2阶脑核啊？2阶脑核多珍贵啊！什么？你说不放2阶脑核，拿什么当阵眼？当然是拿你当阵眼。江离指点骆颖和骆竹，费了大半天的功夫，终于摆出个像样的沙阵，完成。鼠哥，祁宇市真的安全吗？有青年一踏入祁宇市，就觉得毛骨悚然，联想这里的恐怖传说，2阶丧尸。碰上一只，他们整个小队就完。当然安全。祁宇市一共7只2阶丧尸，都被骆颖、骆竹2位大佬消灭了，这是我亲眼所见。现在的祁宇市只剩下1阶丧尸。可你不是在酒馆里说2位大佬只杀了2只2阶的丧尸吗？小弟目瞪口呆，7只2阶丧尸都被消灭，这2名的名声可真不是吹出来的。那当然是骗他们的。祁宇市有多少好东西？要是那群家伙知道祁宇市没有了2阶丧尸，还不得一窝蜂跑过来？属须男子也是懊悔，假酒害人。当时他喝得上头，想炫耀自己见过2位大佬，可要说过程，就免不了说2位大佬杀死2阶丧尸的事情。幸亏他及时反应过来，说的9真1假，只在最关键的数量上说谎，不然今天来的可就不只是他们俩了。鼠哥，有好东西，你看，食物，好多食物啊！都没有过期，这得能换多少贡献点啊！还有这里，太阳能充电器，咱们运气真好，一只丧尸都没碰到。小弟笑嘻嘻地说道，拍了拍背包，这一趟真是大丰收，值了。是啊，运气真……鼠哥随口迎合，但话没说到一半就觉得不对劲儿。他也被喜悦冲昏了头，没发现问题。这里可是沦陷区啊，怎么可能没有丧尸呢？就算那2位大佬出手利落，他们也只是杀1阶丧尸，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杀普通丧尸啊！他听到远处传来嘈杂声，探头望去，面色煞白，尸山尸海。宽阔的街道挤满丧尸，从4面8方涌入城市。他们2眼通红，口水直流，上下颚不断做着咬合的动作，让人看了毛骨悚然。有些丧尸力大无穷，4肢插入墙壁，手脚并用，在高楼大厦中攀爬；还有一些丧尸做出青蛙状，在楼顶跳跃。丧尸们像是受到什么命令，集体赶往某个目标，而祁宇市只是路过。探测器在滴滴滴的响个不停，全都是1阶丧尸。鼠哥心都在颤抖，2手无处安放。一眼扫过去，探测器能发现几10只1阶丧尸。而更恐怖的是，2阶丧尸似乎也在丧尸大军中，而且数量不少。怎么可能？2阶丧尸从来都是霸主一样的存在，和普通丧尸、1阶丧尸待在一起。鼠哥，探测器坏了，探测器还显示有3阶丧尸。那是一头体型硕大的白象，走起路来地动山摇，一脚就将挡路的汽车踩成了废铁片。其他丧尸畏畏缩缩，不敢靠近它，但又不得不追随它。丧尸的等级秩序十分严格，高等级丧尸可以命令低等级丧尸，低等级丧尸只有服从的份儿。高等级丧尸集结低等级丧尸，让他们冲破人类的安全区，尸潮因此产生。你们现在跑还来得及。阴森森的幽灵出现在鼠哥和小弟身后，鼠哥吓了一大跳，看清来者样貌才松了口气。是骆竹大佬和骆家老祖宗。江离满头黑线，什么玩意儿就骆家老祖宗啊？趁着丧尸没有包围这里，沿着这个方向跑，可以回到安全区。那是尸潮吗？鼠哥想起骆颖曾经宣扬过的概念，
意识到这丧尸大军是何东西。见骆家老祖宗点头，鼠哥咽口唾沫，拉上发呆的小弟落荒而逃，赶紧回到安全区将这件事上报。人已经走了，出来吧。骆影从其他房间出来，面色复杂地看向鼠哥的背影。在上一世，鼠哥是他的好朋友，别看鼠哥长得贼眉鼠眼，其实却是一个重义气的好人，救过骆影。上一世，鼠哥和骆影一起来奇雨市探索，但被2阶丧尸发现。鼠哥觉得是自己把骆影拉过来的，如今被发现是自己的责任，用生命创造了骆影逃走的机会。也就是说，按照原本的轨迹，3天前鼠哥来到奇雨市的时候，就会被2阶丧尸杀死。不过骆影提前到来，将所有2阶丧尸杀了，才让鼠哥幸免于难。让骆影没想到的是，在尸潮到来之前，鼠哥又跑到这里，这也太能做了。他不愿意面对鼠哥，曾经他们是要好的朋友，可这只是骆影一个人的记忆。这一世鼠哥面对自己充满距离感和崇拜感，这让他很不舒服。因此他让妹妹和江离先生出面劝走鼠哥。江离将神石覆盖整座城市，100万丧尸已经进入大阵覆盖范围。启动大阵。骆影和骆主在阵眼处注入灵气，水火灵根的灵气和冰灵根的灵气自丹田产生，随着周天运转遍布全身，自掌心流出。庞大复杂的杀阵在悄无声息地启动，无形剑气凝聚，散发着森森寒意。骆影和骆竹分别是大小阵眼，骆影实力稍逊一筹，占小阵眼位；骆竹是筑基期，占大阵眼位。森罗大魔阵便是以骆竹为主导，剑气纵横，一剑断头，大地摇晃，楼煞倾覆。每道带有寒意的剑气精准砍在丧尸的脖子上，滚滚头颅落地，像是一把玻璃球洒在地上。剑气来得太迅太猛，丧尸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便已经头手分离。大阵流转，将脑壳中的每一滴灵气都运用在剑气上，甚至江离还让兄妹2人在城市下方布下聚灵阵。现在城市的灵气浓度远超其他地区，这些天积累的灵气也运用起来。大阵就像烈火，聚灵阵聚集的灵气如同热油干柴，扔到火堆产生的威力是极其恐怖的。不论是普通丧尸还是1阶、2阶丧尸，都挡不住这蓄谋已久的一剑。这要是在九州，炼气期和筑基期修士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有灵符、灵宝等各种手段护体，大阵威力大打折扣。但这群没有脑子的丧尸可不会这些手段，他们面对九州魔道大能留下的大阵，只有引颈受戮的份儿。几分钟过后，丧尸纷纷倒地，整座城市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海量脑核藏在丧尸的头颅中，等着主人收获胜利果实。然而骆影和骆竹都没有去拾起这份果实，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在场唯一留存的丧尸——白象丧尸3阶。这是原本预料的对手。江离自布下这个大阵的时候，就没有想着将3阶丧尸计算在内，他只打算收割一波2阶以下的丧尸。这只3阶丧尸正好让兄妹俩练练手。杀！骆影不是第一次面对白象丧尸，这头白象是从某个国家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庞大的体型在丧尸前期进化中很占优势。鲸鱼尸化后在海中肆意妄为，捕杀猎物，谁也不是它的对手，因此它率先进入4阶。白象也一样，它是陆地上最庞大的生物，尸化后体型更是膨胀，鼻子一卷，嘴巴一张，一个人就没了。在上一世，白象是陆地上第一个进入3阶的丧尸，尸化后的人类远不及它的进化速度。3阶丧尸对其他丧尸有很强大的影响力，可以集结一支丧尸大军碾压人类。这便是人类史上面对的第一个尸潮——白象尸潮。上一世的福林区面对第一个尸潮，成为第一个沦陷的安全区。骆影是那场灾难罕有的幸存者。后来骆影又去其他安全区，第2个安全区因为上层争权，以丧尸入城为威胁，结果失手真的让丧尸入城，这个安全区也沦为了丧尸巢穴。骆影从这个安全区也逃了出来，他去了下一个安全区。第3个安全区因为军火商内斗，热武器对丧尸作用不大，但对人类却是十分管用。内斗死了不少人，新鲜的血腥味引来了丧尸围城，最终这个安全区也沦陷了。第4个、第5个，当第5个安全区也沦陷后，骆影觉得上天在针对自己，跑到哪里出事，干脆自己建立一个安全区，看看会不会沦陷。安全区的名字也很简单，就叫1区。杀！骆影轻车熟路的和白象丧尸交战。上一世他成为影王后，亲手杀死了这头那时已经是5阶的丧尸。白
白象扬鼻长啸，双脚坐立，地面皲裂，怒火冲天。他好容易才拉出了一支军队，被这两个闪着金光的人类用不明不白的方法杀死，还是全军覆没。洛影和洛竹面对三阶丧尸不敢轻敌，动用不动冥王法护住身体。象鼻比人类的手还要灵活，洛影勉强躲过，洛竹却是结结实实的挨了一下。洛竹的战斗经验还是比洛影低一些，好在筑基期的不动冥王法很强大，洛竹还在体表凝结一层冰甲，让他扛了下来。不过再多来几下可就不好说了。洛竹的战斗经验长得飞快，娇躯如同鬼魅，神出鬼没，象鼻再也没有击中他。姜离敢断定，上一世要不是洛竹在第一天就死了，日后成就绝对比洛影高。洛竹抓住机会，匕首没入象眼，白象视线失去一半，他想拔出来，却发现匕首卡在里面，根本拔不出来。白象虽然没有痛觉，却也愤怒，象鼻冲着趴在头顶的洛竹脑袋砸去，洛影来不及支援。这时洛竹手心温度骤降，不合时宜的冰晶在炎炎夏日出现，凝聚成了一柄通体寒冰组成的冰剑。洛竹附剑挡住象鼻，他素手一抬，冰剑锋利划破象鼻。此时洛竹更换了新功法涌动疆土，是姜离花费10几天编写出来的，卖给系统能值数百万元点。修炼至大成，可以将念头内所有物体的分子冻住，分子停止运动是另一种意义的停止时间。还可以反向操作，升温加速体内分子运动，让分子无限接近世界规定的速度极限光速。世人只知冰灵根修士擅长冰系功法，却不知冰灵根的本质在于温度，或者说改变微观粒子运动速度。当然姜离知道肯定有先人发掘了冰灵根的本质，他猜测一直没有给冰灵根改名的原因是因温度灵根不好听。不过洛竹距离修炼到功法大成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渡劫期是别指望大成了，最起码要成仙。此时洛竹已经初步显露出这个功法的威力，改变自身温度，凝冰造物。洛竹乘胜追击，将象鼻砍下一段，白象前直离地要踩死洛竹。洛竹不慌不忙，手捏法诀，施展赶尸术，控制了白象。一瞬间，洛影趁着这个机会施展金刚体，如同莽夫金刚，金身灿灿撞击白象。白象只有2脚着地，又暂时失了神知，被洛影这一撞直接倒地。洛影的功法就是冥王经。姜离和梵天塔发现洛影在佛法的天赋上好到离谱，一点就通，于是决定让他深造佛法。强化不动冥王法只是冥王经的一小部分作用，这部经其实是直通成仙的绝顶功法。白象翻身，连续撞他数堵墙，洛影正面迎接，脚踩八卦，握住象牙，借力打力，以2阶强化者的身体撂倒3阶白象，顺势让白象用自己的力量掰断象牙。这是姜离最开始得到的新手大礼包4两拨千斤，他将这本擅长以弱胜强的亦是道法亦是武功的法门交给兄妹俩。洛影用象牙将象鼻钉在地上，白象4肢倒腾，一时难以起身。洛竹运转功法，冰剑锋利更上一层，欲要砍断象头，但白象皮糙肉厚，冰剑亦无法砍断。见白象有起身的趋势，他将冰剑刺入象耳道，触碰到脑核，轻微使劲斩断脑核和白象连接的线，白象即刻死亡。脑核和丧尸之间是有数根肉线连接的，断掉这些线，脑核就算和丧尸完全失去关系，丧尸也就死了。好在白象体型变大的同时，耳道也变宽了，不然冰剑也捅不进去。白象的皮与骨都很坚硬，即便死后，兄妹俩也是各种武器齐上，才掀开他的脑壳，取出3阶脑核。有3阶脑核，杀死鲸群的把握会大上一分。此时城市里有100万头颅，要是一个个开颅找脑核，找1周都找不完。好在在姜离的神识下，哪个脑袋里有1阶脑核，有2阶脑核，他看得一清二楚。有12000颗1阶脑核。我知道还会发生尸潮，可惜不知道准确的时间和地点，难以再用这回的方法。倒是可以去安全区里买一些，但应该还不够，1月内不一定能收集完。在末世信息传递不便，洛影也不可能知道上一世所有尸潮的具体消息。我看到已经有几只将要进化为3阶的丧尸，他们应该就是尸潮的来源。我可以估算出他们的行动轨迹和目标，那就没问题了。这次的胜利给洛影极大的信心，阵法的奇妙是他上一世想破脑袋都想不到的。9州果真奇妙。鼠哥，怎么了？小弟见鼠哥愣神儿。鼠哥回到福林区后，第一时间就报告了尸潮的情况。高层十分重视，虽然鼠哥说洛影和洛竹在奇雨市，但高层并不觉得单凭2个强化者就能解决尸潮。鼠哥自己也说了，探测器检测到了尸潮中有3阶丧尸。鼠哥是最熟悉情况的人，高层以高昂的贡献点聘请鼠哥去奇雨市探究详细情况。他在强化者中也算不上很出彩，高层使点绊子，他日后生活就会艰辛很多。
鼠哥不敢拒绝高层的意思，只能硬着头皮答应。高层也没真打算让鼠哥送死，派出几名强化者协助他。鼠哥小队全副武装，驾车赶往祈雨室。刚才2道人影闪过，鼠哥总觉得那是落影和落竹。他揉了揉眼，没看到人，还以为是眼花了。没什么。来到祈雨室，做好九死一生准备的小队目瞪口呆，半天没有合上嘴。一度以为是在做梦，丧尸们像是经历了一场一边倒的战斗，百万无头丧尸铺满街道，非常具有冲击力。最显眼的还是那头白象，像是一座小山堵在街口，整座城市一片死寂。神仙呀！队员们都下意识点头，这确实不是人类手段能做到的。指挥中心，这里是临时侦察小队。鼠哥连忙拿起通讯器，向高层汇报情况，喜上眉梢。这简直是捡来的贡献点，没有一点危险。请说。我们在祈雨室发现100万数量丧尸。行进路线呢？有多少1阶丧尸？多少2阶丧尸？3阶丧尸状况如何？纪律如何？他们采取分头行动，躺在地上，恐怕很难有行进路线。鼠哥看着一动不动的丧尸，心说纪律方面没得说，好的不得了，说不让动绝对不让动。什么意思？高层皱眉，他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丧尸还睡觉，而且分头行动是什么鬼啊？丧尸还有战术，这绝对是大问题。现有的应对战术要做改变了。鼠哥组织了一下语言，尽量客观公正地陈述事实，让高层相信祈雨室死了100万丧尸，死因是脑袋和身体分离，估计是落影和落竹做的。鼠哥心里补充了一句，还有老祖宗幽灵。高层当然不信这种鬼话了，小队里有他的心腹，心腹的回答和鼠哥几乎一致，甚至更夸张。高层好半天才接受这个现实，发自内心的称赞落影和落竹。鼠哥看到这些丧尸两眼发光，没有丧尸威胁，祈雨室就是一块大肥肉，废墟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好东西。听说这里还有台超级计算机，他一个人搬不走，现在有一群人，好像也搬不走。都是小问题，而且不说物资，就是这白象尸体就能卖出海量贡献点，这可是3阶丧尸啊！皮肉骨无论是做科研还是武器，都有极高的价值。2位大佬不在乎这具尸体，他们在乎。鼠哥兴奋地搓手，跟在大佬后面，别说喝肉汤了，连肉都能吃上。福林区贡献点兑换中心，别挑你的任务了，反正又完不成。你看那是谁？兑换中心会以发布各种任务，例如寻找亲人、清理祈雨室的2阶丧尸等等，完成就能够得到贡献点。这些任务普遍偏难，需要精心挑选，不然容易送命。同伴被打断思路，很不高兴。什么叫完不成啊？我很努力了好吗？是我菜吗？明明是任务太难。谁来了？还是落影大佬？我操，还真是。随着一男一女踏入兑换中心，嘈杂的人群不约而同地选择安静，脑袋跟着这对兄妹的步伐转动。那就是落竹啊，好可爱啊，和他哥哥一点都不一样。落影长得不也很……哎呀，就知道看脸，没看到他的阳刚之气。那就是传闻中的老祖宗，好年轻啊，年纪轻轻的就去世了，真可怜。你好，请问3位是售卖东西、购买东西，还是提交任务啊？兑换中心前台脸蛋红扑扑的，按耐住激动的心情看着偶像。他本想说2位，但看到江离，又不自觉地改成3位。麻烦帮我查一下，我有多少贡献点？好的，请稍等。落影先生，您一共有656万8千贡献点。众人倒吸一口冷气，被恐怖的贡献点吓到。我记得一枚1阶脑核50贡献点。对，您是要买下全部1阶脑核。前台愣了一下，确认自己没有听错，对落影展示了一个公式化笑容，急匆匆地跑到后面把主管叫过来。主管也一阵头大，把负责人叫过来。负责人挠头，他是这里最大的领导，无人可叫了。买下全部的脑核，落影的贡献点当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们兑换中心没资格进行这种大额交易。负责人被推出来进行交易，他正要考虑如何做的时候，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抬头一看，连忙让位。落影先生、落竹女士，还有这位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替换负责人。江离，骆家老祖宗怎么姓江啊？中年男子没有在意这个小细节。我姓王，是福林区的最高长官，很高兴见到全人类的英雄。我代表福林区欢迎3位的到来。上一世落影在福林区待过，认识这位王长官，不过那时候他还很弱小，没资格见王长官，而这一世王长官亲自接待他们。这里环境欠佳，不如3位去我办公室一叙。落影和落竹看着江离，江离点头，可以。
看来这位叫江离的才是主心骨。王长官心里将江离的地位抬高一层。买下所有的脑核，这恐怕……我自然不会怀疑先生的财力，不过三位也知道，脑核是战略物资，都卖给三位福林区的强化者，恐怕会有意见呀。王长官从鼠哥那里听到这三位的壮举，已经不是科学能解释的了。他态度不得不小心，万一是哪句话说错了，惹得不高兴，那就不妙了。一半也太多了，除非三位告诉我这些脑核的作用是要建立安全区嘛？如果是这样，福林区可以提供其他帮助。你也知道祁宇市的事情，尸潮解决，我们刚救了你们区。王长官诧异，不知道江离是如何知道自己知道的，而且想要战胜丧尸，必须要用大量脑核。我说你们是人类的英雄，这不是假话，我信你们。福林区有6000阶脑核，卖给你们2/3。1个月后，你会见到今天的决定的成果。4000脑核可以省下许多麻烦。洛影和洛主走后许久，王长官才一拍脑门，懊悔地说道：“忘了问这位江离是什么来头了。我们家老祖宗有没有显灵的可能？”这1个月里，洛影和洛竹四处给丧尸下绊子。但凡冒出来个3阶丧尸要引发尸潮，攻陷安全区，就会在抵达安全区前遭遇一波杀阵。1、2阶丧尸通通殒命，只剩下光杆3阶丧尸挨揍。曾经洛影告诫过安全区要小心尸潮，结果到了洛影说的时间，连个丧尸影子都见不到，他们还以为洛影在危言耸听。不过见识过100万无头丧尸的震撼场面，觉得危言耸听的安全区，谁也不敢再质疑洛影。兄妹俩也去各个安全区购买脑核，不过不是所有安全区的长官都像王长官这样相信兄妹俩，有的安全区只肯卖出1000枚脑核，甚至还有安全区问能不能卖给他们脑核。到最后还是利用尸潮积攒下来的脑核比买的多。平静的海面波澜不起，像是一潭死水。然而谁都知道，海洋中隐藏着最恐怖的丧尸。你们说的鲸鱼丧尸到底是多少阶呀？洛影大佬不是说了吗？4阶，这有什么可聊的？我觉得你们过于抬高洛影了，他就是运气好不要命，敢第一个吸收脑核。要是我当时胆子大一点，也吸收脑核，我才是大佬。有道理，洛影的话不能全信，他当时才是1阶强化者，有没有探测器就能断定这鲸鱼是4阶？难道他眼力比机器都好啊？现在大家都是1阶强化者，你们谁用肉眼看出鲸鱼的等级啊？人家运气好，有什么办法？还有个可爱的妹妹养眼。你们快看，海面有动静了！听到这话，队员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谁还顾得上讨论问题啊？都望向海洋，海面像是受到什么感应，突然掀起惊涛骇浪，狂风呼啸，漩涡成型。人类心底最惧怕的丧尸从漩涡中腾空，发出噩耗般的呜呜声，像是敲响人类灭亡的鸣钟。永固区，这里是海洋观测小队，发现鲸鱼丧尸。重复一遍，发现鲸鱼丧尸。永固区收到，数量。探测器显示他们是4阶僵尸，4阶，他们发现我们，距离1000米，500。海洋观测小队收到，请回答。海洋观测小队收到，请回答。通讯器的另一头只剩下半截手臂，牢牢抓着话筒，永远不可能回答。几十只鲸鱼扇动翅膀在空中飞舞，如同庆祝人类将要灭亡。它们长鸣不止，几百里外都能听到，令安全区的人不寒而栗。他们来了！永固区军队保证，他们看到的场景至死都不会在记忆中褪色。天上地下出现古老而瑰丽的大阵，任何看到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结构美感，是历史和智慧的沉淀。虽然不懂原理，也不清楚大阵图案的意义，但谁都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沉重力量，那是远比只有蛮力的鲸鱼更加强横的力量。天地有因大阵的出现，为之风云变化。雨云齐聚，昏暗阴沉，15万个亮点组成的大阵尤为显眼，像是这黑暗中唯一的亮光，比星辰更闪耀，更振奋人心。这次的杀阵用料甚至超过江离的预料，他们在短短的1个月内收集15万枚1阶脑核，800枚2阶脑核，6枚3阶脑核。若这些脑核用作其他，定然是无法战胜4阶丧尸的。但在阵法的组织下，每一颗脑核都发挥出超越它原本灵气的力量。
举动大阵，江离面无表情地说道：“鲸鱼的一切举动，在覆盖整个星球的神识下毫无秘密。自1个月谋划之初，鲸鱼的结果就已经注定。上下2个大阵将鲸鱼牢牢夹在其中，像是蓄谋已久，蓄势待发，只待鲸鱼入笼。鲸鱼以为人类才是猎物，殊不知在有些人眼中，他们才是最大的猎物。这将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狩猎。如今猎物就位，2个大阵便开始缓慢转动。无情的冰锥再度出现在空中，在超乎寻常的重力加速下，速度快得惊人。永固区军队只能远远地看着白光闪过，快要挣脱冰锥的鲸鱼被新的冰锥钉在地上，这回钉得更深，鲸鱼绝不可能挣脱。不可一世的鲸鱼就像案板的鱼，尾巴扑腾，再无翻身之力，任人宰割。上下2道阵法转动，窒息的骇人压力挤压鲸鱼，将其慢慢碾成碎渣。又有新的阵法出现在天空，勾动天雷地火，天威高远，霹雳降临，如万炮齐射，威力却更胜炮火。4阶丧尸皮糙肉厚，军队的武器根本打不穿，但永固区军队却发现雷鸣霹雳一闪而过，将鲸鱼劈的是皮开肉绽。终于启动大阵了，这是诛杀元婴期的杀阵，虽然主要是靠脑核中的灵气，但也需要修士注入启动灵气。即便如此，也差点将2名筑基前期修士榨干。落竹虽四肢无力，却罕见地腾起兴奋的红晕，脸蛋红扑扑的。虽然不如哥哥那样对末世的绝望体会深刻，但从叙述中也能够想象到这些丧尸会给人类带来怎么样的灾难。如今威胁最大的鲸鱼丧尸即将死去，其他有威胁的丧尸还没有成长起来，这次的丧尸危机尘埃落定。再也不会发生哥哥所说的妻离子散，用1盒饼干和水就能买下1名女子初夜。人们活着却只想等死，也不想面对丧尸。在末世当万人敬仰的大英雄固然是好的，可若是能生活在和平时代，谁会喜欢没游戏、没小说、没漫画、没电视剧的末世呢？就算是外行的永固区军队也看出来了，在大阵面前，鲸鱼毫无还手之力。天雷将鲸鱼的皮劈开，重力将鲸鱼的骨碾碎，脑核暴露在空气中，已经有10几只鲸鱼的脑核被劈碎，灵气外泄，让大阵威力更加一筹。对付尸潮的时候还要顾及脑核，只能将丧尸的脑袋砍下来，导致没有充分发挥杀阵的威力。而现在3人根本就没打算将脑核留下来。能将鲸鱼诛杀在阵中已经是极难的事情了，要是再贪求脑核，削减大阵威力，让鲸鱼脱困可就不妙了。忽然有一只鲸鱼撕裂肉翅，挣脱冰锥的束缚，庞大的身躯像是不小心跃到岸边的鱼，扑腾翻身，地动山摇，大地裂成蛛网状。江离皱眉，一头鲸鱼滚到同伴身边，并没有救同伴，而是吃掉他的脑核。当他吃下1颗脑核，恢复一些力气，滚到下一个同伴身边，继续吃掉脑核。江先生，天雷集中在这头畜生身上，兄妹俩用尽全部的灵气控制诛魔天雷阵。肉鲸鱼顶着天雷轰鸣的重力压制，挪动笨重的身子，继续吞噬同伴的脑核。天雷集中到还活着的丧尸身上。江离改变命令，既然无法直接杀死这头鲸鱼，那就将剩余的脑核全部破坏。这是一场速度比拼，天雷毁灭脑核的速度快，鲸鱼吞噬脑核的速度也快。终于将所有的脑核击碎了。洛竹松了口气，他刚想和哥哥说2句庆祝的话，却发现哥哥和江先生都皱眉看着那头刚才活蹦乱跳，如今一动不动的鲸鱼。这头鲸鱼发出惊鸣，断掉的肉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度长出来，体型也不断膨胀。他扇动翅膀，任由天雷落下，大阵再也困不住他。他将视线对准洛影和洛竹，充斥怒火。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5阶。洛影面色凝重，不需要什么探测器，洛影对这种气势太熟悉了，这是上一世最顶尖的丧尸才有的威力。他们没有杀死鲸鱼丧尸，反而帮他完成进化。鲸鱼的实力都相差不大，没有吞噬同伴脑核的机会，而这次大阵给了他这次机会。5阶丧尸，这代表着足以将人类毁灭殆尽的强大。
上一世虽有5阶丧尸，但人类中亦有5阶强化者可以勉强抗衡。而现在的洛影和洛竹是人类的最强者，不过才2阶，这差距如同天渊。看这头丧尸飞向洛影这边，洛影便知这一次他们必死无疑。江先生，您说我还有重生的机会吗？呈现天地碎片的能量不一定能再救你一次。这样啊，洛影对这个答案并不意外，也是重生机会难得，怎么可能一直重生呢？他怜惜地看着妹妹，只是可惜了，好不容易救下妹妹，没想到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洛竹却是知足了，虽然哥哥没有明说，但从他讲述的过程中，可是从来没有自己的身影。答案不言而喻，自己在上一世的最初就死了，这一世多活了4个月，他很满足，倒也不用太悲观。从今天起，你有一个新名号，影王佛。啊！影王佛？洛影从来没听说过这路神仙，而且自己什么时候成佛了？觉得影王佛不好听是吧？不动明王佛挺好听的，你参照这个，你叫乱动影王佛。不，这根本就不是名字的问题吧？洛影和洛竹被江离的话说懵了。江离随手一指，变出一尊端庄威严肃穆的金身佛像，身披袈裟，手握念珠，光头锃亮，看起来只是一座普通的佛像，但洛影越看越不对劲。哥哥，你成佛了？怎么可能？佛像的脸不是别人，正是洛影啊！这是我给你设计的新形象，你现在所有丧尸的信仰，影王佛啊！总之，这是目前能战胜5阶丧尸的唯一办法，你就答应了吧。虽然搞不清楚状况，但洛影知道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那头鲸鱼正在飞过来，他咬牙承认：“我是影王佛。”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内心也认命一般的承认了这个不明不白的身份。话音一落，便有数不尽的信仰之力出现，如雨如霞，沐浴洛影。似乎是因徘徊许久，终于找到信仰来源而欣喜。一接触这些来源不明的信仰之力，洛影就明白这股力量的用法。这是足以扭转乾坤的力量，可以将自己的力量提升到5阶，且不用担心身体是否能够承受得住。这相当于临时构建了一具5阶强化者的身外化身，不过这具化身融入进自己的身体。当洛影踏入化神期的那一刻，他就感受到磅礴的力量，纵然是自己巅峰时刻，也难以和这股力量相比肩。这就是远超强化者体系的修仙体系。化神期使得洛影灵台心智空前强大，瞬间就将不动明王法推演到符合化神期的程度，信手施展。洛影背后出现不动明王法像，高大威猛，一面四臂做愤怒状，背负烈火，右手持利剑，左手持锁链，还有2手揣怀。那头横冲直撞的鲸鱼完全不惧怕这突如其来的法相，他在4阶之时便仰仗身体横冲直撞，无人可挡。如今他已是5阶，岂有阻挡他的存在？鲸鱼结结实实地撞到了不动明王法像上，像是发疯野狗撞到墙上，墙壁怎么可能被撞坏？甚至法相纹丝不动。不动明王的不动便已经说明一切，那是不可撼动的法相。法相4臂齐齐挥舞，将这头不知死活的鲸鱼垂到地上，狠狠摔打，拎起尾巴扔到天空。洛影一跃而上，双手紧握成锤，鼓足力气砸下，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破坏力。梵天塔破空而来，向江离抱怨：嘴鼻子上下移动，不指挥我干活，算有力。这边怎么样？善哉，打得这么狠，到底是怎么回事？洛主忍不住问道。哥哥变强是好事儿，但兄妹俩都没搞明白这股信仰之力的来源。你知道我是人皇对吧？陆竹乖巧点头。江先生最初见面的时候就说自己是江人皇，尽管他不知道人皇到底是什么。历代人皇中都是依靠信仰之力让自己变强的，之前因为个人原因没想到这一点，直到1个月前梵天塔说要看望他的佛国，称呼我为人皇的时候，才想起来可以利用信仰之力。正如其名，信仰之力来源于信仰，古人祖宗神明仙佛信谁都会产生信仰，不过信仰一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看，就算你和洛影在末世闯出人类英雄的名号，你哥哥在10年后成为影王都没有产生信仰之力，一方面是没有刻意培养信徒，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你们抱有的心理不是信仰，而是崇拜。
若长期运作，大力宣传，确实可以让人们奉你和洛影为神明。不过这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你们应该都不愿意这样。陆主想到，要是自己成为女神之类的角色，人们对自己狂热的态度觉得有些别扭。人心复杂，但丧尸单纯好骗，所以我想到梵天塔搞出来的佛国虽然回到了10年前，早就没了佛国，但方法是可行的。自从梵天塔逃到你们这里碰见我，按照9周的时间过去9个月，而按照你们世界的时间才过去1个月。换句话说，梵天塔用1个月就能组建佛国。梵天塔临走前，我让他宣传一下洛影，把它包装成影王佛，什么金刚经大日经都是影王佛写出来的。这样一来，丧尸对影王佛就会产生信仰。这一次梵天塔度化4、5、6阶丧尸后，考虑到4阶丧尸容易动摇，自己又不能带着这些丧尸移动，便让5、6阶丧尸给4阶丧尸念经，强化信仰。如此一来，他轻车熟路地用1个月时间又建立了佛国。不过这次丧尸佛国不信别人，就信影王佛。陆竹说，既然4阶丧尸可以度化，为什么不度化这些鲸鱼呢？因为这些尸化鲸鱼不是尸化人，难以产生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种思想，很难度化。所以说，现在哥哥的信徒遍布全宇宙。陆竹想到那些丧尸宝相庄严，口诵影王佛名号，扑哧一笑。喂，我听得一清二楚。江先生，你算计我！而且别人家的信徒都是人，为什么我的信徒是丧尸？影王佛大怒，4臂用力，将鲸鱼撕成2半，取出脑核。在数千光年外，一群洛影从未见过的高阶丧尸盘膝而坐，捏不动根本印，念诵经文。影王佛是继3000世界主，正无量法得受记，吾感受到影王佛的回应了。是极，吾也是如此。我等浑浑噩噩，是影王佛使者让我等觉醒，当诚心念经，诵其伟大。诵经之声愈发壮大，有响彻宇内之势。目前只有4阶之上的丧尸信奉影王佛，若是全部丧尸都信仰，那洛影可就不是化神期这么低的境界了。信仰之力与信徒等级无关，只与数量和诚心有关。谁叫这头鲸鱼是个异类，突然想要觉醒要进阶？江离无奈，他原本也不想动用这种手段，年纪轻轻的接触信仰之力不好，容易产生依赖心理，不利于日后发展。但没办法，总会有意外发生。总之大家相安无事，可喜可贺可喜可贺。那些经文可都是仙界大佛菩萨们的，你这擅自改出处，也不怕他们下来找你算账？他们要是能下来，正好问问仙界怎么走。再说了，这是拯救几亿人的大好事，他们会理解的。一鼓作气，把所有的丧尸都杀掉。洛影没再抱怨，其实除了信徒是丧尸以外，他没有别的损失。得到化神期的力量，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这可不是临时的力量，不断有丧尸信仰他就能一直保持化神期。在这个星球已经称得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王者，在江离的神识扫描下，不管是躲在地下的还是藏在深海的，通通跑不掉。若洛影只有2阶强化者，那江离还要教他避水诀才能去深海，少不了一番麻烦。但现在洛影可以去任何地方。一直开启法相的洛影环游世界，安全区的人见了这几10米高的佛像，灵巧活动，目瞪口呆。福林区王长官见到这一幕，想起江离曾经说过1个月后见成果。难道我那4000脑核用来建造佛像了？当最后一只丧尸灰飞烟灭，系统的计时器也随之停止。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现抽离洛影体内全部的成仙天梯碎片。一道金光自洛影体内闪出，落到江离手中。本系统可以带宿主保存成仙天梯碎片，是否保存？江离直接拒绝，将碎片放到储物戒中。这就是江先生一直在找的成仙天梯碎片。洛影洛竹好奇围观江离手中的小金片，看起来只是普通的金箔。江离也是第一次见到碎片，他用神识扫描，发现这里边蕴含着极其复杂的法则。不过这些法则都是残缺的，恐怕需要补齐其他的碎片才能用。而且如他所料，碎片只剩下一点的能量残渣，不足以让洛影再重生一次。江先生，我们有机会去9州吗？洛影和洛竹期待地看着江离，
和江离相处的这几个月，听他讲述不少九州的奇闻异事，对九州十分向往。目前恐怕很难，10年内我无法影响你们的世界，而你们也不可能10年就达到破碎虚空的程度，所以你们需要等10年，九州才能和你们的世界彻底相通。我倒是可以再搞一个传送门，让九州的人过来，不过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只能说话，不能直接影响这个世界。请容我们等一等，给我们一些恢复秩序的时间。也好，1年后我会回到这里看情况的。灵气图你可以传播出去，强化者体系损害根基，如今丧尸消失，没必要再强化身体了。好啊，还有，你最好不要总是保持化神期，你的天赋很好，太依靠信仰之力会浪费你的天赋的。洛影听从江离的建议，当即散去信仰之力，背后法相虚化消失，从化神期跌回筑基期。还有洛竹，你的天赋确实很好，但你太依赖你哥哥了，要学会独立思考。洛竹像是小兔子一样，眼睛红彤彤的，强忍着泪水点头。你们可以适当休息，没必要紧绷着。尤其是洛影，你在末世生存10年，重生后也一直没有休息，随我东奔西走的，已经疲惫到极限了。如今尘埃落定，最好休息一段时间。修行不要求快，要求稳。你们的天赋注定日后必然修为不凡，不要着急。在同龄人中啊，你们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一批。江离像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分别前絮絮叨叨的，什么都要说上2句。当江离转身准备离开之时，洛影和洛竹跪在地上，两手撑地，眼泪大滴大滴落下。谢江先生教导之恩，谢江先生救世之恩。左右不过是闲来无事之举，而且我也有私心，想从你这里得到碎片。江先生，我听您说起人皇候选之事，不知我有无资格成为人皇？那你可要努力，我看你妹妹成为人皇的概率比你大呀。只要这个世界的统治阶层同意这个世界是九州的旁支世界，九州地脉就会认定这里也是九州的一部分，从这里也能选出人皇候选。这一次洛影没有被打击到，而是认认真真的说道：我会努力的。江离收敛笑容，满意的了一声。哥哥，其实我也想当人皇，这件事我可不会让着你。好啊，咱们果然想法一样。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将丧尸危机解除的好消息告诉全世界。回到九州后，江离先是带着梵天塔去了一趟佛门，恰巧赶上物质佛主开坛论法，那是精妙绝伦。天上各色香花从空中纷纷落下，这是佛法意象之一。台下那些合体期的菩萨罗汉闭目聆听，不自觉地点头。此次开坛论法很大，整座须弥山的和尚尼姑都来了，因此难免有学习佛法不认真开小差的。江离站在最后，他前面就有一位清秀蓄发的小尼姑，17、18岁的模样，低头偷看一本名叫《霸道佛主爱上我》的言情小说，完全没注意到身后有人默默地看着他。这本书的作者江离早有耳闻，情欲老师。而这300年间，情欲老师还不断地推出新的作品，大多是言情小说，像什么宁负如来不负卿、前世今生缘、无情月老有情仙等等，灵感源源不断，产量惊人，一直出到现在。这本《霸道佛主爱上我》，江离也没见过，可能是最新的作品。这是一位活了800年的修士，修为肯定不低。江离总觉得这是某位熟人，怪了，是谁呢？小尼姑旁边是小和尚，也17、18岁的模样，低头看生理健康类小说《少年阿兵》，偷偷直乐。作者是夜雨带伞。江离别过头去，不再看小和尚，有些尴尬。他知道作者夜雨带伞的真实身份，人皇殿热衷于生孩子的2位统领马卓夫妇。这有什么好看的？梵天塔不能理解这些和尚道姑的行为，在他看来，这些书有什么意思啊？哪有经文好看啊？物质一次仙界大能转世，灵魂与众不同，千锤百炼有不少伤痕。而随着物质论佛谈经，他灵魂上的伤疤也有愈合的趋势。尽管速度很慢，但确实是在愈合，这是只有江离才能看到的场景。看到台上讲座的物质，梵天塔露出老父亲般的笑容。多好的孩子呀！梵天塔十分欣慰，没想到曾经的小家伙已经成长到如此地步。就算没有他，
想必他也可以稳坐佛主之位。他偷偷看了一眼江离，估摸着自己能不能再逃跑一次。这次找个人多的世界，可不能再来一个丧尸佛国。江离注意到梵天塔的小动作，呵呵一笑，丝毫不惧梵天塔逃跑。讲座结束，众僧侣散去，坐在台下第一排的青玉道姑快步走上去，拿出亲手缝的袈裟。你看，翻动了，好大的风啊！别冻着，赶紧披上。青玉施主，不是风动，不是翻动，是忍者心动。哎呀，别管什么动了，来，赶紧披上。合体期修士岂是元婴期能抵抗的？物质拗不过青玉道姑，只能老老实实的披上做工精良的袈裟。梵天塔目瞪口呆，这成何体统？物质他才14岁，15了。这是年龄问题吗？对，年龄不是问题。江离和梵天塔吵吵闹闹的，引起僧人们的注意。之前他们沉醉于物质讲述的佛法余韵，没有注意到一人一塔。江人皇，您找到佛宝了！降龙罗汉大喜。尽管须弥山很快选出新的佛主，安定下来，但终究是老佛逝去，人心不稳。而且老佛一走，须弥山也没了渡劫期，实力大减。如今有了精通空间之道的梵天塔坐镇，须弥山才算真正安定。什么佛宝要叫梵天塔主？另一位罗汉瞪了瞪降龙罗汉，他的名号很特别，叫不被降罗汉。起这个名号的原因很简单，他是一头皈依佛门的真龙。降龙罗汉怒视不被降罗汉，就你会说话。由于名号问题，两位罗汉常常是明争暗斗，是佛门众所周知的事情。江施主辛苦。物质不急不缓地走下台，迎接江离。他步伐沉稳，和在非洲上见到的判若两人。小家伙，有没有想我？小塔，好久不见。物质佛主客气，请容我借用梵天塔一阵子。他来须弥山不是为了还梵天塔，而是找到失物后先和施主说一声。小塔若同意，贫僧自然没有异议。干什么？你不是说可以建立空间通道吗？九州太大了，地阶修士缺乏有效交流，让你在九州建立一些空间通道，方便出行。早在仙气产生灵智的时候，江离就想到了这件事情。如今天魔消失，没有外患，应当安心发展，让九州整体再上一个层次。交通是一个重要环节，建立空间通道，加速信息、经济流动，各地思维碰撞，产生火花，才能更好的发展九州。先说，我能力有限，最多能同时让20个空间通道存在，而且还需要大量灵气维持。20个已经够多了，灵气的事情不用担心，会有人抢着帮你解决的。阿弥陀佛，此乃功德无量之举。小塔，你应下吧。尽管九州没有功德降下，但行善积德，并非应当为了功德之力，而是发自内心的想做好事。行吧。青玉长教来这里干什么呀？红尘净土和佛门距离不远，近乎邻居，当然是来交流感情了。青玉道姑振振有词，跟和尚交流感情。梵天塔如临大敌，与物质说好后，江离带着梵天塔来到道宗。如今梵天塔到位，是时候履行和冥中的承诺了。一听说要去冥中世界，白宏图和长存仙翁大喜，他们通知道宗所有的合体期长老，让那些平日里邋遢的都整理仪表，别到其他世界丢人家。道宗死在其他世界，就算是仙界内斗，也会引起恐慌。为了稳定人心，白宏图和长存仙翁没有把道祖仙师的事情告诉其他人，就算是自家宗门的长老也没有。虽然不想让长老们知道实情，但白宏图和长存仙翁还是想让他们去一趟那个世界。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其他世界，这对于九州所有人来说都是十分新奇的地方，就算是合体期的大能也是如此。尤其是道宗长老们也通过遥遥通讯符看到过那个世界的景象，觉得很有意思，不用灵气就可以驱动物体，这是何等奇思妙想。冥中世界和九州世界时间流速相同，和冥中分别已经过去了4年半。江离走后，冥中就让全体公民恢复感情。江离解决了最麻烦的凶兽，剩下的不过是3-2只小猫，出动机甲就能解决，不会有一点人员伤亡。因此当他们得知凶兽不是问题，几千年的生存压力消失后，这个世界狂欢了1整年。冥中也被誉为最杰出的总统。如果不是追求极致的武器和更高层次的科学，冥中世界的人们根本不用工作。
这里的生产力高得可怕，全自动生产，人们可以按照兴趣进行工作，想画漫画就画漫画，想当老师就当老师，想不上学也必须上学。生存问题解决后，身为总统的明忠发现新的问题，极端享乐主义横行。好在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可以慢慢解决。而且明忠现在还面临新的问题，问题不大，但很烦人。明忠总统，求您如实告知我们，凶手问题到底是如何解决的？无可奉告，我已经将整个事情经过写到了档案中，列为最高机密。若无意外，100年后解封。明忠不知道江离想不想将拯救世界的事情公之于众，他不敢胡乱做出决定。江离和阴阳天印战斗的时候动静很大，尽管在大陆另一头战斗，人类这边仍有感觉。不过人类只知道有事情发生，不知起因。只有明忠知道，那是将整个大陆掀翻的狠人呐。尽管看起来像个好先生，但明忠也不敢去赌江离的性格，万一做出什么不符合这位心意的事情，那后果但人类总喜欢探个究竟，尤其是这种大事情。明忠身为总统，也要听取人民心声，便取了个折中的法子：100年后解封档案。很显然，议员们不想等100年后子孙知道真相，他们现在就要知道。明忠，没什么不可以说的，我的事情无需保密。熟悉的声音传到明忠耳边，令明忠欣喜万分。江离先生，明忠喊了出来。议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明白总统怎么突然激动起来了？难道是他们逼得太紧，把人逼疯了？哎呦，他们觉得有点内疚。这位就是民族最高领袖，感觉有些憋屈。传音啊，别光明正大的说出来，显得咱们多没礼貌。怕什么？他又听不懂咱们说什么。好像是这个道理，那确实憋屈。一群中老年居多的团队突然出现在议院，让议员们不知所措。来到这里的道宗长老都是合体期，神识范围大得惊人，他们神识外放，将整座城市笼罩住，很容易就总结出这个世界的语言规律，继而学会这门语言。不过学会归学会，该用九州话交流还是用九州话交流。话说这位领袖修为平平，也不是很能打，靠什么当上老大的？据说好像是出生前根据基因决定的。基因？新鲜。尽管神识扫描到不少东西，但要想都学会，那还是要费一番功夫的。干什么呢？别搪和了，没那么严重，就日常扯皮。你们不是想知道凶手问题怎么解决的吗？就是江离先生帮忙解决的。外星人靠他背后的势力解决的？和最初的名字一样，议员们也以为江离是外星人。明忠将整个事情说了一遍，不过有些地方删减了，例如他们是仙界移民，大陆是某个存在的尸体之类的。得知真相的议员们还是不能相信，这过于不可思议了，怎么会有人强大到这种程度？不过当江离带着他们脱离引力后，他们相信了。明忠先生又见面了。拜宗主，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九州第2大势力的高层，都是合体期。一位位长老客气地和明忠拱手，仿佛刚才议论最高领袖憋屈的不是他们一样。明忠倒吸一口冷气，连忙还礼。他可知道合体期是什么概念，当初要不是江离先生出手，一位合体期凶兽就能毁掉整个人类，而这些都是合体期，而且和江离还差2个级别呢。明忠有些心虚，尽管他也是人类最高领袖，理论上和江离地位相当，但这之间的差距可有些大呀。有朋自远方来，明忠当然要热情接待。明忠将众人带到最高级的饭店，如今这个世界的食物也和江离刚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人们开始追求美味，味道出奇的好，长老们吃得很尽兴。议员们陪在旁边，和长老们聊着九州的风土人情，被九州的广袤和强大所震撼。我记得江离先生说过，寻到梵天塔后便来叙旧，可是找到梵天塔了？饭桌上，明忠借着气氛问道。他偷瞄了半天，也没见到塔形状的物件。确实找到了，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他不愿意露面。其实梵天塔就在这里，只是用一层空间包裹住自己，以这个世界的科技是难以发现的。梵天塔来到这个世界后，一直没有说话，也没嚷嚷着在这里建立佛国，沉默的有些异常。江离传音为他缘由，得到的结果让江离啼笑皆非。梵天塔说，他发现这个世界的基本生活物资都是免费的，人们生活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追求金钱，
钱，也不追求物质，精神世界充实的可怕，根本没有建立佛国的土壤，或者说任何一个宗教都难以在这个世界立足，不能传教，梵天塔才闷闷不乐。但他也不想在外人面前展现不好的一面，便将自己隐藏起来了。如今梵天塔已经找到，双方世界可以建立固定通道，不知明中总统有什么看法？还有这种好事啊！明中当然愿意，能和这样一个强大且友好的世界建立联系，他求之不得。不过他也有自己的担忧。从交谈中，他得知九州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由大大小小的势力组成，其中保不齐就有对他们世界怀有恶意的势力。这些势力或许只是一位合体期，对于江离来说只是小势力，而对于明中他们世界来说便是难以抗衡的大势力。江离看出了明中的迟疑，我的打算是将通道口建立在道宗内，九州任何势力去你们世界都要经过道宗核查，由道宗负责你们的安全。这是白宏图主动要求的。他知道九州势力中什么牛鬼蛇神都有，可不能让这些势力随便来到这个世界。白宏图和长存仙翁对这方世界的人有天然的好感，这些人都是仙界移民，是道祖拼命保护下来的。可以说，从根源讲，道宗和这方世界的人同出自道祖门下，而且在交流之初，我已有大量人员来往。你我两个世界可择优选择精良，先让这些人穿梭世界，学习知识，增长见闻。等双方世界都熟悉了，再慢慢扩大交流名额，直至对交流人数不再限制。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这个道理江离是懂的。哎呀，如此甚好，甚好。我也没有过和其他世界建交的经验，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是着来，我亦可能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你若是有什么想法，也可尽管说。明中和江离气氛融洽，交换意见，谈到最后，两人决定订立一份协议，不过是以私人身份订立的。说是私人身份，但两人一个是最高领袖，一个是九州共尊的人皇，两人怎么可能有纯粹的私人身份呢？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他们的世界，这是他们两人的默契。私人身份比公职身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也更便利。不过两个世界之间订立协议哪有这么简单啊？除非九州以势压人，搞殖民。协议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江离之前提及的东西。同时为了便于称呼，协议明确将这方世界的名字定为明中世界。这不是明中自己提出的，而是江离提出的。明中半推半就，笑得合不拢嘴，答应了。以个人姓名作为世界之名，这是何等荣耀！就算明中不求名不求利，也乐开花了。白宏图得知协议的内容后，很快就召集诸位长老宣布决定。经过讨论决定，王长老、李长老、苏长老，你们三位现行留在此方世界学习2个月，2月过后会有另外3位长老替换你。白宏图挑选了3位擅长不同方面的长老，被点名的3位长老眉开眼笑。这个世界委实有趣得很，各种奇妙科技让他们目不暇接，激发出许多灵感。其他长老唉声叹气，盘算着怎么得到下一次的名额。明中找到白宏图，说他们还没有完全公开九州世界的打算，能不能请留下的长老都收敛一点？白宏图郑重告诫，要提醒你们3个一点，你们来这里是学习交流，不是人前显圣。这个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九州世界，你们在外面注意保，别动不动就移山填海，法向天地，整一些这个世界的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不要给明中总统制造麻烦。就让几十座山换换位置而已，不行吗？这位长老精通风水之术，他在九州就经常改变地貌，更换风水，是九州地图最大的敌人。他想在这个世界也试一试，看看风水之术在这个世界能不能行得通，有哪些变化。不行，移完山再移回去也不行吗？不行，我擅长幻术，可以上百万人同时陷入幻境，保证别人看不到我动用法术。很显然，这位长老对自己的幻术很有信心。不行，我想在机甲上刻画符文，强化机甲。注意威力。放心放心，最多就在10万台机甲上刻画。不行，他觉得这3位长老是铁了心要在这个世界搞事情。不好意思，我们这几位长老喜欢异想天开，你别太在意。不在意，不在意。明中连忙说道，背后都冒出冷汗了。这哪是这个交流学习的，这分明是请了3个大仙儿各展神通啊！几十座山的位置说换就换，百万人说陷入幻境就陷，还最多10万台机甲。幸亏白宗主明事理，不然他们世界没几天就被这几位长老玩坏了。相比之下，明中找的人就靠谱多了，都是各领域的杰出青年，组建成了一个20人的小班，让他们在九州进行为期1年的学习。九州倒是不需要隐瞒明中世界的存在，修士们就算没去过其他世界，也听说过其他世界。这个学习小班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九州学习，不用隐藏身份。临走前，白宏图和长存仙翁悄悄跃出引力范围，来到某个星球上，遥望这座大陆，依稀看出道祖的样貌，潸然泪下，对大陆方向3叩9拜。
阳历4804年7月初3，明中世界在义院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九州人皇不远万里来明中世界进行世界访问。卖报卖报，新鲜出炉的天机报。哎，卖报的，来一份。好嘞，您拿好。天机报是天机楼新推出的业务，旨在表明自己是九州最大的情报势力。卖报郎也不是从哪过来的孩子，而是天机楼的正式弟子。所以别看卖报郎对谁都很恭敬，其实他的修为比大多数修士都高。敢问兄台，这次的报纸可有什么有趣的内容？嘿嘿，买吧，买了肯定不亏。这次的内容不亚于几年前的九州议事会，甚至更有意思。那人听后眼睛一亮，赶紧买了一份。几年前的九州议事会是头版天机报的第一篇文章，让众多修士们第一次见识到高端会议是怎样的。看了以后直呼大开眼界，是天机报卖的最火的一版。什么？江人皇和道宗众人去了新世界？众人一听都引起兴趣，纷纷掏出零食购买，要看一看这一次报纸上有什么内容。卖报郎手中的报纸很快销售一空，大街上一眼望过去很难找到抬头的人，人们都在低头看报，看其他世界是怎么样的。听说这是江人皇离开九州去的第一个地方，在这里找到的至宝阴阳天印。我还以为所有世界都离不开灵气，原来还有这种世界，不需要灵气就能生活得很好。这个叫机甲的东西看着好帅，也不知道是什么等级的灵。不过这个世界貌似不太强啊，连区妖兽都能毁掉我人族，要不是江人皇出手，这个世界就危险了。什么区妖兽？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合体期妖兽。合体期也不高啊，要是那些个妖兽敢来九州，你看他们能活到第二天？这倒是实话，九大皇朝哪位皇主国运加深，不能摸到渡劫期的门槛？对付合体期妖兽轻而易举，连朵浪花都翻不起来。哎，你们看，上面说那个世界还派人来到咱们九州，也不知道能不能碰见。都在道宗学习九州话，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你能碰见才有了鬼。而且大家都是黑头发黑眼睛，碰见了你能认出来？好想去这个世界走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放名额。可恶，为什么要限制名额？不限制名额，那个世界不都是咱们九州人？等着吧，10年之内应该可以完全放开限制。话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道宗的人是怎么去那个世界的？对啊，不是说世界隔着虚空，渡劫期修士也难渡。看报纸最后说江人皇找到梵天塔，可以在九州建立空间通道，也可以在不同世界建立通道。不过维持通道需要消耗大量灵气。江人皇这是暗示各大势力向他申请建立空间通道。果然，各大势力对空间通道的兴趣大过明中世界。报纸上说得很清楚，明中世界不仅有名额限制，而且通道口建立在道宗。他们对明中世界感兴趣也进不去，他们更关心眼前的空间通道。对于修士而言，九州大是好事儿，给了他们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大的舞台。而对于各大皇朝来说就不太友好了。皇朝的建立靠武力，而皇朝的维护不仅靠武力，还要靠经济。数万年下来，皇朝的产业都到了一个瓶颈期，国内需求饱和，继续寻找需要新的需求方。新的需求方当然就是指其他皇朝。九州大的离谱，运输到其他皇朝需要数年，几年时间才能做成一笔单子，亏不亏本不好说，但肯定赚不了大钱，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哪个势力也不愿意这么干。各大皇朝也知道这个问题，奈何找不到解决办法，着急也没用。如今他们从报纸上得知空间通道的存在，自然喜出望外，他们拼了命也要求一条空间通道。刘老，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人皇放心，空间通道之事交给我便可。江离放心的点头。6个统领只有柳统领最让他省心，简直就是统领中的楷模。各大势力马上就会来人皇殿争抢空间通道的出入口，至于选在哪里，就要看各大势力肯付出什么代价了。就算江离不需要资源，他也要为下属们考虑。当然了，各大势力的代价也要交给须弥山一部分，毕竟是梵天塔建立的通道。调节各势力关系，优中选优，柳统领经验丰富，精通此道。江离将此事交给他去处理。言罢，江离离开人皇殿，他要去一趟大隋。就在前几天，系统发布了新的任务，能获取仙界坐标吗？可在日后任务奖励中获取，请宿主耐心等待。
这就让江离重新振奋起来了，对系统的任务又有新的期盼。尽管开启了寻找成仙天梯碎片任务，但江离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收集齐成仙天梯碎片。陆影这种情况肯定不会满大街都是，2条路都试一试，说不定自己可以先找到仙界坐标，就不用四处收集碎片了。发布任务，你以第1名的成绩从大周皇室学院毕业后，同时你也成为金丹期，因此受到众多势力青睐，其中不乏大周皇室希望你入赘。你觉得现在加入某个势力尚早，因此拒绝了他们。你生出游历九州之心，想要走遍九州，见识各地风土人情，拓宽视野。来到大隋皇朝后，你听说剑种将要开启，便进入剑种。众多剑道天才对你不屑一顾，认为大周皇室学院的学生只知理论，不懂剑道，让你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请你通过剑种的考验，来到最后一关，获得剑君灵魂认可，让剑君灵魂随你离开剑种。此任务不可放弃。任务奖励：养魂戒、一剑残破剑形道器、武技大力开杯手。友情提示：为了此次任务，系统临时开启原点感悟功能，可用原点帮助宿主进行剑道感悟。剑种剑君。九州修士含有不知剑君名号的。剑君是一位渡劫期修士，是剑阁的中兴祖师。当时剑阁人才凋敝，青黄不接，许多宗门都想吞并剑阁，剑阁所在的皇朝也想将剑阁纳入麾下。就在此时，剑君横空出世。突然有一天，剑君消失，只留下神秘莫测的剑种。有人说剑君作画了，他在剑种留下了一番造化，等待有缘人开启。这是4000年前的事情了。500年前，上海只有金丹期的江离还不清楚自己在剑道上天赋几何。正好他听说大隋皇朝的剑种开启，便进入剑种一探究竟。在这里，他结识了连道宗行走都不是的白宏图。在剑种，江离发现自己在剑道修为那是一塌糊涂啊，只能学会一招新剑，让他大受挫折。剑君的灵魂在剑种，灵魂和残魂残念是不同的，系统在这方面措辞更是严谨，不会出错。灵魂就意味着是3魂7魄是完整，看来并非是剑君消失，而是修炼出了岔子，导致灵魂离体。灵魂离体和死亡是2个不同的概念。灵魂离体是指灵魂离开身体，但还活着，可以回到原来的身体，也可以夺舍；而死亡就是灵魂进入地府轮回转世，没有夺舍的可能。既然剑君的灵魂还在，那说明只要给他找一具身体就能复活。九州的渡劫期不多，能救一个是一个。江离坐在茶摊上，喝着劣质的茶水，等待剑种开启。无意间听到2位年轻的修士在谈论自己。听说了吗？剑种又要开启了。剑种就是姜人皇发迹开端的剑种。当然，除了这个剑种还有哪个？江离越听越不对劲儿，自己什么时候从剑种发迹的？之前有在大周皇室学院学习知识，后有去道宗学习道法，怎么也轮不到在剑种发迹。2位劳烦问一下，为什么说姜人皇在剑种发迹啊？你不知道？谁不知道姜人皇在剑种获得剑道感悟，3000道剑臣服在只有金丹期的姜人皇脚下，从此姜人皇一飞冲天，人挡杀人，神挡杀神。向天一指，便是遮天蔽日的剑雨，明晃晃的剑尖向下，任谁看了都胆战心惊。啊！江离满头问号，咱们说的是一个人吗？据我所知，姜人皇在剑道上的天赋一般啊，只会一招新剑。怎么可能啊？姜人皇是何等人物啊？怎么可能只会一招剑法？这种谣传你都信？我5岁的时候就不信这种谣言了。难道你们听说过姜人皇用过其他剑法？姜人皇出剑，岂有留下活口的道理？见过他出剑的人都死了，就像100年前姜人皇一人一剑剿灭魔窟，虽不见过程，但事后有人查看情况，发现魔窟中的魔头一个都不剩，通通死亡，而且魔窟中空间破碎，剑气纵横，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啊？有没有一种可能，不一定对啊？空间破碎是姜人皇干的，剑气是魔头砍出来的，绝无可能。姜人皇不只是剑道上天赋卓越，在丹道上更是无人比肩啊！道中炼丹峰的苏维啊，都比不过他哟。对，我听说姜人皇可以以天地为烘炉，众生为新柴，阴阳2气为炉火，炼出飞升8景。
哎呀，你们这样乱传谣言啊，我以后很难找苏维求丹药啊。聊了这么久，还不知道兄姓名哦，钱离。哦，原来是钱离道友。在下张龙，这位是卢补聪。恰逢剑总开启，我人想去剑总碰碰运气，不知钱离道友意下如何呀？我确实要去剑州。正好，咱们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还可以路上继续与你细说姜仁皇。江离觉得后半句才是真正的目的。卢普聪也点点头。江离正要答应，却发现了几位熟人，便摇头婉拒。师傅，剑种开启了，咱们要不要试试？试试也无妨。不过我听说剑种只允许金丹期以下的修士进入，你2人进入就好，我就不去了。那这只小狐狸就交给我照顾。这只小狐狸在说什么？小白说他也想进入剑种。一只勉强听得懂人话的小家伙也想进去，也罢，那你们就带着这个小家伙去吧。有人向咱们招手，哎，是你们谁的熟人吗？可是道宗行走，直觉挺准。又见面了，这是很有缘分啊。确实有缘分。江离变了模样，熟人当面都认不出自己是谁。若见到自己而不认，便是有缘无分。他向3人打招呼，就是想看看3人中有没有谁能认出自己。袁武行不负众望，认出了江离，这便是缘分。修行不错，没有懈怠，也无走偏。丧尸世界时间流速不同，按照9周的时间计算，距离上一次和秦乱3人见面已经过去4年多。袁武行已经达到了元婴中期，且有随时突破的迹象。秦乱到达金丹后期，宋颖达到金丹中期，3人的修炼速度都超过江离的预期了，看来另有机遇。这白狐狸不错啊，冬天暖手，从哪儿捡来的？是1年前从山上救下来的。当时小白正被野猪追着跑，当时为了吃猪肉，顺手将野猪杀了，救下小白。后来我就一直养着小白。小白在寻宝方面很有天赋，可以找到藏在很隐秘地方的天才地宝。有一天深夜，我见到陌生的狐女在湖边洗澡，白耳朵白尾巴，骨子里透露出一股魅意。转身看到我以后啊，尖叫一声，马上就消失不见了。白狐本就稀少，我不信正好就能碰上一位白狐女，那肯定是小白变的。你睡迷糊了，师傅也摸过小白的骨龄，才1岁多，怎么可能是你口中的狐女？也没这么早就化形的妖兽。江先生，您怎么看啊？听说青丘国国君有一项天赋，名叫转生。起初我还以为是他碰到什么致命危险，不得已动用转生天赋，保留记忆重修一世。得意洋洋的小狐狸如临大敌，警惕地看着江离。不过转念一想，青丘国国君是何等高傲的白狐，对人族向来不屑一顾，怎么可能安安生生地待在你的肩膀上？大致是我看错了。江先生真会开玩笑。哎，李富贵，你也要去剑种？我也是。哎，刚来这里就碰上这种好事儿。什么李富贵，叫我七杀道子！我在这里蹲了大半年，才终于等到了剑种开启。你倒是好运气，一来就碰上。迎面走来一群人，不小心将宋颖给撞了。走路不长眼呢，不看路，讲不讲理？明明是你们撞了人，还有理？肩膀上的小狐狸也冲着对方做出凶猛的表情。这是无畏盟的人，你别头铁跟人顶。无畏盟那是什么？是大隋最大的组织，由许多个宗门一起组成。那些宗门最低都有化神期的真人坐镇。大隋除了剑阁，所有合体期老祖的宗门都在其中。他想让秦乱知难而退，合体期很恐怖的。无畏盟对内团结，对外霸道，在大隋横行霸道，除了皇室谁都不放在眼里，地方官员都要礼让3分。这也导致盟中宗门弟子也是个个眼高于顶，从不讲理。小子，怕了吧？怕了就老老实实的磕个头，赶紧滚！还不感谢羽少大气？羽少是盟中合体长老的直系血亲，一看就是其他地方来的乡巴佬，没听说过无畏盟的名号啊。江离听了以后挺无语的。袁武行随手一挥，就要将这帮目中无人的家伙扇倒，却被另一股力量化解，消散于无形。闹有好大的火气，不过是小辈之间的言语争执，却要出手伤人。
袁武行不跟他做言语争辩，直接出手。10招过后，对方被袁武行打得咳血，临行前还撂下狠话：有种报上名号，你们5个等着，我吴卫蒙必报此仇。哎呀呀，袁师叔您冲动了，剑冢将要开启，您又让吴卫蒙惦记上，肯定少不了麻烦。秦鸾指了指江离，这位是玄妙秘境中见到的江前辈。玄妙秘境。江前辈这2个关键词让七杀道子瞬间知晓江离的身份。七杀道子打了个激灵，顿时豪气冲天，什么狗屁无畏盟，过来一个试试。无畏盟中的宗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祖上被剑军打过，剑军消失后，那些宗门组成联盟，一起打压剑阁，这就是无畏盟的雏形。无畏既不害怕剑军，江离多次表示自己可以帮忙，但剑阁始终拒绝。江离觉得这剑阁啊，他们这些人的脑子都不太正常。不过这一回倒是有理由帮剑阁了。江离掏出遥遥通讯符，红火，帮我敲打敲打大隋的无畏盟。怎么了？无畏盟说要找我报仇，威胁人皇，这是大罪。您这是钓鱼执法呀？哎，什么叫钓鱼执法？学个词就乱用，对应得上吗？这叫体察民情，与民同乐。您别欺负俺没读过书。干不干吧？干呐！有打架的事俺肯定干。敲打自然是字面意义上的敲打，又敲又打。玄冥子，咱们为何要逃走？你让我丢人了，而且剑冢将要开启，你带我回来耽误时间，赶不上进入剑冢了。对方绝对是天骄人物，战力太强，我根本不是对手，而对方也明显没有把咱们放在眼里。我要是不带着你们跑，恐怕受伤的就不只是我一个人。玄冥子和羽少一同将这件事告知老祖宗羽星辰。羽星辰闻言动怒，大隋境内竟然敢有人将漫天星羽宗不放在眼里，将无畏盟不放在眼里，而且还只有元婴期。就算元武行天资纵横，同阶无敌，只要没有成长起来，羽星辰都不放在眼里。至于是不是羽少撞的人，羽星辰并不关心。他刚要下令派人，就见有人慌慌张张的递上了一张拜帖，赫然是仁皇殿张统领送过来的。他人呢？正在门外候着呢。荒谬，哪有让仁皇殿统领等着的道理？堆上笑容出门迎接。哎呀，张统领久等了，你要找我直接来就可以，何必递什么拜帖？这是规矩。不知张统领来所为何事？你们无畏盟胆大包天，威胁仁皇，仁皇宽宏大量，只给你们一个教训。羽星辰和跟在身后的玄冥子一脸惊愕，不知道无畏盟中是谁敢威胁仁皇啊？活得不耐烦了吧？想打人直说呀，这理由太敷衍了吧？快点挨打，打完我还要去下一家。张统领，大家半句话没说完呢，就被张孔虎一拳抡飞。羽星辰被其中的拳头打得懵了一下，刚定神就见张孔虎飞过来又给自己一拳，他这才意识到原来合体期与合体期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羽星辰被张孔虎打的是呕血连连，张孔虎打完收工，趁着台词没忘，转身找下一家。老祖宗，你还好吧？威胁仁皇，这是何等随意的借口，可偏偏人家能用这种借口主动攻击，这摆明了就是告诉我们仁皇殿就是不讲理。你能怎么样？仁皇在敲打我们，我们不讲道理会欺负比我们弱小的，仁皇殿不讲道理会欺负我们。仁皇殿一直没动手，只是因为他讲道理，这是让我们体会弱者的感受。唉，漫天星羽宗就收敛一些，记住以后对人都客气点。那这次羽少的事，他自己无理取闹，难道还有理？让他出门在外老实点，说不定就是仁皇看他不顺眼，才派人过来敲打我无畏盟的，让他苦修3年，不准离宗，不近女色，粗茶淡饭，反省自己。要是让我听见他还我行我素，非打断他的腿。玄冥子应声退下。相同的场景在大隋各地上演，那些飞扬跋扈的宗门都不敢再仗势欺人。这日过后，无畏盟老实下来了。哎，奇怪，刚才不是无畏盟的人吗？撞到了我还跟我说对不起，怎么感觉守规矩了？好像无畏盟的人都变成这样，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剑冢将要开启，武行，你要进去吗？袁武行惊愕，自己条件不够，怎么可能进去？我不想您在剑道上天赋绝顶，我在剑道上并无建树，进入也是徒劳，还是算了。也罢，那就传你一道神通，你且好好领悟。剑冢正如其名，是剑的坟墓，断剑随处可见，
如同两支持剑军队交战，两败俱伤，最终军队尸骨不见，只留下无穷剑气。此地剑气凌乱，肆意纷飞，稍有不慎就会被剑气划伤。看，那是剑道石碑。在剑中最引人注目的，并非是断剑，而是12面高耸入云的石碑。这些石碑坑坑洼洼，历经沧桑，并非是由于风吹雨打所致，而是被剑气磨损的。剑中有3道考验，这是第1道。只有悟出3招剑法，才能进入下一道考验。那就是让姜仁皇剑道大成的石碑吗？听说姜仁皇在这里边静坐3日，起身之时，两眼射出2道金光，剑气纵横3万里，18面石碑被斩断6面，如今只剩下12面。七杀道子听到路人谈话，十分崇拜地看着江离。江离一阵心虚，静坐3日有，剑气纵横也有，斩断6面石碑也有，但都不是他干的，而是他旁边的白宏图干的。之后白宏图曾告诉江离，1面石碑就是1招剑法，他全部悟出来，一共12招，剩下6面是迷惑人的，因此他毁去，以免误导后人。我听说道宗白宗主号称剑仙，您比他还要强啊，那就是剑仙中的剑仙，简称剑仙仙。江离慈祥地摸了摸秦乱的脑袋，哎呀，多好的孩子呀，可惜就是长了张嘴呀。去石碑下面试试吧，能悟出几招？我悟出5招，我悟出10招，我也悟出10招，我差点就悟出第11招。我也是。4人一壶中，只有江离没有达到第2道考验的标准。3人一壶被传送走，江离被孤零零地留在原地。江离撇撇嘴，撕开空间，顺着他们传送的方向找过去。这是江离亲眼见到第2道考验，一柄柄长相相同的零件插在地上，如同墓碑。这些灰扑扑的，看不出品阶，似乎连零件都不是，而是凡铁铸成的普通宝剑。宋颖拔出一柄剑，那柄剑样子大变，洗尽铅华，显露本毫，竟是一柄法器级别的零件。这对于宋颖来说已经是很好了，不过法器级别显然不是最好的零件。宋颖想拔出另一柄零件，却发现这柄剑似乎和大地铸为一体，难以拔出1分1毫。小狐狸选中一柄剑，2只小爪子抱着剑刃，一点点拔出来，也是柄法器，不过比宋颖要高级一些。小狐狸对自己的剑不满意，他觉得自己怎么也要拔出一柄道器级别的剑，奈何他遇到跟宋颖相同的情况，也拔不出第2柄。这里每个人只能拔出1柄剑。江离说道，随手拔了一把和废铁只差1点生锈的宝剑。江离觉得自己面子上挂不住啊，又把剑插回去，去拔另一柄剑。他遇到极大的阻力，所以他连剑带土都拔出来了。零件洗尽铅华，想要显露原本的面貌，但他露出一半，觉得不对呀，这似乎不算拔出来呀，又憋了回去，变回不起眼的样子啊！对不起，变错了。黑非逼我动全力是吧？第2道考验所处的空间很大，江离这里只是一小片范围，其他人距离这里很远，没看到江离的神奇操作。灵气、法器、道器级别的零件不时被有缘人得到，缘分深的获得道器零件，缘分浅的获得灵气零件，没缘分的获得和废铁只差1步之遥的生锈宝剑。和秦乱等人一起进来的还有不少，这些人脸上都洋溢着难以收敛的笑容，说明收获不小。看，道器级别的零件，我这也是道器级别的零件。江先生，您看看我们这2个零件谁的品质更好？秦乱的零件品质胜你一筹啊！你们2人拿到的都是上品道器，相传建军合体期时曾用过一段时间的双手剑，这2把剑应当是建军佩戴的雌雄双蛇剑。你的是雌剑，秦乱的是雄剑，你的雌剑碰到秦乱的雄剑就不灵了。而且双蛇剑只有在同一个人手中时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威力，分开使用威力衰减6-7成，甚至更多。七杀道子有一种浓浓的挫败感，虽然很不甘心，但他只能将剑给秦乱。谁叫他这是雌剑呢？然而秦乱拒绝，反过来将雄剑递给七杀道子。秦乱，你莫要侮辱我！你的灵台和肉体分裂的挺严重啊！江先生，其实遇到雄剑之前，我还感觉到一柄剑与我有缘，可能是剑种中最好的剑，但我拔不出来，只好另寻灵剑，找到这柄雄剑。这柄剑在哪？就是这一柄。江离一握剑，刚想用力，就感觉有一道神念从剑中传来。道友，莫要动手！剑君，一团白雾从灵剑冒出，凝成人形，
白袍白靴，风神俊朗，长身玉立，眉宇间有着一抹剑修独有的傲气。只是目光扫视，都会给人一种来自上位者的压迫感。正是在想，我观道友修为高深莫测，想必同我一样是渡劫期。不过，即便如此，也请不要趟浑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怎么回事？4000年前，我迈入渡劫期，有感天地恩惠，谢众生魔剑，便将12式剑法铭刻在石碑，当作第一道考验，将穷其一生搜集到的剑赠予有缘众生，当作第2道考验。第3道考验则是我自己。若谁能见到我，通过我的考验，那我就会指点一二，收为弟子，也未知。说来也是丢人，谁能想到，我在第3层闭关之时，遭遇心魔劫，动摇剑心，棋差一招，仓皇落败，使心魔占据我身，反倒是我这个原主人被驱赶出来，附到剑上。我在第2层，心魔在第3层。我动用一部分规则，将他留在第3层。他若是敢离开第3层，就会受到规则反噬，虽不致命，却足够我趁机击败，夺回身体。这柄剑是第2道考验中所说的最好的剑，也只有这柄剑能承受我的灵魂。谁若拔出来，按照规则就会传送到第3层。我若强行改变规则，心魔就会从第3层跑出来，这就导致我们谁也奈何不了谁，僵持了4000年。剑君为何不求助于他人？据我所知，500年前就有道宗真传，现在的道宗宗主白宏图欲要拔出你，你为何不将实情告诉他，请长孙仙翁出山帮忙？哼，特效！我被剑修，何必寻求他人帮忙？那你想怎么办？继续坚持直到天寿耗尽？总之，绝对不能去第3层，不然就算有我在一旁相助，也没有必胜的希望。甚至心魔还可以借着交手之际逃出祸害九州。江离也奇怪，战胜剑君心魔对他来说并非难事，他奇怪的是这次系统的任务，系统绝不可能交给500年前的他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看现在的情况，不战胜心魔就完不成获得剑君灵魂认可这个任务。系统认为他只有金丹期，金丹期外加渡劫期灵魂，能战胜占据肉身渡劫期的心魔。考虑到宿主的困难，系统可临时开启规避心魔功能。友情提示：规避渡劫期心魔需要消耗105万元点，系统可出借原点，宿主需按每月3分期偿还。嘿，您这业务够广的，还放高利贷。我是当代人皇江离，大成期修为，可以帮你消灭心魔。道友莫要诓我，世间怎么可能有大成期？我觉得大成期之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江离是觉得剑君真难伺候，直接拔剑，剑种规则启动，江离主动传送到第3层。怎么来第3层了？道友怎么如今急躁？心魔逃出剑种，可如何是好？你是人皇，怎么能不考虑众生安危？听说第3层有考验，不知考验是什么？小辈，注意你说话的态度。身为前辈，就让你知道何为一剑破万法。无知后辈，竟敢不夺，看你用什么挡！你真的是大成期？剑君，你可知你的心魔来源于何处？请人皇指点。是傲气，突破死劫，以死求生，生死间开悟而突破为渡劫期，这确实是你傲气的资本。修士有傲气是很正常的，别说你的渡劫期，就算是合体期，有傲气也是应该的，毕竟都是万万修士的佼佼者。但傲气不是傲慢，你则是傲气太盛到极致，产生傲慢，以至于灵台蒙灰，认不清自己，生出心魔而不知缘由。败给心魔后，明知没有办法，依旧不求外界帮助。你是如此，剑阁受你影响也是如此，宁肯被无畏盟针对，也不求人皇殿帮忙，差点断代灭宗。若非有我出手，你们剑阁能挺过100年都算是运气好。剑君不是无情之人，他肯振兴剑阁，足以看出他对宗门感情之深。但他得知剑阁因为自己差点成为历史，大感意外和内疚。若非有江离，就算自己战胜心魔，也要懊悔终生。谢江人皇出手相助剑阁，我陈剑南在此发誓，必以忘死之志、舍身之意对抗天魔。天魔就不用你对付了，如今九州有大阵笼罩，有我在，域外天魔已经算不得威胁。只是你的傲慢还需要改一改，不然再生出心魔，我可不管。谢人皇指点。
灵魂是没有衣服的，建军灵魂状态的衣服是幻化出来的，可以看作没穿衣服。换言之，建军灵魂裸奔了4000年，如今回归肉身，终于算有衣服穿了。建军还觉得有些不适应呢，灵魂离体、神游万里的念头蠢蠢欲动，他赶紧把这个恐怖的念头摁下去。建军灵肉合一，端坐于王座之上，双目如电，犹如剑中尊者。如今的他才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渡劫期，彻底掌握剑种规则，可随意控制剑种。两人回到第2层，却见秦乱旁边又多了2个熟人，正是在茶摊请江离喝茶吃点心的张龙和卢普聪。什么？你们在剑种外守候的师门长辈只有元婴期？秦乱道友，虽说感谢你们出手相助，但莽撞啊，那群家伙可有一位化神期长辈在剑种外啊，到时候对方以势压人，咱们都没有好下场。此事起因我2人离开剑种后，我2人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趁乱逃走。也不成，他们还盯上了7杀道友的雌雄剑，肯定会留意你们。这可如何是好？2位道友不用担心，我们随长辈一同进入秘境，有他老人家在，可保我们安然无恙。长辈？难道几位跟脚深厚、背靠大宗有渡劫期前辈？张龙不信，能无视剑种规则进入剑种的，只有可能是渡劫期，总不可能是大成期的人皇跑到剑种。那人皇也太闲了，他要是这么闲，怎么不去茶摊喝茶呀？倒也没有渡劫期前辈，怎么吵吵闹闹的？千里？是这样的，这2位分别是张龙道友和卢普聪道友，他们2人得到2柄中品法器级别灵剑，被人盯上，对方人多势众，连唬带吓，欲要以低价售卖，还说若是不卖，便让他们在大隋寸步难行。2位道友也是性情中人，直言不卖，对方恼火，欲要出手抢夺，我看不过去，便出手相助。李富贵也帮忙，他们当然打不过我，不过对方也盯上了李富贵的雌雄剑，临走前扬言说，有本事就一辈子待在秘境中，不然出了秘境，让他师傅给我们好看。这种人也配当剑修，当真是剑修之耻。建军闻言微怒，对秦乱所说之人感到不耻。除了江离，有能力悟出3式剑法的，来到第2层的，都算是剑修，无非是有没有将剑修当作主修而已。建军之所以自称剑君，便是认为剑修都应当如君子一般风度翩翩，强抢豪夺，以势压人之辈，没有资格当剑修。剑种第2层的剑都是建军和人对赌赢下来的，没有一把是抢过来的。那些人的威胁只有张龙和卢普聪放在心上，其他人谁也没在意，就连小狐狸都不害怕。他早就认出了这位江先生的身份，能够无视剑种规则，跟拔萝卜一样将剑拔出来，还姓江，除了当代人皇江离还能是谁？秦乱果真是个福缘深厚之辈，自己跟对人了。小狐狸窃喜。恭喜前辈获得肉身。小狐狸抱拳呜呜叫着，也在恭喜。不管是从年龄还是修为上看，他都算是剑君的晚辈。恭喜前辈获得肉身。恭喜前辈获得肉身。剑君不似江离，形象广为流传，走在大街上容易被人认出，更不要说他是4000年前的渡劫期。张龙和卢普聪当然没可能认识他，不过他们大致能猜出来这位大佬的身份，一颗心砰砰砰的直跳。好好好，剑君开怀大笑，那一点不快也烟消云散。也对，今天可是本君夺回身体的大喜之日，怎可因阿扎之事坏了心情？剑君，小辈祝贺，长辈也应该表示一下呀。也对，是我糊涂了，你叫宋颖是吧？剑君对第一个恭喜自己的宋颖很有好感，谁都喜欢机灵又可爱的后辈。我观你并非专情于剑道，所用武器也非灵剑，给你灵剑也是无用。剑君指尖露出剑气，五指向内，半握成拳。待他张手时，5个黑漆漆的丹丸躺在手中。此乃剑丸，其中蕴含着我的5道剑意，可捏碎对敌。化神期挨上就死，合体期正面碰上也要重伤不起。剑君将5枚剑丸交到宋颖手中，宋颖珍而重之地将剑丸收到葫芦里。这可是保命的好东西。虽说秦乱次次遇到危机也能化险为夷，但如同在钢丝上行走，终究是不安全的。有了剑丸，他们的旅途安全大有保障。这只小狐狸，剑君想说九尾天狐，但见小狐狸拼命给他使眼色，猜测对方不愿意在小辈面前暴露身份。他点在小狐狸额头，变幻之道、魅惑之道，我皆不熟悉。不过我曾误入过你狐族老祖宗的一处藏地，方才在你灵台中打入的印记，便是藏地地图。若有时间，你可以去看看。小狐狸连忙抬起小爪道谢。剑君拿出自己附身的灵剑，在上面打下一道道禁制，灵剑的品质逐渐降低，一直降到上品灵器。剑君将灵剑递给秦乱，此剑是我突破渡劫期前用的灵剑，名唤云荒，可拨云见荒，改天换日。
你若强行催动，便如质子抡大锤，伤己胜过伤敌。我将此剑烙上禁制，压制等级，正好适合现在的你使用。待你修为增长，可逐渐解开封印，直至完全发挥云荒的威力。莫要夺了云荒的名号。谢剑君。李富贵，你是他们当中最心于剑道的，不错。我观你有剑阁功法，可是我剑阁弟子。回剑君，在下是无情宗道子。据记载，无情宗开宗祖师出自剑阁，算得上是剑阁的分支。无情宗，这么说，你们走的是无情剑道。可我见你喜形于色，不似修行无情剑道。剑道分有情剑道和无情剑道，剑君走的就是有情剑道。我身为宗主之子，也必须修炼无情剑道。可我本身又非无情之人，如何修得？所以我白天装作修炼无情剑道，晚上偷偷修炼有情剑道。谁料装得太像，大家见我最无情，便推选我当道子。我在宗门里一直都是面无表情，假装无情啊，难为你了。剑君还真是头一次碰到这种人。既然算是我剑阁分支，那我便收你当我弟子，受我衣钵。七杀道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喜砸得晕晕乎乎，自己何德何能，既然有资格拜入剑君门下？师尊在上，受李富贵一拜。徒儿快起身。剑君拿出2枚小剑形状木牌，递给张龙和卢普聪。这是我的令牌，若日后遇到困难，可来剑阁找我，我会出手帮你们一次。张龙和卢普聪目瞪口呆，没想到他们的异想天开竟然是真的。消失4000年的剑君就这样出现在面前，还给了传说中的剑君令。有剑君令在，比什么灵剑都好用。至于剑种外的威胁，早就被他们抛到脑后了。只是他们奇怪这位钱离道兄的真实身份，能和剑君交谈自如，想必是渡劫期修士。可惜渡劫期修士他们一个都不认识，无法对应上。恭喜剑君获得肉身，江离真心恭贺，伸手讨要礼物。您就放过我吧，我这里哪有什么值得您看重的东西？要不我这身体不要了，您拿去变成傀儡。还真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做。如今道宗宗主白宏图号称9州第一剑修，我想让你和他比一场。若是他，倒也有资格这般称呼。剑君想起只有金丹期的白宏图，剑道天赋是他平生所见中最强的，不亚于自己。剑君来了兴趣，4000年前他也被称为9州第一剑修。就算江离不说，他完全恢复修为后，也要和这位剑道后辈比剑。得到江离指点，认识到心魔来源，剑君一改之前作风，连带着心境和修为都在增长，较之以往更强。他倒要看看如今的9州第一剑修有多大含金量。嘿，道宗有热闹看了，不虚此行。江离心里一乐，徒儿，你说你拿到雄剑，却被持有雌剑的恶人抢走，此言当真呢？玄北子目光热切，大声问道，引起周围人的注意。绝对不假，徒儿的剑道天赋您是知道的，能拿到雄剑也属正常。可恨那贼人伙同帮手，趁我不备将剑抢走，这些人可以作证。王爵的一帮跟班也连忙点头，说大哥说的对。玄北子心说，你什么剑道天赋我能不知道？能拔出一把下品法器级别的灵剑，都算灵剑不长眼，肯定是你见钱眼开，想要把剑抢过来。不过玄北子不在乎徒弟撒谎，还反过来帮徒弟，因为他也见钱眼开，他也想要拿到那2把剑，那可是剑君合体期时用过的剑呢，献给雨星辰老祖，肯定能够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宗门有令，不可强抢豪夺。既然如此，玄北子就趁机造势，让剑种外的人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这方有理。对方若坚持不给，自己以大欺小，明抢灵剑也算有理。真的是王爵的剑被抢了？王爵的话你都信？第一天出来混呀，谁不知道王爵师徒是出了名的土匪，待在大隋限制他们的发挥空间。要是去白泽皇朝，那肯定是当地一霸，8大藩王都要找他们求经呢。你还说别人第一天出来混，自己也没强哪去啊？8大藩王早就成历史了，穷奇王、麒麟王身死，其余6王俯首称臣，朝拜白雪灵女皇，哪里还敢称王啊？当真如此？
骗你是王爵。吉乱他们最后一个出来的，一出来就引起众人的注意。师傅，就是他们抢了我的剑！王爵大呼小叫，既然早有预料会闹事儿，但七杀道子怎么也想不到有人会颠倒黑白到这种程度，竟然反咬他们一口。无理取闹，分明就是你们想抢张罗和卢普通二位道友的剑，又盯上了七杀道子的剑。哼！别装作受害者的样子，实话告诉你们，我师父是化神期高人，你们的谎言根本没用，我师父一眼就能看出谁在说假话。群众沉默，确实，无论真相如何，玄卑子是在场修为最高之人，真话假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玄卑子是如何认为的。这里可不是大周，能告到官府，大隋的官府才不想管玄卑子这种背靠漫天星宇宗的人，到时候不管结果怎么样，惹得一身骚啊，说不准还会惹得合体期不快。谁都能看出来王爵在说谎，可那又如何呀？拳头大才是硬道。师傅，你可要替我做主。见秦乱等人还不乖乖的把剑递过来，这是给自己出手的借口。王爵兴奋道：我说过，一定要让师傅给你们好看。王爵奇怪师傅怎么还没出手，扭头疑惑。师傅，玄卑子冷汗都下来，两牙打颤，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别人不认识剑君，他还能不认识吗？他身为无畏盟的中层，学过无畏盟的由来，见过剑君画像。剑君，这绝对是剑君呐！剑君复活了，令无畏盟恐惧的剑君复活了。玄卑子连杀徒弟的心都有，这挨千刀的徒弟可真是有本事。敲诈都敲诈到剑君头上了，活得不耐烦了，别拽上老子啊！你徒弟说要让你给我们好看，不知道给我们看什么？您看我好看吗？震惊，竟有男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询问自己好不好看。天机报原本其实的标题是震惊，竟有男子在大庭广众之下问剑君自己好不好看。天机楼楼主拍了拍自己的小胳膊小腿，觉得大概是扛不住剑君的一剑，所以改了标题。事后某位姓姜的路人表示，玄卑子并不好看，剑君复活重回剑阁，这是震惊九州的大事件。看到报纸了吗？剑君回来了。天机报说了，剑君参悟心魔劫4000年，最终大彻大悟，万剑归一，悟出一剑破万法之理，最终施展煌煌一剑，剑斩心魔。这是江离故意让天机报这样写的，让人们以为是剑君自己战胜的心魔，给剑君留一点面子。人皇战胜剑君心魔，说出去好听，其实对江离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无需用这种事情点缀名声，反倒是剑君这个消失4000年的渡劫期，需要用一件事情衬托出他的强大。这么说，我九州又多一位渡劫期大能？何止是多一位渡劫期大能这么简单？那可是剑道的渡劫期，杀伐造化，举世无双，同劫之中谁人可挡啊？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能修到渡劫期，谁能比谁差呀？你敢断定剑君在渡劫期无敌？我觉得道宗白宏图宗主就比剑君强。白宏图啊，你看他虽号称是九州第一剑修，不过是因为所有渡劫期中只有他一人用剑。难道你们谁见过白宗主出剑？没有吧？这话简直可笑。当时几位渡劫期大佬关系都不错，白宗主对谁出剑？你们觉得渡劫期中到底谁才是最强的？老佛已去，应当是人皇殿柳统领。这位也是老古董，多次与域外天魔交战而不死，度过2次成仙劫。若非成仙天梯消失，早就成仙了。不妥，柳统领生命力强大，不代表战力高。我看法身宗的李二宗主才是渡劫期中最强的，度过1次成仙劫，掌握数种传说中才有的法身，谁能赢过他？掌握传说中的法身就算最强？你以为皇帝也用金匾的？渡劫之前的胜负岂是用这种东西衡量的？夜影女皇虽是后起之秀，但她曾与江人皇争夺人皇位，白宏图宗主都不是对手。如今有国运加身，如意葫芦相助，真要战斗，其他渡劫期可不一定是对手。你说渡劫期之间怎么就不战斗呢？让咱们猜来猜去的。你这想法够危险的，渡劫期战斗，九州大陆还要不要了？可以去宇宙中嘛，反正渡劫期的战斗动静肯定特别大，整个九州都能看清。好像也有道理，我这就给人皇写信提建议。人们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渡劫期，却不曾想过大隋皇朝突然多出来一位渡劫期是什么想法。大隋皇朝没什么想法，毕竟又不是自己打压剑阁，他们快马加鞭送上一份贺礼。隋皇还表示朝廷和剑阁亲如一家人，现有妙龄公主身居闺中，恰巧剑君刚收了一名弟子，两家可以亲上加亲。
建军一口回绝。隋璜听完下属传话也不恼，反倒是乐呵呵的。成亲之事不过是说说，答应也好，不答应也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朝廷支持剑阁的态度摆出来。建军无心朝政，隋璜不担心自己的位置。隋璜不着急，自然有人着急。五味盟的一众修士个个战战兢兢，生怕建军翻旧账。别看他们合体期不少，打起来还真不够建军一个人打的。真以为个个都是姜人皇啊？合体期就能在渡劫期手下自保无虞。最叫苦不迭的当属漫天星宇宗的宇星辰。他不知道自己走了什么辈子，先是人皇殿拿自己第一个开刀，后有门下弟子勒索建军弟子，建军只是小小惩戒了一下玄卑子师徒以及一众跟班，好心建议宇星辰将这些人派送到白泽皇朝。宇星辰哪敢不答应，连夜将他们扔到了白泽皇朝的某个山沟。至于他们是占山为王，还是被山大王押回山寨，那就不是他在乎的了。当江离去找姬止的时候，对方很罕见的没有加班加点批改奏折，而是在跟姬空空讲故事。当时域外天魔袭来，九州危在旦夕，我与你江叔叔一同迎战天魔。当时他没有如今这般无敌，所以需要你父皇我这种强大的帮手。父皇我国运加深，手提古金剑，施展时间之道，逆乱时空，让天魔错乱时间和方向，晕头转向。父皇拖住他20息，给了你江叔叔出手的机会。你江叔叔也就是出手太早，要不然父皇自己就能解决天魔。既然是故事，当然就有虚构和夸张的成分。江离表示理解，毕竟当着女儿的面不能说。父皇人菜瘾大，上去就被天魔揍成死狗，足足揍了20息。要不是你江叔叔出手，大周早就换皇帝了。要说父皇当年也是人皇候选人之一，不过考虑到大周离不开我，不得不忍痛放弃那唾手可得的人皇之位，让你江叔叔上位。见姬止越吹越离谱，江离决定还是站出来。那个打扰一下。一旁的护卫吓了一跳，连忙戒备起来。能悄无声息的出现，也能悄无声息的杀掉皇上，这绝对是极度危险的修士。啊，是姜人皇，那没事儿。你都听见了？你是说拖住域外天魔20息，还是放弃人皇之位啊？叔叔，哎，空空乖，找我何事？如今阴阳天印、梵天塔、四海龙珠、他山石、大如字帖、如意葫芦都已找到，就剩下你们周家的古金剑下落不明，不知你有什么头绪没有？从那日的战斗来看，古金剑应当是进入时间长河，欲在未来偷袭你。不过你用天荒戟划破时空，打中了他，将他打到了时间长河的上游。江离想起来了，当时和众多仙气交战的时候，确实感觉有什么东西要袭击自己，不过那种感觉很朦胧，自己凭借战斗本能做出反应，打到了什么东西。现在看来，那东西应该是古金剑。这么说古金剑还在时间长河中，这倒是和江离想的一致。也只有古金剑躲在时间长河，系统才不会抓到古金剑，这倒是有些难办啊。要说在其他世界，他可以抓一抓，但在时间长河，那可真是束手无策了。不见得在时间长河中，古金剑也可能跳出长河，在其他时间中，比如在5000年前，或者在5000年后，说不定咱们现在经历的就是已经被古金剑改过的历史。对于精通时间之道的人来说，改变未来并非难事。就像姬止，他的重瞳可以看到未来，从而规避危险，看到做决定的结果，从而修改决定。时间之道玄之又玄，没有天赋的一点都学不会。比如江离等一批高阶修士，并非只有江离一人，白宏图、长存仙翁、柳统领等等也都不会时间之道。有天赋的也不见得能学到精通，比如大部分姬家人，他们只是学了个囫囵吞枣，仗着血脉优势学会了一点时间之道，不过是皮毛，甚至有些人呢，连皮毛都没有学会。不过改变未来是一回事儿，在时间长河来去自由，穿梭时空是另一回事儿。姬止虽然精通时间之道，但修为有限，只有化神期且国运加深的效果，不能在时间长河中发挥作用，所以他做不到回到过去或去往未来。姬空空倒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他最接近仙族，在时间之道上感悟毋庸置疑，而且还是个修仙的好苗子，日后合体渡劫并非不可能。姬止能成为人皇候选，自然在修炼上天赋极佳。
不过那时老周皇突然驾崩，机智的几个兄弟姐妹争权夺势，导致政令混乱，律法无序。化神期的机智只好放弃竞争人皇，转过头去接老周皇的班。机智是周家那一辈最优秀的，又有江离帮忙，其他继承人都争不过他。机智当上皇帝后，遇上了和玉隐一样的困境，国运拖累。他的情况比玉隐更糟糕。玉隐是合体期才当上女皇的，还能在承载国运的情况下修炼到合体巅峰，而机智只有化神期，天赋又不如玉隐，所以他修为停滞不前，困在了化神期。我这里或许有寻找古金剑的线索。什么？机智没有回答，而是拉上了乖巧的姬空空，走向国库。途经机智最常在的养心殿，江离看到了一杆狼毫奋笔疾书，批阅奏折。我一直用这支毛笔批阅奏折，所以他对我的观点很熟悉。他产生灵智后，我就让他替我干活，我负责最后审核。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大周作为9大皇朝中国力位列前3的皇朝，国库中自然有数不尽的天才地宝，足以让任何修士疯狂。江离注意到，在国库附近明里暗里共有3位合体期修士把守，这数量已经很可怕了。一个一流宗门的合体期老祖数量也不过就是这些。机智不是第一次进入大周国库，他帮机智夺得皇位后，机智为了感谢，就让他去国库内挑选宝物。国库中的宝物琳琅满目，奢华到以深海夜明珠照明，足可见库中宝物的品质。例如18颗星河炼制的念珠，从极北之地挖出万万年不化的玄冰，服之可改变灵根的仙丹，寄生吸附修为的冥灵母虫等等，随便挑出一件都是顶级拍卖场的压轴货。不过这些东西对江离都没什么用，他的储物戒里也有不少类似的好东西，随便挑出一件都是顶级拍卖场的压轴货。不过这些东西对江离都没什么用，他的储物戒里也有不少类似的好东西，而且机智带江离不是来看这些东西的，这是只有历代周皇才知道的东西。河中是舜帝留下来的，说后代子孙万万不可大开，但日后若有人想去时间长河找古金剑，就将木盒交予他。舜帝也就是周家先祖，那位从时间长河中跑出来的鱼。江离没看木盒，而是看了一眼姬空空，只有历代周皇才能知晓的秘密。姬只带姬空空的意思不言而喻，先祖说的应该就是你。江离开启木盒，发现里边只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在时间长河玩得很好，你别找我。如何？是不是有线索了？保存好你们先祖的东西，别看。自己去时间长河找的是古金剑，姬家先祖却提前留下木盒，留言说让自己别去找他。姬家先祖舜帝的身份不言而喻，就是那把古金剑。江离猜测，应该是在仙器鉴赏大会上，古金剑被自己打入时间长河，不知经过何种变化，回到过去，成为了姬家先祖。我记得古金剑你讲过，说你们先祖在飞升之际留下的一退，以无上大法力炼制成的。是。记者不知道江离为何突然说这个，所以是我练我自己。江离打了个问号。而且从纸条上的话来看，自己在未来会进入时间长河寻找古金剑，不然姬家先祖没必要这么警惕自己。你说我有可能进入时间长河吗？等着，等我到了渡劫期，就可以带你进入时间长河。我指望你还不如指望你女儿呢。话说时间长河到底是什么样子？只有你们先祖一条鱼吗？时间长河就是字面意义，是一条由时间组成的河流，上游是过去，下游是未来。河中的每一滴水都代表着一个时间段，一个个时间段汇聚起来便是一条河。先祖曾经说过，诸天万界所有的事件都在时间长河中有显现。时间长河所处的地方并非是某个世界，而是凌驾于所有世界之上的存在，因此时间之道是所有道中最特别的一个。你看，空间之道没有对应的空间长河，因果之道也没有对应的因果长河，梦之道也没有对应的梦长河。时间长河中有鱼，也只有鱼，先祖正是其中的一条。不过他们也只是鱼，没有灵智，和江河湖海中的鱼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生活在时间长河中。也不知先祖是怎么生出的灵智。这是机智奇怪的地方，按理说先祖应该知道，但他留下的手札当中没记载这一点，仿佛刻意回避一样。能是什么呀？无非是阴阳天印让你家先祖开窍了呗。江离心想，话说盒子里到底说了什么？难道写了让你进入时间长河的办法？这是现在机智最想知道的啊，没写啊。这样，机智有些失望，他还以为能见到什么不同寻常的方法，
打破常规，让人进入时间长河。不过他马上想起另一件事情。那这么说，你现在没事干了，帮个忙如何？我想促进提升修士和灵宝之间的契合度，打算举办一场面向9州的大会，限制在元婴级别以下，还要邀请各大势力参观。规定可以携带灵宝，但是灵宝威力不能超越灵宝主人的等级。机制的规定也算合理，不然一位金丹修士携带有灵智的道器，可以横扫全场，那就不是修士与灵宝的契合度了，而是看谁的灵宝威力更大，是本末倒置。那你让我干什么？参加比赛？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当然请你出面支持大会了，让大会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江离略微思索了一下，就答应了。据他所知，这场大会是目前9州最大规模的针对灵宝方面的大会。其他皇朝或许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但都没有举办。大周举办是要给其他皇朝一个参考，也是给修士们一个信号。他出面支持，表示仁皇殿的态度，扩大影响力。如今灵宝法和灵宝契约初见成效，平均每一位修士的战力较之以往能高出2成。要是和灵宝心意相通，还能产生更高的战力。现在所有修士都在积极探索如何才能够更好的和灵宝进行配合。大周皇朝举办大会，正是顺应潮流，在修士心中再添一把火，烧得更烈。可以想象，在这场大会中会有多少种以前从未见过与灵宝配合的战斗方法。我有几个人选，就让他们也参加大会，可以吧？江离选出来的人自然是人杰中的人杰，这种人参加大会只会让大会的含金量更高，气氛更上一层楼。机智没理由拒绝。当然可以。得到机智首肯，江离放心去找人了。你说让我去参加大会？玉隐堂口微起，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已经有几百年都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比赛了。在他的印象里，这种大会都是面向中低阶修士。什么时候他这种渡劫期也能参加了？考虑过其他修士的感受吗？当然了，我都得到了机智允许了。你看啊，大会的目的是促进修士和灵宝的契合度。要说当今谁和灵宝契合度最高，肯定非你莫属啊！我和主人心意相通，谁都比不了。被玉隐踩在脚下的如意葫芦大声表忠心。玉隐也不知道如意葫芦受了什么刺激，产生灵智后经常要求自己踩它，感觉有点变态啊。玉隐略带嫌弃地看着如意葫芦，却不知这样的眼神让如意葫芦更加兴奋。说实话，玉隐和江离是老对手了，知道这家伙肯定还有别的目的。自己这种规格外的修士参加比赛，那就是欺负小朋友，很容易捅出篓子。机智表情大概会很精彩。他身为皇主，要考虑和大周的关系。趁着举办大会，邀请所有的渡劫期都参加比赛，其他人都答应了，就剩你了。玉隐眼神一亮，立刻就答应了。机智？什么机智啊？他晋升到渡劫期以后，从来没有和其他渡劫期交过手，这次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然要参加。不是限制在元婴期吗？把境界压到元婴期不就好了？另一头，老白，大周举办大会，我打算让所有的渡劫期都参加比赛，其他人都答应了，就剩你了。去，肯定去。再另一边，建军身体恢复的如何呀？我给你找了个挑战白宏图的由头。大周举办大会，白宏图参加，你也参加吧。建军一剑开天，表示答应。李二，大家都参加，就等你了。柳统领啊，你还需要坐镇仁皇殿？算了，难道不是你这个人皇才要坐镇仁皇殿吗？为什么说的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一样？某处神秘的秘境内，几位合体化神修士坐在一起共谋大事。据可靠消息，大周将要举办一场面向9州的大会，说是要向世人展示修士和灵宝配合的方法。不过是收买人心之举。另一位合体期老祖冷哼，对大周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然而他的话却引起了其他人的共鸣，觉得说的有道理。看起来啊，他们对大周积怨已久。他们几人来自9州各地，让他们聚在一起的原因只有一个：破坏大周的名声。他们向来不把低阶修士放在眼里，随意的欺凌，门下也是如此风格。有时候下手重了，死伤几人不过是常事儿，被杀之人家属也只能含泪忍受。毕竟他们所在的皇朝不可能因为这个就跟合体期化神期修士翻脸。然而这些人的门人骄横惯了，在大周也是如此行事。有一次他们杀了一名凡人，并不在意，他们觉得不过是杀了一名炼气3层的凡人，能有什么呀？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那些不知好歹的凡人家属竟然敢将他们告到官府，开什么玩笑？
自己背后可是化神期之子，有合体期老祖大周岂敢定罪？然而大周还真敢，不仅是定罪，而且还是死罪。这些人背后的老祖都出面让大周刀下留人，然而大周岂能听这些人的，将杀人犯通通处死。这可就惹恼了老祖们。这不仅是门人死了的问题，更是大周不给面子的问题。他们平日可是最注重颜面的，不过他们也知道和大周正面应对是赢不了的，所以他们打算暗地活动，报复大周。这次的大会就是绝佳机会，此乃天赐良机，我等不可错过。正是，良辰吉日当要死几个人，让大周颜面尽失，不然咱们还有何面目在九州立足？听说有不少势力都会观摩这次大会，大周定是觉得自己会出大风头，却不知在众目睽睽之下死上几人是何等反应。真是想想就要笑出声。左右是要杀几个人，那就杀几个等级高的修士。大会将分为筑基组、金丹组和元婴组进行比赛，咱们就把目标定在元婴组，谁最优秀，咱们就杀谁。如此甚好。快看，那个是不是狂刀宗的王莽？哎，据说他一手狂杀龙啸，刀法出神入化，元婴期还有对手啊！王莽身高8尺，体格健硕，背着一柄厚重铁刀，铁刀微微和鸣，像是在兴奋。真的是他？他不是武皇朝的人吗？距离大周万万里之遥，竟然能来到这里。哎，你忘了，武皇朝和大周都有空间通道，距离不是问题啊。原来如此，忘了这个新鲜玩意儿。空间通道才开通几天，九州大部分民众还不熟悉空间通道。还有那个申元宗的马俊君，20年前他的吞天功就已经极其恐怖，和他对上要有手脚被吞掉的觉悟，让那一代人胆寒，出门都要带上生骨长鸡的丹药。不知如今的马俊君强大到何种程度？话说他有灵宝吗？储物戒算吗？储物戒算哪门子灵宝啊？大周的百姓围观报名地点，有见多识广之辈认出报名之人的来历。那些只听说过的修士，如今就出现在眼前，让众人发出阵阵惊呼。元婴期修士在九州算是中阶修士，一个城都不见得有几个，如今扎堆出现在这里，可见这次大会的影响力之广啊！几位可是来报名的？是的。姓名、境界、所属势力。貌美女子款款走出，落落大方，有种雍容华贵之感。腰间携着一个葫芦，引起众人瞩目。有不少自觉条件不错的男性修士想要上去搭讪。域名：元婴期，散修。原来是元婴真人，请将手置于罗盘上。罗盘分成6个区域，分别对应炼气道合体6大境界。貌美女子伸出纤纤玉手，轻轻触碰罗盘，丝南旋转，指向元婴境界。围观之人发出惊呼，想不到这位貌美女修看起来年岁不大，不过27、8，境界却如此之高。方才有些小心思的人偃旗息鼓，打消了不合实际的想法。罗盘内镌刻着精密阵法，只要修士将手放上去，就能显示出真实的境界。就算是合体期修士，也休想瞒过罗盘。这是为了防止有些合体期冒充低阶修士参加比赛，影响秩序。这种罗盘造价昂贵，若非是这种大型活动，大周也不会拿出来。见确实是元婴境界，官员这才记录上女子身份，将一张木牌递给她。这是您的身份牌，请您拿好。持有此牌，您在皇城内吃住费用由大周承担。玉明颔首，没有说话。白土，元婴期，散修。这一行人中又有一人站出来，报上身份姓名。经过测试，这位白徒确实是元婴期修士。官员照例将身份牌递给他。你这名字够简单的。切，说的你起名比我强一样。白宏图吐槽，两人都是落败的人皇候选，关系很好。御隐晋升渡劫期后，白宏图是第一个前去祝贺的。陈建南，元婴期，散修。建军报上真名，如今距离他的年代太过久远，现在的人们只知建军称号，却不知他的真名。建军回到队伍，和白宏图对视一眼，战意盎然，恨不得在这里就要打一场。还是江离咳了2声，才压下他们的想法。李二，元婴期，散修。法身宗的李二宗主也没用假名，这个名字在九州很常见，没必要另编一个。众人吃惊，这4人竟然都是元婴期的，而且名不见经传，从未有人听说过。不过也正常，
九州广大，修士分散，他们总不可能都认得出来。你要参加比赛吗？官员看向为首之人，看样子这位才是他们当中最强的。江离摇头，我若参赛，那就成了境界压人了，没什么意思。官员了然，看样子这位应该是化神期，不能参赛。此次举办的大会规模巨大，身为九州最优秀的情报机构，天机楼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天机楼楼主还想搞一次大动作，给九州各个等级的修士搞个榜单。这次大会就是一次搜集情报的绝佳机会，所以大洲皇城各处都有天机楼弟子观察参加大会的修士动向。一位天机楼弟子注意到江离这边几位元婴期散修参加大会是个小热点，自己跟踪采访，说不定还能登上天机报，到时候自己就有贡献点可以拿了。怀着这样的心情，他快步走了过去。五位真人，你们好，我是天机楼的弟子吕开，请问能占用各位的一点时间问几个问题吗？当然可以，你问吧。请问几位参加大会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惯例需要问的问题。吕开不觉得能有什么新奇答案，无非就是想要扬名，得到大势力青睐，想要丰厚的奖励，想表现自己，夺回九州第一剑修的称号。建军和白宏图同时说道。吕开嘴角抽搐，好大的口气！两个元婴期参加比赛，还想争谁是九州第一剑修？两位志向远大。吕开半天憋出这么一句话，又将目光转向玉隐。即便玉隐改变样貌，也依旧是位难得一见的美人儿。吕开觉得这位应当能给出正常答案，死战到底。玉隐杀气腾腾，四位渡劫期参加大会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要战个天翻地覆啊！当然，说是死战，但也不是要见生死。渡劫期之间分出高低不算困难，困难的是杀死对方，除非对方差距极大，不然就算是打上1年，也不会有人死亡。给机智添麻烦。李二穿着朴素，长相憨厚，皮肤黝黑，像是种庄稼的汉子，任谁见了都不觉得这位竟然是渡劫期。要不是江离确认过龙女李念儿有龙二的血脉，还真不敢相信李二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只能说呀，女儿长得随妈。几位都很有趣。据了解，您是化神真人，不知您带领他们参加大会，想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别把皇城打没了，就算成功。吕开在心中呵呵了2声。据他所知，擂台上有阵法笼罩四周，就算是化神期修士都别想打破。只能说这几位参加大会的修士异想天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鼓励使用灵宝，请问几位真人打算动用产生灵智的灵宝吗？玉隐拍了拍葫芦，没有说话，反倒是葫芦自己晃来晃去，彰显存在感。白宏图和建军没有回答。白宏图的落羽剑确实产生灵智，学习剑法速度飞快，但要说跟上白宏图的节奏，还是远远不够。白宏图经营剑道500载，落羽剑还不至于用短短几年就追上白宏图。白宏图让炼气峰又打造一柄灵剑供他使用，落羽剑姑且先不用。建军复活后觉得灵宝产生灵智很新奇，不过他也遇到了和白宏图一样的问题，没有适合的灵宝，所以他还是选择用原本的配件。要是有仙气让我用还差不多，其他等级的灵宝还没我身体结实，算了吧。吕开闻言对这几人产生浓厚兴趣，修炼到元婴期的没有傻子，这几位真人语出惊人，必定是有过人之处。直觉告诉他，跟着这几人一直到大会结束，一定是有巨大收获的。当吕开询问能否一直跟随他们，几人都没有拒绝。我先离开一趟，回头找你们。江离说完，原地消失。皇城贵客接待楼，众多势力代表聚在这里。4位龙王，好久不见。静心圣女，你代表红尘净土来了。物质觉者正在参悟佛法的重要关卡，不便离开。香象菩萨代表佛门参加大会。香象菩萨是位眉心有红点的美丽女子，皮肤白净，白裙赤脚，闭目少言。据说她欲练就佛门6大神通之一的天眼通。魏皇、孟姜皇，你们2位也来了，早就想问你们个问题。听说前几年你们2人在孟姜皇城上空打了一架，不知起因为何？不可说，不可说。满足一下人家的好奇心嘛，人家可是考虑在大魏或者孟姜皇朝开设分宗。静心圣女啐了一口，
对合欢宗宗主的行为表示不耻，不过是两团无用的东西。魏皇和孟姜皇是何等大毅力之辈，面对美人计自然是蠢蠢欲动。轻笑声打断魏皇和孟姜皇的想法。静心圣女说：“孟宗主可真是喜欢刨根问底儿。”静心圣女在这里当然要阻止这两人说出去，不然红尘净土岂有安宁之日？魏皇和孟姜皇猛然醒悟，想起两人为爱而战，被江离3膝垂到地上喊御医，又想起江离告诫他们不能将红尘仙子的事情说出去，连忙闭嘴不言，任由合欢宗宗主怎么使出美人计也不管用。静心圣女倒是管得宽了，不知能否管得住姜仁皇。静心圣女冷哼一声：“我管江离做什么呀？我还以为你喜欢他啊，想不到是我误会了。谁会喜欢他？”静心圣女脑袋别到一边，没来由的气鼓鼓的。身为大周的主人，机智当然也在这里。他听到静心圣女这样回答，无奈扶额：“你这样要何时才能追上江离呀？”我不抢人之所爱，既然如此，那我若追求姜仁皇，想必圣女也不会多说什么。孟悠悠莲步轻移，走到静心圣女身旁，俯身轻吹她粉嫩的耳垂。姜仁皇如此强大，双修必然别有一番风味。我没有开玩笑。你孟宗主为何既要追我，还要求我？可是灵台分裂了。当然是因为人家喜欢你呀。静心圣女瞪大眼睛，内心颤抖。这女人没有廉耻心吗？来，这是我东海特有的瓜子，吃完以后唇齿留香，还有又大又圆的海西瓜，可口生津。给我来把瓜子儿，来半块西瓜。吃瓜，大家都有。东海龙王分发西瓜瓜子儿啊，众人纷纷道谢。静心圣女，你也来一块。东海龙王热情问道。其他3位龙王连忙将没眼色的大哥拖走，没看人家瞪着你。红尘净土没有渡劫期修士，也没有镇派仙器，却依旧是6大宗门，无人可以撼动，就是因为他们有一株仙桃树，可御敌出战，战力无双。真惹急了静心圣女，让仙桃树砸了龙宫怎么办？天阶楼楼主目不转睛地看着江离，想着下一版天阶楼头条有内容了。天阶楼楼主是机智的特邀修士，让他进行大会解说和点评。为什么会喜欢我？当然是因为你的强大。你是9州最强者，唯一的大成期。身为女人，渴望得到一个安宁的港湾，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问题啊！如果是因为我的强大才喜欢我，那你喜欢的不是我，而是大成期。可你不就是大成期吗？我是大成期，但大成期不是我，这个道理你懂吗？江离说的理所当然，仿佛是很简单的道理。孟悠悠下意识点头。那我喜欢的是你的坚定，你做事有原则，初心不改，坚定不移。我现在不喜欢你，如果我喜欢上你，说明我就不再坚定，而你也就不会喜欢不坚定的我。你伸张正义，做事公允。自从你当上人皇以后，9州的气氛比以前轻松了许多，少了很多勾心斗角。那你应该喜欢的是机智，我有时做事也有私心，算不得公允。你博学多识，见多识广。论见识，我不如长存仙翁。那你应该喜欢的不是我，而是他老人家。我再问你一遍，你为什么喜欢我？是啊，我为什么会喜欢你？孟悠悠喃喃自语，眼神迷茫，愣在原地，被江离反驳的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反而开始思考喜欢的原因。这似乎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孟悠悠陷入沉思，百思不得其解。众人齐齐转头看着静心圣女，静心圣女从始至终一言未发，却勾起好看的笑容，下巴微挑，美丽动人，仿佛她才是胜利者。静心圣女这是选择了一条比成仙还难的道路，众人由衷敬佩。找到合适的人选了吗？放心吧，都是最优秀的人才，肯定让你大开眼界啊！那我就放心了。原本机智是要动用重瞳，提前看大会过程。江离这么说，给他一种期待感，他就想安心等着大会。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开始吧。这次大会，大周十分重视，用了大量物力和财力，临时建造出了一处巨大平台，由坚固的钢石砌成，元婴期一击都难以在这种石头上留下白痕。
若是用来炼器，不知能炼出多少灵宝。江离他们所处的位置在平台侧上方，可以看清平台的情况，也可以看到平台周围的观众。机智在台上发言，不论是坐在旁边的江离，还是底下的群众，都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佛法听得发困，最起码听了以后有收获。您这又长又烂的发言，听了以后完全没用，好吗？这时候大家都开始羡慕相向菩萨了。人家闭着眼，谁知道是修炼天眼通啊，还是在睡觉？他们坐在台上，台下修士都注意到他们，公然在机智讲话的时候睡觉，怎么想也不太好。最后，祝大赛再出好成绩，再出好水准。好了，让我们欢迎神皇阁第72代神皇江离修士给大家简单讲两句。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昏昏欲睡的江离起身，比赛开始，讲完了。台下掌声如雷。天机楼楼主天命道人是一位合体期巅峰的大修士，喜欢灵石，左右逢源，谁也不会质疑他的专业水平。从炼气期到合体期，各个阶段的特点，各种修炼方法，千百种灵宝使用方法，以万计数的战斗方式，他都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天命道人是最适合的解说人员。即使没有用多少灵石请他帮忙，而是说大会结束之后免去天机楼一半的税，天命道人自然同意这笔买卖。天机楼在大周生意红火，就是高额的税收让他肉疼。要是能免去一半的税收，那他简直要笑醒啊！其实白泽黄、白雪灵也是适合当解说人选的，可人家堂堂一国之君和机智同等地位，让他来解说，怎么想也不合适。大会按照筑基组、金丹组、元婴组来划分，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比赛。最先开始的是筑基修士，让的是大周华云宗的云帆以及白泽皇朝的虎骨。华云宗便是江离最开始加入的宗门，也是系统第2个任务中让江离去的地方，让江离战胜华云宗的云波。既然姓云，显然是云波的子孙。相较于妖族而言，人族是后来者居上的种族。妖族在前期有着人族难以比拟的优势，妖族肉身强横，性情凶猛，还有血脉中自带的天赋神通，无需感悟就可运用自如。人族在前期身体孱弱，在学习道法神通之前，要先读懂修行入门之类的启蒙书，在背过学堂先生3番5次教导的灵气运转路线，再到引气入体之后，才能学会一点浅薄的道术。道术也非一蹴而就，需要悟性和天赋。即便是到了筑基期，道术也不见得学得入门。妖族的天赋神通大多主杀伐，人族的道术种类繁多，像是什么催熟术啊、降雨术啊等等，没有杀伤力。因此在元婴期之前，妖族的平均水平是高于人族的，不然人族也不会有天骄去妖族试炼。妖族的优势一直持续到元婴期，若是生得好，血脉足够帮助妖族升到化神期、合体期，也就出现了麒麟王这种空有血脉没有脑子的合体期妖王。而人族中能成为化神合体修士的，无不是万中无一的人杰。他们从无数元婴期中脱颖而出，天赋心性无不是上上之选，修成的神通不亚于妖族那些顶尖血脉带来的加成。到了渡劫期，那就是人族的天下，盖压妖族。当世5位渡劫期，没有1位是妖族。不过本次大会的境界限制在元婴期，妖族参加会占据很大优势。虎骨露出残忍的笑容，他没有将眼前这个瘦弱的人族放在眼里。虎族是穷奇王的分支，在实力为尊的妖族中地位崇高。他身为虎族的筑基期最优秀的虎崽，当然是冲着大会第1名来的。虎骨的名字就可以说明他的优秀，诸如骨、皮、血、肉，
只有强大到一定程度，被族人承认，才允许以身体部位命名。这是穷奇族的传统，虎族遵循了这一点。云帆似乎知道妖族的强大，明显有些紧张。虎骨对灵宝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肉身够强，不需要借助灵宝。虎骨晃晃悠悠地撞到头晕，他没想到九眉大前会自己行动，不过这只是偶然。若他早有准备，这种水平的防御构不成气候。他再度冲了上去，张牙舞爪，虎爪锋利，虎虎生风。云帆受到九眉大前鼓舞，逐渐找回状态，用大钳摆成一面铜盾，弯腰借力，擦边错开虎骨的爪，虎尾如鞭子抽打来到自己身后的云帆。云帆逐渐找回状态，大钳顺其心意，一字排开，化作长剑。云帆手腕用力挡住虎骨的尾巴，尾巴顺势缠绕长剑，欲要夺走武器，长剑便又化作零散大钳，挣脱尾巴。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陷入了僵持阶段，虎骨选手攻势迅猛，再到被云帆选手变化多色的大邪化。云帆选手扬长避短，不选择和虎骨选手硬硬，手段灵巧，大为关键。说起这些大钳倒是有一段趣闻。天命道人见两人一时间难分高下，便讲起另一件事。皇帝的加入了宗门，不过不是以弟子的身份，而是赵朝天师的身份加入的。那时候姜人皇得到的第一件灵宝就是一枚大钳，下品灵器。原本只是很普通的灵宝，却被姜人皇玩出花来了。凭借大钳，就算是炼体后期的修士，也难以奈何只有炼体中期的姜人皇。自那以后，华阴派就形成了用木板大钳做武器的风气。不过他们始终不如姜人皇头脑灵活，大钳在他们手中并没有大放异彩，只是一件普普通通的灵宝。现在看来，大钳才在灵群和云帆选手产生共鸣，让他有了几分姜人皇的风采。江离微微点头，云帆的天资一般，战斗天赋只能算略高于一般的筑基期，不是虎骨这种妖族的对手。但他和九眉大钳配合的亲密无瑕，攻防转换如行云流水般，没有一丝停滞。即使云帆思路没跟上，反应慢上一拍，大钳自己也会追上节奏，自动御敌。虎骨一身蛮力无处宣泄，狂笑不止，很快力竭不敌云帆。最终云帆以巧劲儿胜过蛮力，战胜了虎骨。挺好的小老虎，可惜就是死脑筋。妖族以肉身为傲，认为灵宝是奇淫巧技，不肯使用。我多次推行灵宝普及，均以失败告终。白雪灵成为真正的白泽皇，藩王臣服，藩王之乱成为历史。他将重心转移到提升妖族整体力量上。妖族力量来源于血脉，这个没办法解决。白雪灵总不能要求纯血仙兽们当种马，鼓励他们四处播种，多生孩子。然而还真有脑子不好使的大臣，提议让白雪灵母仪天下，广开后宫，夜夜笙歌，多生小白泽。他差点没把那位大臣咔嚓了。母仪天下是这么用的：龙宫灵宝众多，白雪灵与龙宫达成合作协议，购买他们的灵宝，让妖兽使用。不过落后于时代的妖兽们并不能理解白雪灵的做法，处处抵制，使得白雪灵空有力量却使不出来，很难受。若是这次大会能打醒一部分妖兽就好了。白泽皇若不嫌弃，不妨让我们儒教进入皇朝，劝说妖兽使用灵宝。妖兽野蛮无脑无智，儒教弟子口吐莲花也挡不住妖兽张开血盆大口要吃人的冲动，导致儒教在白泽皇朝是寸步难行。若有白雪灵配合，那儒教在白泽皇朝就可以施展一番拳脚了。此事容后再议。说实话，白雪灵心动了，但没有立即答应，他需要权衡利弊。儒教确实会让妖族讲理，但也可能让妖族失去了血气。失去血气的妖兽如同没牙老虎，连虎人都难，那就得不偿失了。无人入外，好了，若是虎骨选手有一件灵宝配合，或许会是另一番结果。
虎骨垂头丧气地走下擂台，毛茸茸的小虎耳动了动，眸子微亮。第一场战斗结束，云帆利用灵宝战胜虎骨，展示了产生灵智灵宝的优越性，让一些顽固守旧派开始思考是否要接受新型灵宝。后面几场战斗都和云帆差不多，明显可以看出和灵宝配合的越好，威力就越强。就算是和灵宝关系好的筑基中期，也可以战胜和灵宝关系差的筑基后期。机智微笑点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筑基期轮过一遍，筛去一半修士，接着就是金丹期。魏家弟子跪在地上，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大声说道：“魏家不孝子，有请枪爷出马。”长枪动弹了一下，似乎对魏家弟子的态度很满意。战斗还没开始，鲁班宗弟子被对手的操作搞糊涂了。哎，道友，你这是做甚？魏家也是千年世家，虽无合体期老祖，却接连出过几位化神期。目前在魏家尚存的就有4位，魏家能拿得出手的灵宝，自然也不会差。这杆长枪就是上品法器，足够用到化神期。当然，不能让长枪动用全力，最多只允许他发挥出金丹期的力量。魏家弟子解释道：“道友有所不知，几年前枪爷是我爷爷的武器，产生灵智之后，和我魏家达成君子协议，若我爷爷死后，他会在魏家挑选合适的继承者，绝不背叛。魏家要对枪爷恭敬有加，注意保养。枪爷是我魏家的专有灵宝。”鲁班宗弟子抱拳，虽然不理解魏家人把灵宝当祖宗拜的想法，但最基本的尊重还是要有的。也拿出了他的灵宝来试一下傀儡。鲁班宗的傀儡之术独步天下，能以假乱真，就算不出神识，也不一定可以分辨出真假。那是一架精致的傀儡，少女形象，黑发紫裙，五官精致，神情冰冷。从外表看，任谁都会觉得这是一位冰山美人。娘子，咱们一起上！鲁班宗弟子给傀儡打气，冰山美人傀儡点点头，竟是听懂鲁班宗弟子的话。这回轮到魏家弟子不理解了。道友，这是令夫人？当然，自从4年前我娘子产生灵智，与我相濡以沫，一同战斗，我们已经征得长辈同意举办婚礼。入过洞房，足以说明我2人感情笃厚，谁也离不开谁，对吧，娘子？冰山美人傀儡脸颊微醺，有些害羞。魏家弟子也抱拳，虽然不理解鲁班宗弟子把灵宝当娘子的想法，但最基本的尊重还是要有的。天命道人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解说了。看台上，大家齐齐望着鲁班宗宗主。鲁班宗宗主解释道：“你们也知道，我们鲁班宗出自天元皇朝，那里处处都是勾心斗角，就连父母妻子都不能完全相信。正巧阴阳天印点化灵宝，让咱们的傀儡产生灵智。我们的傀儡都是从小培养出来的，很有感情，产生灵智后更是觉着亲切。于是有人提出，不如干脆成亲，也就不怕背叛。此言一出，得到所有人同意。”所以我们弟子都已成家，还有人许多傀儡成家开后宫。其实这样挺好，想把老婆变成什么样就能变成什么样，喜欢年长的就换个造型，眼神妩媚一些，喜欢年幼的就改一改身高，喜欢英气的就……东海龙王来了兴趣。你们还有多余的傀儡吗？我想买一架，学习傀儡之术，我对傀儡之术也有点兴趣。天命道人在一旁插嘴，免费送大家一个情报，就是他自己提出不如干脆成亲的。我们鲁班宗有灵智的傀儡，自己都不够用，本来还想着见到白宏图宗主，请阴阳天印再点化一些傀儡。怎么不见白宗主？众人这才发现，6大宗门9大皇朝都派出代表观摩大会，只有道宗、法身宗和天元皇朝的人没有来。机智思索，这些势力似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渡劫呀，该不会是姬者女忘了请吧？怎么会？我肯定发出请帖了。那就怪了，他们怎么没派人来啊？姬者的思绪被打断，没再继续往后想。哎呀，看看你们天元皇朝多残忍，人与人之间一点信任都没有，把鲁班宗逼得跟傀儡结婚。擂台下方，元婴期修士白宏图谴责另一位元婴期修士玉眼，这也能怪到我头上？
这个时代的修士思想果真与我们那个时代不同。李二赶紧说：“不，时代没有变，鲁班宗是特例。”建军对李二也很感兴趣，这位可是度过成仙天劫的人，要不是成仙天梯消失，他也该成仙的。李二道友，不知度过成仙天梯是何种感觉？见建军问起这个，白宏图和玉颜也不吵了。难，太难了，我能渡过去，纯属侥幸。而且第二次成仙劫比第一次还要强，我是肯定渡不过的。大概只有柳统领和须弥老佛这种狠人才行。也不知姜仁皇是如何度过15次的。第一次成仙劫是对修士的考验，度过之后可以成仙。若你不去仙界，会降下第二次成仙劫，那就不是考验，而是催促，让你尽快去仙界。柳统领度过2次成仙劫，须弥老佛度过3次，可见他们实力之强横。不过令李二奇怪的是，成仙劫间隔时间很长，须弥老佛活了9000多岁才碰见3次，也不知道姜仁皇是怎么招来这么多的。以我爷爷的名义，枪爷上啊！娘子，咱们情比金坚，其利断金。一杆百战长枪和傀儡战成一团，两方修士一边摇旗助威，一边金丹运转，灵气延绵不绝，各种玄妙神通层出不穷，让人大开眼界。天命道人半晌没说话。大会开始前，天命道人觉得解说中第一阶修士比赛而已，轻而易举。他什么场面没见过，但是这场面他还真没见过。就连天命道人都觉得今天开了眼，可想而知台下的观众们是什么感受，简直是开了天眼。他们从没有想过修士和灵宝之间的关系能复杂到这种程度，有人把灵宝当祖宗，有人把灵宝当老婆，关系不同，战斗方式也不同。大多数修士和灵宝类似于兄弟朋友，大家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而台上这2位简直是要和灵宝同生共死。你敢打我爷爷，你敢打我娘子！2个灵宝战的是酣畅淋漓，这2位修士却急了眼，撸起袖子下场干架。一时间场上神通叠加，目不暇接。怕灵宝挨打还让他们上场，搁这碰瓷儿呢。吐槽归吐槽，台上2人虽然有些搞笑，但战力却是实打实的高。他们不过是普通的金丹期水准，和灵宝配合下，可以发挥出远超自己真实水平的战力。枪爷，我对不住你，让您受委屈了。赶紧下一个。有魏家弟子和鲁班宗弟子抛砖引玉，金丹期的战斗明显精彩起来，比筑基期要有看头。观众们见到有人觉得自己打不过灵宝，干脆认灵宝为主。灵宝指挥修士战斗，有财大气粗的修士一上场就掏出几十件灵宝，战斗起来相当于几十位金丹修士出手，对手很快就落败，这属于规则漏洞。机制很快就制定了新的规则，限制上场灵宝数量，此次胜负作数，但这位修士的手段不能用在下一场。台下的观众意识到，这种手段可以用在实战中，打对手一个出其不意，效果极佳。金丹期战斗同样凸显出灵宝作用，已经有人思考自己和灵宝到底该保持怎样的关系。几位渡劫期都变了造型，压制境界，在场之人除了江离，谁都认不出他们。白宏图换了样子，却依旧英俊潇洒，像是年少多金的世家公子，和5大山粗的王猛形成鲜明对比。王猛听到台下有人把自己和对面的小白脸对比，心生不满。道友，我可不会留手，小心了。随你。王猛运转血涌蛮横功，血液沸腾，皮肤滚烫到发红，缕缕白气体内冒出，手握宽刀，所向无敌。各有的血液流动法，诸位修士请勿模仿。王猛遇到
王猛吐出一口粘稠的精血，抹在刀面上，王猛肉眼可见的虚弱下来，相对应的宽刀变强了。宽刀刀面凶光闪过，更添一分凶力。他再度挥刀砍向白图。已经属于邪门歪道，但王猛选手既然是用自己的血提升刀艺，建立正道，请大家正确认识魔道。魔道是一种理念，不是特定的修行法术。我要将所有血气之法打死，血气之法善意利用，也可大有作为啊！像王猛选手这样才是正确用法。王猛选手这一刀超越元婴期范畴，元婴期不可能有人打中。白宏图含笑点在刀面一处，王猛便不受控制地将刀砍向别处。王猛不甘示弱，连续挥刀，就是化神期看了都要流汗，难以确保自己能应对。白宏图不慌不忙，妙法连连，轻松击败王猛。他始终动用的是元婴中期力量，不多也不少，将力量把握到极致。只是将血从水中提升8个极端，白虎选手发挥的简直完美，就连天命道人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我呢还有这个可见都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修士，希望大家挑这个毛病。天阶楼都修炼一门名为执掌天机的功法，修炼至大成可预感祸福。不知为何天命道人的功法开始示警，天命道人也没有找到缘由，他怀疑是自己修炼出了岔子，内视己身，循环周天，依旧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怪了，态度轻浮是吧？